白飞羽苦笑了一声，看着眼前的陈长生，是个人就能看到陈长生那双看似平静的眼睛中强压着一座即将喷发的火焰，愤怒到极致的平静隐藏着涛的怒火。若是大喊大叫，形如疯魔，大不了发泄一番就好了。但如果是这种愤怒到极致的平静，越是到后面越是能毁灭一切。白飞羽看着眼前的陈长生，轻声道：“三师兄，你先冷静一些。”话音刚落，白飞羽脚下的金色大阵直接亮起，无穷杀机在大阵之中浮现，五行颠倒，地元气不通，所有杀机全部指向白飞羽。你是我师弟，但不代表我不能杀你。我再问一遍，是谁？陈长生平静的开口，却已然杀机凛然。白飞羽心中很清楚，如果下一秒自己再废话，陈长生绝对一秒都不会停留，直接发动杀阵。师兄弟刀剑相向，白飞羽只好开口道：“掌教。”三个字刚从嘴边出，陈长生直接消失在了白飞羽面前。掌教是师傅白飞羽把口中的话咽了下去，随即直接御空朝着青云峰的方向飞去。一向谨慎的三师兄，只要是大师兄的事情，根本听不进去任何其他的话。自己才了3个字，陈长生就直接朝着青云峰动手。白飞羽刚从山峰腾空而起，便看到漫黄符遮蔽日一般出现在了空之正。陈长生按剑而立，抬手一扬，山峰密室之中的柜子直接出现面前。哗啦啦，无数纸人从柜子中飞出。陈长生抽剑而出，无数纸人瞬间立在面前。漫黄符在整个青云宗上空形成一道异常繁杂的淡白色大阵，空开始扭曲，大地开始颤抖，所有宗门弟子只感觉自己耳朵旁边嗡嗡作响，地之间的地元气直接被大阵全部吸收殆尽。金色大阵宛如灾一般降临青云宗，青云宗72峰全数被大阵笼罩。修为低下的内门弟子仅仅是看一眼大阵，便感觉眩晕恶心，失去了战力。而越是修为高深的修士，眼前的大阵越是杀机四伏。这也正是陈长生留下的一张底牌，耗费自己几年时间，也是前世自己所掌握的最顶级的阵法。齐鸣，绝地通。此阵一开，就算是渡劫7强者稍有不慎，也要陨落当场。而这个阵法真正恐怖的是，能够吸收所有的攻击，并翻倍返还给攻击者。虽然不是仙大阵，没有阵灵，但只要陈长生愿意，随时可以化身阵灵，让此阵由后返仙。阵法师一旦阵法成型，同阶无敌的称号不是白来的。而前世已经踏入渡劫期的陈长生，耗费数年所设立的大阵，原本是为给青云宗挡大劫所用，没想到今竟然用来灭宗。但想要灭宗，仅仅靠一座后顶级大阵还不够。陈长生双眸冰冷，右手抬起衣袖，无数傀儡陡然出现。所有傀儡陈长生身上道运流转，赫然都是堪比出窍期的修士。经过阵组的加强，所有的傀儡现在神魂都沾染了阵法之道的道运，比起出窍期强者只强不弱。而陈长生脸上不悲不喜，无数纸人分裂四周，陈长生左手按握仙符箓，随时准备把阵组召唤出来。而双目却看向青云峰的方向，平静的道：“山峰陈长生，请掌教出来回话。”地色变，日月不显，整个青云宗像是迎来了末日一般。所有山峰之上的供奉长老同时起身，数十位大成期合体期长老瞬间把陈长生围得水泄不通。庶子住手！疯了吗？快停下！目无尊长，该杀！所有的供奉长老怒视眼前的宗门逆徒，纷纷祭出手中道气，准备合力击杀眼前不知高低后的逆徒。陈长生对于眼前一众连渡劫都没有到的供奉长老没有丝毫兴趣，只是平静地看着眼前的青云峰，轻声细语道：“一息之后，我便开始杀人，10息一封，请掌教自重。”完，陈长生单手一招，一列纸人出现在陈长生身前，右手掐招法诀，指向面前的纸人。问剑峰峰主纯阳子顿时心头一跳，怒目圆睁地看着陈长生面前的纸人。这群纸人竟然是他问剑峰所有饶纸人，这逆徒竟然给青云宗所有人下咒，早有预谋，其心可诛。一息时间又有多短？一呼一吸之间便是一息，几乎也就是下一秒，陈长生便抬起手臂朝着纸人划去。是给掌教考虑时间，其实给和没给差不多。钉头7剑书，只要陈长生手臂挥过，问剑锋出窍期以下所有弟子身死，出窍期以上弟子必然神魂受损。正当陈长生毫不犹豫抬起手臂准备挥下之时，洞虚子的拂尘挡在了陈长生的面前，而洞虚子也出现在了陈长生的面前。只是一个抬眼之间，陈长生面前所有的纸人便全部消失。这种阴谋道以后不要再做了。洞虚子叹了一口气，开口道：“掌教觉得我只下了一次咒吗？”被拂尘挡住的陈长生冷笑了一声，无数纸人再次出现在了陈长生和洞虚子面前。洞虚子看着慢飞舞的纸人，顿时没了脾气，双目之中法则流转，陈长生和洞虚子同时消失在了原地。可恶！
山峰上的逆子竟然敢做出这种事情，和魔修又有什么区别？必须废去修为，驱逐宗门！刚在鬼门关上走了一遭的纯阳子怒从心起，咆哮道：“如果刚才陈长生发动咒术，恐怕现在自己门下所有弟子竟全部要死在这里。此子心思缜密恐怖，必须除之后快。”而一旁所有的供奉长老同样脸色凝重，不只是问剑锋，他们同样被眼前的陈长生吓咒了。这件事十分的眼中，就算是胡云弟子，今日也必须给个法。众人义愤填膺，准备前往青云峰，等洞虚子把陈长生伏法之后再做决定。在他们心中，修行界师傅的意思啊。陈长生看着眼前的洞虚子，不确定的开口问道。两人在一处纯白色空间之内，洞虚子把能的给陈长生全部了一遍，不能的自然也隐瞒了下来。陈长生在听到是自家师傅胡云的谋划之时，不免陷入了长思之症。自家这位拥有大眼之术的师傅，在前世之时几乎拥有着概念性的战力，其眼之术更是通地小鬼神。如果是师傅这样做的话，肯定有他的目的。想到这里，陈长生不由得松了一口气，但随即依旧凝重地看着眼前的洞虚子道：“大师兄进入九幽之后，多久会回来？”洞虚子摇了摇头道：“九幽之地乃死者才能前往的地方，我也不知道欧阳那子何时才能回来。”陈长生看着眼前的掌教，前世莫名其妙的暴毙，也是导致青云宗灭门时，只剩下师傅自己一个人在扛着。眼前的洞虚子身上同样满是秘密，不知道何时，1年、10年、100年、1000年，难道我们都要等下去？陈长生有些急躁的开口问道。而洞虚子却静静的看着眼前的陈长生道：“不管等到何时，欧阳总会回来的。你难道不相信你家大师兄？”平静的话让陈长生脑海中一阵清凉，随即安静了下来，看着眼前的洞虚子平静的道：“我可以等，但要有个期限。大师兄去九幽寻找自己的机缘，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并不能服陈长生这样一直等下去。如果大师兄一直不回来，难道自己要等一辈子？100年之期如何？等到100年之后，我和你一起往九幽走一趟。”洞虚子试探性的问道。听到洞虚子的话，陈长生冷笑了一声道：“100年、10年之后，如果大师兄还不能醒过来，我必将把整个九幽给掀过来。”出这句话的陈长生身上充满锐气，声音之中带着道韵，让纯白色的空间都微微震荡。洞虚子点灵头，看着眼前的陈长生，心中愈发的惊讶。眼前的陈长生虽然看似只有元婴期，但周身道韵流转，几乎要凝聚法则一般，不入出窍却更胜出窍。这山峰之上就没一个普通人吗？想到白飞羽所领悟的道，又有眼前的陈长生，洞虚子不免有些头疼起来。一个知交子就足够掀起一个时代的波澜壮阔，现在突然多出来那么多，还都在青云宗，洞虚子想想都觉得自己减寿不少。两人达成统一意见之后，便从纯白色空间之中回到现实。刚一出现，便看到青云宗72峰所有的长老供奉都在等着两人。洞虚子环顾了一周，开口道：“没事了，大家都回去吧。”各峰峰主和长老供奉们对视了一眼。纯阳子对着洞虚子抱拳严肃道：“问剑锋请斩陈长生，五行峰请斩陈长生，灵兽峰请斩陈长生，气峰请斩陈长生，五峰请斩陈长生，眼峰请斩陈长生。”几位峰主同样对视了一眼，跟着纯阳子向洞虚子高声道。洞虚子看了一眼面无表情的陈长生，暗骂了一声：“这子刚才做的实在是太过了。”随即换上一副笑脸道：“各位师弟，这是什么意思？孩子家家玩闹而已，为什么那么认真啊？”纯阳子却脸色不变的开口道：“山峰陈长生修魔修功法，意图谋害师长同门，其行可恶，其心可诛。问剑锋请斩陈长生。”刚才陈长生出手那一幕，真的吓到了所有的供奉长老，自己不知在何时竟然被陈长生下咒，而且整个青云宗都在陈长生设立的大阵之内，岂不是整个青云宗的生死都在陈长生的一念之间？这实在是太恐怖了！此子不除，对青云宗绝对会是心腹大患。洞虚子尴尬的笑了笑，看了一眼眼观鼻鼻关心的陈长生，随即开口劝道：“我观此阵其实防御偏多，大概是长生为了宗门安全才设立的。至于下咒嘛，一些咒巫之术的道，不过是孩子玩闹而已。”想打个哈哈过去的洞虚子企图蒙混过关，但纯阳子却上前一步，怒目圆睁道：“掌教师兄在想些什么？这种咒巫之术虽然对我等作用不大，但门下弟子怎么办？难道要把他们的生死放在这子的一念之间？”出于为人师表，纯阳子的话并非胡搅蛮缠，若是欧阳那种孩子赌气般的玩闹，他们还能一笑了之。但眼前的陈长生所作所为已经要动摇整个青云宗的根基，他们身为青云宗各峰峰主，才不会坐视不理。几位峰主共同朝着洞虚子逼宫，是要让洞虚子在他们眼前除掉陈长生这个不稳定的定时炸弹。洞虚子拉了拉陈长生的衣袖，没好气的开口道：“你子
到底要装聋子到什么时候？再装下去，我真宰了你啊！这时的陈长生才像如梦初醒一般，茫然的抬起头看着洞虚子道：“啊，掌教在些什么？你自给我在这里装傻呢？是吧？”洞虚子传音道。陈长生却一副恍然大悟的一拍脑门道：“各位师叔可能是误会了，子从万法宗问道归来，迫不及待的想要给掌教展示一下所学。”玩右手虚握，先三才阵浮现在手中，空之上浩荡威压的大阵瞬间消失不见。纯阳子厉声道：“我们问的是这个吗？你下咒同门，妄图谋害同门性命！”陈长生看向纯阳子讶然道：“师叔这是什么话？我只是为所有同门师兄弟祈求拜福，才设下求父指人，我对青云宗只有全权爱护之意，您怎么凭空污我清白？这子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伶牙俐齿了？”纯阳子却不信陈长生的鬼话，刚才陈长生动手之时，自己都感觉神魂一动，明明是高赌巫咒之术，竟然敢在众多大修士面前胡言乱语。掌教不杀你，以为我等杀不了你？纯阳子怒目拔剑，剑指陈长生吼道。各峰峰主对视了一眼，瞬间围住了陈长生。既然掌教不愿动手，那他们就代劳了，此子必除。正当各峰峰主准备动手之际，远处山峰处一道无上剑意从山顶直冲云霄，万朵青莲从垂落。陈长生微微一愣，随即笑着道：“还真是巧啊，我家二师兄出关了。”万朵青莲从而降，裹挟着无数剑，纷纷扬扬笼罩在整个青云宗之上。随即在山峰之上升起一朵巨大的青气演化出来的花骨朵，100丈之高，硕大到令人瞠目结舌。刚飞到青云峰附近的白飞羽猛然停住身子，惊讶地朝着身后望去。这青莲剑意自己实在是太熟悉了，或者前世的自己实在是太熟悉了。不过自家这位二师兄竟然那么快就完全继承了前世自己的青莲剑道，以为至少也要180年，这有半年没有。冷青松竟然已经掌握了。白飞羽转身看着远处的山峰上方那个巨大的花骨朵，比起掌握，现在最重要的是看自家这位二师兄能够青莲花开几品了。9品莲花不过凡品，9品之上才有机会触摸到仙的层次。前世身为李太白的自己，可是一朝花开12品，那等根骨简直就是身为剑道所生一般。这冷青松资不凡，想必开个10品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白飞羽看着眼前的巨大的青莲花骨朵，喃喃自语道：“毕竟前世作为青莲剑道的开拓者，才能花开12品，继承自己的道注定会至少比自己低上1品，接受传承还要一步超过开创者，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站在巨饶肩膀之上可以望得更远，但首先你要爬到巨人肩膀上的位置，而不是站在巨饶脚踝上就指望能够超越巨人。”白飞羽双手抱在一起，静静地看着那个巨大青莲花骨朵。青莲花开也是一瞬间的事情。前世身为上古剑仙的他，重新看到青莲剑道后继有人，心中不出的复杂。有长辈对于后辈的欣慰，也有原本属于自己东西被夺走的怪异。原本准备围杀陈长生的各峰峰主以及青云宗的所有人都被眼前的第一象给吸引了全部的目光。洞虚子脸上的虚汗都出来了，一个陈长生都那么难搞定，更别看欧阳比看自己都重的冷青松了。生意象无尽玄黄之气从而落，在空之上演化着四季变化，时而春风，时而大雨，时而秋霜，时而大雪。四季变化之间，化作一滴白金色的稻叶从空滴落，滴落在由氢气演化的巨大青莲花骨朵之上。来了！白飞羽看着那滴大稻之液滴在青莲花骨朵的一瞬间，瞬间屏住呼吸。叮咚，像是水滴滴入深潭之中的声音，在所有人心中响起。巨大的青莲花骨朵瞬间绽放，先是6片底半绽放，随即4片层半花开，转瞬之间便是10品。果然是10品吗？白飞羽惊叹地看着眼前的青莲，对于冷青松在青莲剑道之虽然早有预料，但还是忍不住惊叹。不对，白飞羽死死地盯着眼前巨大的青莲，花蕊并没有出现，青莲还没有开放完全。随着无尽玄黄之气落入青莲之上，2片青莲花瓣再次浮现，又瞬间开放，花开12品，竟然和前世的自己到达了同样的境界。这不可能，青莲剑道是自己开创的，自己悟道之时才花开12品，眼前的冷青松怎么可能和创造者一样？白飞羽有些失态地看着眼前的青莲，目瞪口呆。而眼前的正在摇曳的青莲似乎还没有结束绽放，一道虚影在花蕊之中缓缓成型。白飞羽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在空中摇曳的青莲，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青莲剑道是自己亲手创造的，怎么可能有人刚悟道就达到和自己一样的境界？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作为前世的上古剑仙，白飞羽有着属于自己的自信，那便是剑道魁首下。作为从被欧阳带大的冷青松，就算是修道，也是为了兄长开心，才勉为其难的被胡云收为弟子，来到青云宗。冷青松的心中把自己从鬼门关捞出来，又悉心照顾欧阳，
身上有着自己父母的影子。虽然没有任何血脉之间的联系，但在冷青松眼中更胜血脉亲情。但现在欧阳却神魂不见，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冷青松没有直接拔剑屠尽青云宗满门，而是开口问出来2个字，就已经是对得起青云宗这10几年的传道之恩。要是兄长出了一点问题，从现在开始我就用泉下来陪葬。一个极度疯狂的念头从冷青松的心中升起，这个想法在心中蔓延开来，双眼之中的青莲也慢慢凝上一层冰霜。远处的白飞羽看到此幕，顿时一惊。在悟道之中，修道之人也是最容易被心魔入体的时机。冷青松竟然要入魔！白飞羽抽出腰间的2尺，虚空挥了1尺，轻喝一声：“静！”冷青松头顶仿佛被什么棍子轻轻拍了一下，顿时双眼恢复了清明。当大脑重新恢复冷静的冷青松抬眼朝着青云峰的方向望去，连上半身的衣服都没来得及换，直接朝着青云峰扑来。瞬息之间，只穿着黑色练功裤，手持一把青莲长剑，一脸冷峻的冷青松站在陈长生面前。二师兄，你先冷静一下，掌门都给我了。刚才还准备大杀四方的陈长生看着拔剑而立的冷青松，顿时有些不放心的开口劝道。虽然自己有些莽撞，但眼前的这位二师兄可是一点道理都不讲的啊。眼前的冷青松虽然只有分神期，但陈长生却有一种眼前的冷青松杀在场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问题的错觉。冷青松身上那一股睥睨锐气的剑意，所面对者连手中的武器都握不住，更别反抗了。仿佛只要冷青松一出手，对方就会伸出脖子等着挨宰一样，合情合理。四周准备围杀陈长生的各峰长老们同样如临大敌一般看着眼前的冷青松，他们同样在冷青松身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胁，仿佛在场的所有人都已经被冷青松锁定了契机一般。他仅仅是站在那里，便如同一把可以斩的仙剑一般，自己能做的就好像只有束手就擒，冷青松想用什么方式就用什么方式杀了他。冷青松听到陈长生的话却异常的平静，比起直接暴露底牌准备灭宗的陈长生，冷青松眼中虽然满是寒气，但却并没有准备动手。冷青松看了一眼陈长生，确定陈长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之后，嘴唇微动，冷冷的吐出一个字：走。刚才还准备围杀陈长生的各峰长老现在全都默不作声，心中有个声音在告诉自己，如果自己敢拦着，下一刻冷青松就能一剑斩了自己。此子到底是怎么修炼的？这就要成为大修士了。常人修炼1000年才能有的境界，在眼前这个山峰二弟子身上就好像没有瓶颈一样。而洞虚子看着眼前的冷青松，同样满是欣赏。这孩子可是胡云呕心沥血也要逆改命的人啊！不愧是胡云挑中的弟子，资竟然恐怖到这个地步。要不是刚才时机不合适，自己出手干预机打乱道运传承，眼前的冷青松能直接晋升到合体期，直接成为手握法则的大修士。眼下的冷青松明明离大修士还有一段距离，而在场的各峰峰主及供奉长老，每一位至少都是手握法则的大修士了，但冷青松却能够随手杀掉任何一位大修士一般。而就算是自己，如果真的动起手来，对方也能和自己僵持一会。恐怖如斯这个词已经不足以形容眼前的冷青松了。妖孽！此时的白飞羽也终于赶到了青云峰顶，落在冷青松身旁，一手2尺，一手封神宝书。倒不是白飞羽飞得慢，而是陈长生和冷青松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陈长生直接移形换位来到青云峰，冷青松更是瞬息而至。身为出窍期大圆满的自己，御剑速度已经很快了，但比起眼前2个变态，自己还是弱了一点。刚在蓬莱仙山突破到的出窍期圆满就已经落后了。这2个人吃什么修炼的？落在一旁的白飞羽手持尺子和宝书，陈长生一手托着仙符箓，一手虚握仙三才阵，为首的冷青松则光着上半身，身上青莲剑意涌动，手中青莲长剑清明。3师兄弟背靠背成3角状而立。为首的冷青松看着眼前的洞虚子开口道：“掌教。”洞虚子苦笑了一声，但还是点零头道：“你们先回去吧，此事日后再。”冷青松双眸之中的冷意少减，随即转眼看向了纯阳子。这老头从就和自己还有兄长8字犯冲，今日必须留下点教训。冷青松心中打定主意，随即微微抬起手，长剑之上青莲剑意缠绕，随即一剑挥出，泛着青光的剑气如同撕裂空间一般，眨眼直接消失在了众人眼前。剑气迎风变长，直接撞在了100里之外的问剑峰之上，速度之快，连问剑峰之上的弟子都没有反应过来，脚下的山峰便轰然裂开。整个问剑峰直接被冷青松随手一剑劈成了2半。所谓一剑开山，挥出这一剑之后，冷青松看都不看脸色铁青的纯阳子，随即便带着2人朝着山峰的方向飞去。掌教，您就这样纵容3个木无尊长的孽徒就这样胡作非为下去？纯阳子脸色铁青的看着眼前的洞虚子，开口问道。洞虚子翻了翻白眼，看着眼前的纯阳子，心想刚才人家劈开你山峰时也没见你跳出来嗷嗷叫啊。
现在人走了，你反而站起来了，当我洞虚子比他们好欺负？洞虚子脸色淡漠的看了一眼纯阳子，随口道：“你知道为什么刚才冷青松只挥剑砍你的山峰吗？实力匹配不上心境，自觉自己已经无敌，所以挥剑示威，以震慑我等。”纯阳子咬着牙道。洞虚子摇了摇头，轻声道：“那是因为他心中很清楚，胡云不在，欧阳未醒，他便是山峰的顶梁柱，所以他不能任性，不然那一剑早就落在你脖子上了。”山峰院子里的石凳上，三人对立而坐。刚才冷青松和陈长生又查看了一遍欧阳的身体，确定欧阳只是神魂缺失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之后，这才坐下来认真听白飞羽讲述两人离开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白飞羽把事情的原委完完整整的讲了一遍，有些头疼的看着眼前自己的两个师兄。虽然自己早就预料到两人看到欧阳的反应，但实在没有想到两饶反应会那么大。但两人全都一副无所调位的样子。陈长生手中把玩着一张黄符，冷青松抱剑而坐。当白飞羽到欧阳把自己的木牌扔给自己时，两人才同时看向了白飞羽，两只手伸到了白飞羽面前，两人异口同声的道：“给我。”完，两人又对视了一眼，彼此毫不相让。他们都觉得欧阳木牌交给自己保管才是最安全的。陈长生皱着眉头道：“二师兄还是专心参悟剑道为好，我原本就负责山峰大大的事务，大师兄的木牌放在我这里才算是安全的保管。”冷青松有些诧异的看着眼前的陈长生，心中想着且不自家兄长的木牌肯定要自己来保管，像这样贵重的东西肯定要交给实力最强的人，而且自己还是二师兄，现在整个山峰自己的辈分最大，理应由自己保管。这样的心理活动被冷青松简化成两个字，冷冷的吐出口：“废物！”陈长生莫名其妙的被冷青松骂了一句，顿时火起，冷笑了一声道：“二师兄既然对自己的实力那么自信，我倒是想好好领教一下。”话音刚落，仙符箓立在陈长生面前，一手仙三才阵虚握，周身弥漫着阵法大道。冷青松冷眼看着陈长生，身上青莲剑韵同起，锐利的剑意，玄奥的阵法，两者针锋相对，范围的引起道鸣之音。白飞羽扶着额头，看着眼前一言不合又要出手的两个人，两尺也出现在手中，轻声道：“木牌是大师兄临走之时交给我的，所以当由我亲手再交还给大师兄。”听到白飞羽的话，冷青松和陈长生同时面无表情的看着白飞羽。欧阳就是在白飞羽面前变成这样的，眼前这个废物怎么还好意思说这种话？两人鄙夷的目光顿时击中了白飞羽那颗桀骜不驯的心，自己堂堂上古剑仙转世，此事又领悟封神之道，竟然还会被两个乳臭未干的屁孩给鄙视了。白飞羽身上仙灵之气忽现，手中宝书无风自动，冷笑着道：“两位师兄似乎对在下的实力有疑惑。”三股绝强的气势在山峰之上升起，直冲云，搅乱了上的云彩。都是名字后面带着称号的才，谁会服气谁？以前还有个欧阳能压着三个逆子，现在欧阳昏迷不醒，三个逆子自然互相都看不顺眼。三人僵持了一会，冷青松像是变了一个人，身上的青莲剑意却是首先收了回去。陈长生和白飞羽看着眼前突然收起剑意的冷青松，还诧异这个从来不会退让一分的固执鬼怎么今性情大变。二师兄，三师兄，你们回来了，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呢？胡图图的声音从门外传来。陈长生和白飞羽同样脸色一顿，两人瞬间收起自己的道韵。胡图图一手提着自己的唢呐，一只手放在嘴里，呆呆地看着眼前的三位师兄。刚才自己好像出现了幻觉，三位师兄差点打起来。胡图图有些不放心地看着眼前的三位师兄问道：“刚才你们是要打架吗？”语气中带着弱弱的祈求感，孩子只希望从三人口中听到自己希望的答案。冷青松冷厉的表情变得柔和了下来，站起身走到胡图图面前，抬起手揉了揉胡图图毛茸茸的脑袋，学着欧阳安慰图图道：“图图乖。”陈长生则笑着站起身，看着胡图图道：“图图这是学习回来了吗？那么长时间没见，有没有想师兄做的鸡？师兄这就给你去做。”完，陈长生便走进了厨房。不一会，厨房里面升起了炊烟。白飞羽心中一动，从怀中掏出欧阳的木牌，在冷青松眼睛都快瞪出来的怒视中，白飞羽把木牌挂在了胡图图的脖子上。刚才图图不在家，大师兄刚醒了一会，是图图最近很听话，所以让我把他的木牌交给图图保管。白飞羽笑着道。胡图图低头呆呆地看着脖子上的木牌，抬起头，眼泪哗哗地看着白飞羽问道：“大师兄还会再醒吗？怎么不等等图图就又睡了啊？”白飞羽蹲下身子，看着眼前的胡图图道：“大师兄当然会醒，我们不是好了吗？等图图长大了，大师兄就醒过来了啊。”胡图图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不懂为什么大师兄一觉能睡那么长时间，而且为什么要等自己长大？自己明明都已经长大了啊，现在自己都不尿床了，也会自己洗衣服了，现在也不图图我啊。自己现在已经是大孩子了，为什么大师兄还没有醒？图图不想个子长高，因为图图害怕如果自己真的长成了像干娘和二师傅，
暮云哥、三师傅、慕云海那个样子。大师兄醒过来会不会不认识自己？看着一脸快哭出来的豆丁，白飞羽和冷青松瞬间手足无措，一个不善于表达，一个两世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摸过。他们的确都是时代的骄，但是应付孩子这种事情真的是他们的短板。幸好陈长生端着刚做好的鸡走了出来，笑呵呵地看着胡图图道：“图图，我们去看着大师兄吃东西，然后你给大师兄讲讲经都学了什么。”食物的香味瞬间勾起了胡图图的馋虫，又听到自己要给大师兄讲自己的学习情况，抽泣了一下，挂起一个难看的笑脸，扑进陈长生的怀中，闷闷的点零头。看到这一幕，三师兄弟同时对视了一眼，眼神之间的交流之后，瞬间达成了一个默契。白飞羽纵身飞到了树上，冷青松搬出来梯子，准备去修刚才自己出关之时毁掉的房顶。10年吗？对于修行者来并不算长，而对于欧阳而言过于长了一些。他们可不会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等。山峰变得前所未有的平静，平静到青云宗都遗忘掉有这样一座山峰一般。胡图图每日都雷打不动的前往苏七或者洞虚子处学道。为了让自己更加快点的长大，作为山峰资质最差的胡图图也开始奋发努力，至少不用每日被催促着学道，除了每都在欧阳身边吹一段唢呐，希望能把大师兄吹起来之外，其他时间都在努力的提升自己。冷青松则整抱着剑守在欧阳身边，寸步不离。在冷青松心中，如果自家兄长醒过来了，自己必须是。欧阳站在一栋魔大厦的台阶上，看着远处不时有神魂落到此处，然后被执法者带走进行劳动改造。每个来到这里的神魂都要先去进行城市建造，为这座城市的扩建贡献出一份自己的力量。想白屁劳资免费拎包入住？笑死！先给劳资背上700年房贷再。不同意。忘川河最近水位有些低了，带资本家就是在下本人了。欧阳看着这座开始变得热闹的城市，悠悠然然道：“老范啊，本裁这旗下的怎么样？”老族长眯着眼睛笑着道：“其有本手、妙手、俗手之，少爷这旗下的已经超出了这3手的范围之内。”哈哈，本裁这一手就是传中的神之一手。欧阳得意洋洋的道。老族长则摇了摇头道：“少爷错了，这部旗下实在是太臭了，狗应该都下不出这手棋。”臭手！得意洋洋的欧阳表情一顿，顿时大怒，揪着老族长的胡子喷起来唾沫星子道：“老家伙，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从这里扔下去？”范入冰看着眼前的欧阳，脸上依旧笑眯眯的道：“少爷这是急了。”急你妈！欧阳刚想开口怒骂，却看到范入冰似笑非笑的脸，顿时一阵郁闷。这老子惊得像猴一样，没想到这次全看出来。欧阳微微叹了一口气，松开范入冰的衣领，转过身怔怔的看着秦巨柱道：“我知道老头子想要干什么，但我还是下不去手。少爷既然也是域外魔，错过这个机会，以后可就没有了。”范入冰悠悠的道：“哦，你什么时候知道我是域外魔的？”欧阳歪着头看向范入冰，惊奇的问道。范入冰轻笑了一声道：“欧爷子的性格不会张嘴，我就是在座各位的爹，那时我就知道您可能降临了，而您现在来这里又被胡云布局如此，我再猜不到您的身份，我也就白活那么多年了。”欧阳心中一惊，果然能活那么长时间的都是怪物，没有一个是智商低能的家伙，撇了撇嘴道：“既然你知道我的身份，怎么替我故意隐瞒下去？”范入冰看向下方的城池，轻声道：“在仙饶时代，不只是李太白才有一颗反抗的心，域外魔对世界来是一个灾难，但对仙饶灾难岂不就是对生灵的救赎吗？每一只域外魔的降世都代表着将引发一场地浩劫的开始，这是定律。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终究会对这个世界造成伤害，而一旦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了姓名，那么就不再是域外魔，而是真正成为这个世界的生灵。这便是胡云布局那么久为欧阳找出的路。可惜欧阳并没有接受，反而是在秦巨柱之下建造了这样一座画风和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城圣。胡云精妙的布局，一步步的算计，算到了欧阳的心魔，算到了欧阳有多蠢，可到了最后还是没抵过欧阳对于情感的取舍。欧阳却笑了笑，毫不在意的道：“其实都一样，总不能为了自己活下去就要杀掉自己师父吧？这是什么道理？别给老子，这是青云宗的优良传统，这种鬼传统传到我欧阳这里就该断了。找不到路，那就自己造一条出来，就像眼前这座城市一般。”而想必胡云最大的手段，其实是等自己亲手把胡云的名字抹去之后，身为域外魔的胡云同样应该算得上一位绝世大反派的名额，即让欧阳拥有了名字，又有借口帮欧阳完成任务。胡云的旗下的有多妙，就显得欧阳有多蠢。咚！一声巨大的钟声响起，欧阳嘴角一歪，满头黑线的看着城市上空缓缓升起的巨大电子屏幕，从屏幕之中伸出一个光头，亮得有些反光。众生皆自在，真我见真佛。随着一声嘹亮的佛号声，慧智开始了自己每日的佛法宣教。
一脸慈悲的绘制普度众生的样子，看得欧阳心里快笑死了。这大和尚在这座城市刚建立之初，可是光着膀子，以一己之力和执法对硬刚，因为这大和尚想要在这座城市中宣传佛法。你他妈在我剑仙之城中宣传佛法，简直就是活腻歪了。双方你追我赶，斗智斗勇了很长时间之后，被逮住的绘制张嘴闭嘴就是我师兄欧阳师兄，异常嚣张，但执法队却又拿他没什么办法。最后还是在欧阳硬着头皮的用出给我一个面子这样一句概念性的能力，才让双方达成和解。绘制每三可以借用城中的电子屏对全城进行佛法宣讲，而在绘制宣讲这也是执法队对神魂劳作监工最严实的一。这劳工的锄头都抡出来火星子了。每当执法队看见绘制宣讲，都忍不住吐两口唾沫。但这些在欧阳眼中却显得十分的活灵活现，对于这座城市未来的发展也更加的期待起来。突然欧阳心中一动，脸上微微错愕，随即笑了起来。他感应到有人来接自己回家了，就知道这逆子肯定会来，真是太不像话了。欧阳笑眯眯的骂了一句，脸上却多了一丝宠溺。该走了吗？少爷。范入宾看向欧阳的背影问道。是啊，该走了，再不走可能九幽就要被拆了。欧阳笑眯眯的道。那么多年再次见到少爷，没想到现在却要再次分别，还真是有些不舍。范入宾有些叹息的道。欧阳转过身看向范入宾，豪气的一挥手道，等我回去给你烧几百个美女，你就在下面好好享受吧。完，欧阳的身体开始变得透明，正如当年的胡云一样。正在宣讲的佛法的绘制脸上的表情微微一顿，随即声音更加的慈悲怜悯。佛音所到之处，挥舞锄头的劳工感觉有些劳累的神魂瞬间又充满了力量。而范入宾看着消失在原地的欧阳，轻声喃喃道，虽然您不是我铸剑一族的人，但还是会再见的，族长。同为九大圣地之一的千沙谷并没有宗门设立，毕竟是镇守九幽的地方，这里地元气暴乱，对于修行并没有任何提升。但这里是九大圣地之一，又兼合镇压地之间作恶的修士之处，所以几大宗门都会定期派人前来千沙谷镇守，对外严防死守，掩盖这里是通往九幽之处的通道。千沙谷就是一座巨大的火山，而火山口之上矗立着一堵高耸的城墙，而火山口之中便是无尽的深渊，而这深渊便是通往九幽之处，直达黄泉。生灵靠近这深渊黄泉，神魂亦或者灵魂便会被抽离，直到落在黄泉路之上，而也是对为非作歹的修士审判之所。而各大宗门派送到这里的修士都是资质并不算太好，终身突破出窍无望且寿元将近的弟子，在这里浑浑噩噩的生活，领着不菲的宗门补助，但却永远看不到再晋升的希望，直到自己寿元将近，生死道消之后，便会前往黄泉。所以来到这里的宗门弟子都戏谑地称自己又是狱卒又是狱徒，所有人都在安静坐在城墙之上，等待着自己寿元将近的那一的到来。而靠近这下方的千沙谷谷底，便是通往死亡的地方。这一道青莲剑光从远处而来，城墙之上的修士们纷纷睁开眼睛，这样的气势明显是大修士才能够引发的。难道又有作恶的邪修被宗门内的大修士压过来强行冰解了？但没有到规定的好的时间啊！众人纷纷惊讶地抬头望去，一道青色剑光从边而来，带着无法睥睨的气势直落城墙之上，锐利的剑意肆意宣泄，压得城墙之上的修士皆不敢抬头。直到剑光收敛，众人才堪堪抬起头。一位黑衣抱剑的修士冷峻地站在原地，眼睛左顾右看，似乎在寻找什么。此人正是冷青松，敢问阁下是哪门弟子？一位头发胡须皆白的老者走上前，朝着冷青松拱手问道。冷青松看着老者，薄薄的嘴唇轻轻吐出两个字：青云。青云宗何时多了一位这样强悍的剑修？看此人生命之火如此年轻，竟然已经到达了大修士的境界，不愧是我的后辈啊，几乎和当年的我一样出众。得了吧，你老子要是有这本事，还至于来这里看沙子？城墙之上的众多修士听到冷青松来自青云宗，顿时松了一口气。比起剑宗的用鼻孔看人，万法宗的倨傲诡诈，蓬莱仙山的生人勿近，各大宗门的弟子多少都带点其宗门的特色，唯有青云宗的弟子还是比较好相处的。而此处的青云宗弟子听到冷青松来自青云宗，更是兴高采烈，自家宗门出了一位这样的一个才，自己也着实为宗门感到高兴。这样被万众瞩目的感觉让冷青松感觉不自在，但冷青松还是强压着不适，忍着性子开口问道：九幽在什么地方？决定前来这里的冷青松只想找到兄长，就算是找不到兄长，也至少要在离兄长最近的地方。对于这里的情况，冷青松并不知晓，甚至要不是有自己迷路了十几次，3前自己就到千沙谷了。老者听到冷青松直接开口问出了九幽，脸上的表情微微一顿，有些警惕地看着眼前的冷青松问道：阁下既然是来自青云宗，可有掌门手令？听到老者这样开口问话，城墙上的修士看向冷青松的目光变得警惕起来，
隐隐约约之间把冷青松包围了起来。冒充9大圣地弟子前来千沙谷救人，这些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冷青松摸出自己的腰牌，抛给眼前的老者，自己并不想和眼前这些人动手。这些人还没有让自己拔剑的资格，甚至连自己的一剑都接不下来。老者接住冷青松的腰牌，冷笑了一声道：“我的是掌门手令，并不是阁下的腰牌。千沙谷之地乃是9大圣地共同拱卫的地方，没有掌教手令，就算是9大圣地的弟子都不可以轻易前来。”冷青松眉头微微皱起，自己竟并不想杀人，但为什么总有人往自己眼前晃悠？虽然眼前的冷青松是大修士，而这里的修士大多都没有突破到出窍期，但镇守这里的7位长老都是各个宗门推出来镇守的长老供奉，每位都是至少合体期的大修士，所以眼前的老者并不惧怕冷青松。一个17、18岁的少年，就算是再强，也不可能突破到上3境吧？这是修仙世界，又不是魔幻世界。双方僵持之下，不善言辞又社恐的冷青松双眸也冷了下来，右手搭在剑柄之上，自己只能尽量不杀人了。看到冷青松手放在剑柄之上，所有饶心神都紧绷了起来，并默默准备自己的攻击。身为9大圣地弟子，骄傲不会让他们临阵脱逃，他们身后还有着各大宗门推出来的长老供奉。老者毫不犹豫地引动真元，朝着千沙谷谷底发出预警。7位至强的气息从谷底腾空而起，浩瀚的真元夹杂着道韵，直接冲了出来，如同火山真正爆发一般。1位大成，6位合体，瞬间出现在了城墙之上。7位大修士一句废话没有，直接朝着冷青松动手。没有掌门手令，贸贸然来到千沙谷，就算真的是9大圣地的弟子，也是该死。冷青松双目之中青莲乍现，腿微弓，单手摁剑，瞬间消失在原地。在7位大修士的攻击到达眼前的一瞬间，冷青松消失在了原地。当冷青松再次出现之时，已经闪身到了7位大修士的身后，虚空而立，黑袍翻飞，长剑入鞘。而6位合体期的大修士同时一口血喷了出来，顿时气若悬丝，面若金纸。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谁都不明白眼前的这个少年做了什么。6位大修士也只是勉强看到了一道剑光在眼前眨眼而过，而为首的大成期修士心有余悸地看着右手的伤口。身为这里修为最高的他，看到了冷青松做了什么。黑衣少年拔剑而向，只有一剑，一瞬，一剑，重创7位大修士。这可是7位已经凝练法则的大修士，就算是渡劫期的强者都能缠斗一会的7位大修士，竟然一瞬间被一位只有17、18岁的少年击败。什么龙傲，在这位黑衣少年面前，简直就被碾碎成了渣渣。6位合体境大修士面若金纸，落在地上，只剩下手掌受善大成期修士颤颤巍巍地看着眼前的冷青松问道：“你到底是什么人？”依旧抱剑而立，脸色漠然的冷青松并没有搭理眼前的大成期修士，反而被下方的千沙谷谷底吸引了全部的心神，并不是发现了欧阳的气息，而是在这谷底之中有属于李太白的气息。剑仙李太白，这里为什么会有青莲剑意的存在？冷青松看着幽深的谷底，虽然脸上没有表情，但心中却泛起疑惑。但这里既然能够有李太白的气息，那就明这里就算不是九幽，也至少和九幽脱不了关系。在所有人全力戒备、众目睽睽之正，冷青松想都没想，直接一头朝着千沙谷谷底冲去。此子竟然肉身下谷底，难道他不知道这下面是什么吗？大成期修士惊愕地看着朝着谷底飞去的冷青松。这谷底便是上古时期的九幽，也是死者最后的归宿。肉身前往，就算是仙人躯体，都会被九幽之中的3灾9难剥离掉躯体。原本以为眼前的黑衣少年是假扮9大宗门弟子，趁机盗取挂在下方的邪修躯体，没想到此子竟然直接肉身下了九幽。可惜了那么恐怖的资，终究还是要死。大成期修士摇了摇头，就算是敌人，冷青松的资也让他感觉到惋惜。下了九幽，便是前往了死者之地，也就代表着人死，人死不可能复生，只要是生灵都不可能免去这无上的生死之道。在大成期修士心中，莽撞冲进谷底的冷青松必死无疑了。大成期修士落在城墙之上，一块腰牌被呈到了他的眼前，看着腰牌之上的名字，大成期修士反复念了几遍，然后把腰牌握在手中，吩咐道：“去联系各个宗门，这个叫冷青松的弟子到底是谁？”万年不起波澜的千沙谷瞬间变得喧闹，惹出那么大的乱子，这件事肯定要追查到底。直到青云宗回复，冷青松的确是其内门弟子，当洞虚子气喘吁吁的御空而来，而剑宗宗主太阿也恰好赶到。大成期修士顿时心中一惊，此人竟然引得2位宗主同时前来，身份肯定不一般。原本还发号施令的大成期修士立刻走到剑宗宗主太阿面前躬身道：“宗主，此子你也知道？”“知道，知道，咱宗门未来的副宗主。你在这里镇守那么多年，消息闭塞了一点。”太阿笑眯眯的打着哈哈道：“放你恩的屁！
我家弟子什么时候成为剑宗的副宗主了？一旁的洞虚子立刻骂骂咧咧的道。太阿顿时不乐意的道：把老子宗门的镇宗至宝都搬走了，让他当个副宗主过分吗？起来，我宗门问剑池到底什么时候还回来？洞虚子听到太阿的话，一阵语塞，只好臭着脸问道：他现在人在哪里？大成七修士脸上冷汗都下来了，没想到那个年轻的大修士竟然是我剑宗未来副宗主。现在好了，副宗主没了，早知道刚才就劝劝那位年轻的大修士了。大成七修士讪讪的道：那位大修士现在已经潜入了九幽之中。你什么？啊！洞虚子和太阿顿时一愣，随即看向了千沙谷谷底，映入眼帘的只有那一片让他们都感觉到心悸的幽深。化作一道青光的冷青松脸色冷峻的看着四周飞来的风火雷三灾，竟然能够透过真元直接蚕食自己的肉身。此三灾虽然有名，但无形，无形之中消融生灵肉身。冷青松轻哼一声，双目之中青莲乍现，眉心一朵13品青莲格外妖异。青莲剑道法则在双眼之中凝聚，头顶3亩青云中一朵青莲隐约浮现。原本想要蚕食自己身体的三灾瞬间被抵挡在身体之外，此三灾瞬间消失的无影无踪。当冷青松落地之后，脚下柔和的沙土瞬间埋没了冷青松半截身子，并且自己在一瞬间失去了和丹田之中真元的联系。黄泉路本就是给神魂和灵魂走的，怎么可能承受住肉身的重量？冷青松还在往下掉，甚至脚下的虚无感让他在心中升起一丝恐惧，似乎自己要掉入无尽的深渊之中。斩！冷青松冷喝一声，无尽的青莲剑意涌出体外，瞬间黄沙漫。但原本就是李太白所化情聚住的九幽之内，青莲剑意也收起了他应有的锐气，眨眼之间消失的无影无踪。失去了所有力量的冷青松终于开始慌乱，胡乱扒拉着四肢，想要爬出黄沙，但越是拼命挣扎，自己反而越陷越深。冷青松眨眼之间消失在了黄泉路之正，窒息感、孤独感、无助、恐惧，各种负面情绪开始在冷青松心头缠绕。而各种负面情绪带来了那些曾经自己还是一位皇子时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记忆。此黄泉路上除了三灾，亦还有九难十劫。九难十劫对应的便是针对于消耗掉神魂内的意识和自我的手段。到底不过是16、17岁的少年，拥有睥睨下的实力，却没有和实力相匹配的心境。心魔丛生之中，冷青松自暴自弃的陷入了无尽黄沙之中。自己还没有等到兄长，自己还没有见到兄长，一切都结束了呀！我不想死，谁来救救我？懦弱无助在此刻越来越侵蚀冷青松的心神。少年的慌乱在没有庇佑之后，条件反射之下会大喊大叫，希望给自己勇气和力量。冷青松泪流满面的撕心裂肺的呼喊道：兄长，哥！一袭青衫，一只手如同一道光一般伸到了慌乱的冷青松面前，跳脱的声音像是希望一般在冷青松耳边响起。哎呀呀，这是谁在哭鼻子啊？欧阳把冷青松从黄沙之中拉了出来，为了防止冷青松往黄沙之中继续深陷，迫不得已，欧阳只能抱着冷青松。刚才还在大杀四方的年轻大剑修，现在却害羞的被自家兄长公主抱在怀里。兄长，能不能把我放下来？冷青松在欧阳怀中细如蚊蝇般的低声道：好，把你放下来，然后你再陷在沙子里面哭鼻子。欧阳诧异的看着怀里的冷青松问道。冷青松一时间不知道些什么，明明自己是来救兄长的，没想到竟然被兄长给救了。欧阳看着羞愤想死的冷青松，扑哧一声笑了出来道：你自害什么羞的？时候衣服都是我帮你穿的，豆丁大的家伙，没想到一眨眼长那么大了呀！可惜现在身在九幽之中，要不然刚才哭得稀里哗啦的冷青松，欧阳非用记录室记录下来不可。听到欧阳的话，冷青松表情也微微一怔，随即笑了起来道：是啊，一晃那么多年，曾经要依附兄长才能活下去的我，也已经可以帮助兄长了，可以帮我了。刚才哭鼻子的是谁？看着一脸臭屁的冷青松，欧阳晃了晃怀里的冷青松，悠悠道：哦，睡觉吧，老猫来了我打他。像是拍婴儿睡觉一样，从欧阳口中喊出哄婴儿睡觉的口水童谣。听到这个童谣的冷青松瞬间脸红的像是熟苹果一样，这口水歌还是自己刚流落到枫叶城之时。皇室的暗杀3餐没有着落，无穷无尽的逃难，最后终于被兄长捡到。身边有了依靠，自己却又害怕自己会再次过上那种朝不保夕，随时会死的日子，生怕兄长会离开自己，晚上都不敢睡觉，所以每兄长都会哄自己睡觉才会哼的口水童谣。再次回忆起让自己社死的日子，冷青松终于绷不住了。兄长！冷青松羞怒之下对着欧阳大声吼道。被掀开遮羞布的冷青松生气了，把头别过去，不再理眼前的兄长，任凭兄长再如何斗自己，求饶。冷青松都冷着脸，不再理会自家兄长。好了好了，我们该走了，这里的事情已经结束了，我们该回家了。
欧阳看一直哄不好冷青松，才转头把话题引到了回家上面。冷青松听到欧阳的话，这才扭过头看着眼前的欧阳问道：“兄长，我刚才下落之时感觉到了李太白留在这里的青莲剑意，那是怎么回事？”欧阳闻言一愣，随即明白过来，神神秘秘的道：“八戒，你哥我呀，现在可是个谜语人。”谜语人？看着一脸骄傲自得的欧阳，冷青松不明白欧阳的什么意思，但从话语之中，冷青松还是猜测出来，自家兄长有大秘密不好对自己出口。但不管是什么样的事情，自己现在已经可以成为兄长手中最锋利的剑，任何挡在兄长面前的事物都会被自己斩断。冷青松点零头，憨憨的道：“那还是兄长厉害。”这傻子！欧阳翻了翻白眼，手中柔和的真元而起，直接把冷青松虚空推了起来，轻声道：“去吧，去家里等我。要是我醒了看不见你，你子就去给我修厕所。”完，柔和的真元直接把冷青松朝上托起，朝上空飞去。浩瀚的真元挡住了所有的3灾9难10劫，在欧阳的真元之下，冷青松直接从黄泉路挣脱，运起青莲剑意，朝着千沙谷外围飞去。老洞啊，这次会不会真死了？这可是九幽啊！太阿蹲在千沙谷边，朝着谷底一片黝黑看去，对着一旁同样蹲着的洞虚子道。洞虚子则信心满满的道：“放心吧，这次肯定死不了。他能死的话，恐怕九幽都能被翻过来。”太阿满脸不信的看着洞虚子道：“放什么屁的，那里可是九幽。你能不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洞虚子却开口道：“我知道啊，但他下去之前，欧阳子先下去的。”欧阳子？那没事了。原本还有些担心自家未来的副宗主就此尬聊太阿，顿时放下了心。什么事情一旦放在了欧阳身上，都显得合情合理了。正当太阿放下心的时候，浩荡的青莲剑意从谷底升腾而起，一身黑衣的冷青松抱剑冲了出去。看到洞虚子和太阿，连招呼都不打，直接转眼消失在两人眼前。那子是冷青松？太阿不敢置信地问道：“要是自己没感觉错的话，这子已经到达分神境了吧？16、17岁的分神境？开什么玩笑的？”洞虚子看着一脸错愕的太阿，冷笑了一声，心想：要不是我强行打乱的法则，恐怕出现在你老子面前的就是一位16、17岁的合体期大修士了。没见过世面。洞虚子在心中暗爽了一把，毕竟自家宗门弟子优秀，他同样有和同为宗主的太阿吹嘘的资本。太阿却收起惊讶，一脸欣慰的道：“不愧是我亲自挑选的副宗主啊，这子实在是太合我心意了。”顿时，洞虚子心中像是吃了屎一样难受，这样优秀的弟子竟然被人分走了一半。不过幸好陈长生这次回来是完完整整的回来的，要是留在万法宗，自己才真的是哭死。两人对视了一眼，随即御空而行，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千沙谷再次恢复了平静，而寿善7位大修士被剑宗和青云宗送来的丹药仙草喂得饱饱的，甚至可以是意外之喜。以后要是有这种被打散事情，请务必继续通知我。冷青松马不停蹄地回到青云宗，转瞬之间来到了欧阳的房间里。当冷青松回来的一瞬间，陈长生同样来到了欧阳的房间里。二师兄既然回来了，那就明大师兄该醒了。陈长生看着躺在万年灵冰棺之中的欧阳，同样欣喜万分。在两人大眼瞪眼的注视之中，整整睡了1年多的欧阳眼皮动了动，随即一个喷嚏打了出来，一手摁在棺材上起身，一边破口大骂：“是谁把老子关冰箱里的？又到了每个月1的请假时间，爱你们么么哒！人已到重庆，勿念！”在两个逆子热切的目光之中，欧阳像是窜猴一样从冰棺之中窜了出来，刚落地脚下一软，差点没直接跪在地上。因为躺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导致欧阳现在对自己的身体都有些不熟悉了。冷青松和陈长生一左一右瞬间扶住欧阳，两个逆子一脸担忧地看着欧阳。欧阳则笑骂着道：“我就睡了一觉，你们没给我搞出什么幺蛾子事情吧？”听到欧阳这句话，两人脸上同时露出一丝不自然。冷青松讪笑了2声，也没有回答。陈长生则笑着开口道：“在大师兄的教导下，我们怎么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尊师重道，老实本分，不就是我们山峰的特色吗？”欧阳深感认同的点零头，装模作样的道：“长生的不错，我们山峰就是太老实本分了，但也不能太老实，不然会被别人感觉我们好欺负。”对于指点江山的欧阳，冷青松和陈长生鸡啄米一般点头表示附和。欧阳尝试着走2步，脚上依旧使不上劲。陈长生给欧阳搭脉，才放下心道：“大师兄是太久卧床，导致气血不通，过几就好了。”太久卧床？我躺几了？欧阳惊讶地问道：“自己去九幽也没几啊，自己身体弱成这个样子了。”陈长生轻声道：“大师兄你睡了整整1年3个月零17了。”多少？欧阳失声问道。当听到陈长生确切的回答之后，欧阳有些郁闷，自己本来寿命就少，这一下又少了1年，少干了多少事情？难道九幽之地和现实之中的时间流速还不一样？平白被偷走1年寿命，
任谁都感觉有些郁闷。欧阳环顾了一下房间，一屁股坐在陈长生从袖子里面掏出来的轮椅上。这玩意也不知道陈长生怎么放进袖子里面的，反正不要怀疑陈长生会从袖子里面掏出什么东西。欧阳开口问道：“白和图图呢？”一旁的陈长生开口回答道：“白寻道去了，图图则去玉女峰学习，还没有回来。”欧阳点零头，被冷青松推着轮椅走出门口。刚出门口，便看到湛蓝的空中，太阳高悬，一阵风吹来，头发被吹乱的几缕。比起暗无日的九幽，这才是真实的世界。回来了呀，欧阳悠悠的道。是啊，大师兄，你终于回家了。陈长生在一旁感叹道。而站在欧阳身后推着轮椅的冷青松目光从欧阳醒过来之后就再也没有从欧阳身上离开过，一切尽在不言正。汪汪汪！主人，主人！一条腊肠狗从厨房钻了出来，后面还跟着手舞足蹈的猴子，正是靓仔和瘪三。欧阳笑着看着一狗一猴吃的油光满面的在自己身前晃悠，突然嘴馋的道：“长生，我饿了，给做点吃的吧。”陈长生刚想抬手给眼前两个畜生一点教训，这两个畜生真的是既吃不记打，只要自己不注意就溜进厨房。厨房可是我陈长生的主场。但听到自家大师兄开口，陈长生立刻笑着答应，狠狠瞪了一眼手舞足蹈的一狗一猴，随即转身回到了厨房。欧阳左右看了看，却发现没有看到藏狐帅哥。兄长可是在找那只渡劫期的狐妖？冷青松开口问道。哦，你看出来那只狐妖了？欧阳开口问道。冷青松点零头，随即开口道：“为了图图的安全，我便拜托他每日都和图图结伴出校。”听到冷青松稳重的回答，欧阳有些欣慰的扭头道：“老二，我发现你越来越有二师兄的样子了。”听到兄长的夸奖，冷青松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但随即轻声的道：“所以我才知道兄长平日里有多辛苦，自家兄弟多了反而显得有些矫情。”欧阳让冷青松把自己推到院子里面的大树下面，静静的感受着空气和风，还有树叶吹动的声音。无时无刻都鲜活的生命让欧阳前所未有的感觉到心安，不知不觉之中，欧阳又睡着了。但这一次却不像之前那样如同活死人一般，而是还带着轻轻的鼾声。看着欧阳睡着，冷青松一开始还有些担心，刚想抬手晃晃自家兄长的身体，但在听到鼾声的时刻也放下了心，持剑而立，站在兄长面前戒备起来。现在就算是宗门被灭，也不能打扰兄长睡觉。陈长生端着食物走出来之后，看到欧阳又再次睡着，心头一紧，但看到冷青松给自己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也放下了心，随即把食物放在石桌之上，坐在石桌之上静静的等着。欧阳低头酣睡，冷青松持剑立在一旁，陈长生嘴角含笑的坐在石凳上，时间像是暂停了一般。一直到了太阳快下山之时，院的门被一只手轻轻的推开，胡图图背着苏七给自己绣的背包走了进来。比起欧阳去九幽之前的，胡图图脸上多了一丝稳重，少了一丝稚嫩，甚至有些循规蹈矩。单从走路的姿态来看，胡图图越来越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气质，原本圆嘟嘟的脸也清减了几分。开门声也惊醒了欧阳，欧阳伸了一个懒腰，抬头看去，正好对上了呆呆站在那里看着自己的胡图图。哟，图图放学了呀，快过来让师兄看看。欧阳对着胡图图笑着摆着手道。胡图图呆呆的看着欧阳，自己朝思暮想的大师兄竟然真的苏醒出现在自己面前。从爷爷就告诉自己娘亲去了很远的地方，但自己其实都知道娘亲已经不在了。几位师兄都告诉自己大师兄只是睡着了，胡图图也默认大师兄也已经不在了。都是长辈们为了安慰自己编出来的谎话，自己为了不让长辈担心，所以也就装作信以为真。自己也只敢在夜里躲在自己的被子里面偷偷摸摸的哭。但现在大师兄真的出现在了自己的眼前。胡图图扔掉书包，刚想一个乳燕归零钻进那个熟悉的怀抱里面，但是自己现在已经是大孩子了，应该稳重。师娘了，大师兄最喜欢稳重的大孩子了。胡图图强忍着激动，三步并一步走到欧阳面前，双手行礼恭敬的道：“师妹恭喜大师兄苏醒。”一个暴力轻轻的敲在胡图图的头上，日日夜夜思念的声音温和的在胡图图耳边响起：“家伙装模作样什么的，到底是孩子。”伴随着夕阳西下，女孩的哭声震响彻了很久。哈哈，没想到吧，还有一张，坐车硬写一张，本来经请假了都碎碎念。欧阳回来了。这个消息也随着已经笑傻的胡图图传遍了整个青云宗，有人高兴，有人欣慰，自然也有人愁。这些山峰上来的访客络绎不绝，毕竟身为青云宗交际花的欧阳，哪个山头之上都有着狐朋狗友。听到欧阳醒过来，整个青云宗都感觉恢复了一些奇怪的生气。欧阳一觉睡了1年多，青云宗上下都感觉缺灵什么。彩色绘画本很长时间没更新了，护山大阵上的灵石很久没更换过新了。丹峰的丹药已经再次摆满了药架，灵寿元和灵药谱长势喜人，
因为损耗变低，宗门内部的换购价格都下来了。山峰也随着欧阳的回归，一扫往日的平静阴霾，重新回到了正常。胡图图每都要对着自家大师兄吹几首唢呐，才肯去玉女峰去学习。每次听到自家师妹吹得越来越对味的唢呐声，欧阳也越躺越直。老二冷青松对于这种应酬一点兴趣都没有，甚至有些社恐的看着络绎不绝前来拜访的师兄师弟，有种拔剑立威的想法。自家兄长醒过来，和这些人有什么关系？好想直接一剑把这些人全砍了。索性故意泄露一丝真元，装作自己突破的假象，再次失手撞碎自己的屋顶之后，重新回到房顶之上，叮叮当当起来，用修房顶来代替自己去接待同门。欧阳有些虚弱的坐在轮椅上，笑着和访客打招呼。躺的时间实在是太长灵，身体都快忘了怎么走路。当欧阳回归之时，浑身僵硬动不了时候，冷青松和陈长生连夜把洞虚子从青云峰接到山峰。经过洞虚子极其细致的检查，最后判定欧阳有些营养不良之外，多休养2就好了之后，冷青松才收回了青莲建议，陈长生也收起手中的三才阵法。看到欧阳回来，洞虚子同样感觉长舒一口气，虽然有着胡云的再三保证，但亲眼看着欧阳从九幽之处回到现世，还是让洞虚子忍不住惊叹：这子到底是吃什么长大的？这逆子连鬼都当不了，怪哉怪哉！随即给了欧阳一个你我都懂的眼神，便摇头晃脑地离开了山峰。而慕云阁一进门就对着欧阳破口大骂，欧阳不安好心，让蓬莱仙山的弟子助问剑锋，然后又派人一剑劈开了问剑锋。慕云海在一旁默默地看着欧阳，虽然没有话，但神态之中的责怪却让欧阳避之不及。随后就是苏七揪起欧阳的耳朵，看着虚弱的欧阳龇牙咧嘴的样子，又有些心疼地放下手。原本吵吵闹闹的一屋子女人又都哭哭啼啼起来。欧阳只感觉眼冒金星，脑袋嗡嗡作响，大叫2声，一口气没上来，又剧烈咳嗽起来。看到欧阳咳嗽了起来，一屋子女人反而安静了下来，矛头指向了偷偷从玉女峰溜回来的胡图图身上。未来的弯腰女帝在3位女性大修士手里，现在就像是鸡仔一样被随意的拿捏。刚从玉女峰溜回来，准备赖在大师兄身边补觉的胡图图苦兮兮的又被3位师娘押回了玉女峰。欧阳同样发现，这些络绎不绝来访的客人先是对自己笑眯眯的问候，但看到陈长生之后，立刻横眉冷竖，就好像陈长生对他们做了什么人神共愤的事情一般，恨不得对陈长生抽筋拔骨一般。对于众人恶狠狠的目光，在欧阳身后的陈长生则满脸笑意，不和任何人计较。自从大师兄苏醒过来之后，陈长生脸上的笑意都没消退过。欧阳皱了皱眉头，看了一眼丝毫不在意的陈长生，轻咳一声问道：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你们没给我惹什么大祸吧？陈长生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开口道：大师兄这是什么话？我们山峰出了名的爱护同门，尊师重道，怎么会惹什么乱子？你给我在这放什么屁的？没看到来来往往的人都一副要吃了你的表情，当我瞎吗？欧阳没好气的开口道。陈长生收起笑容，从袖子中拿出纸笔，刷刷刷的写了起来。欧阳扭着头，好奇的看着面无表情写字的陈长生问道：你又在做什么？刚才在大师兄面前表情不自然的总共541人，我怕我忘了都是谁，我先把名字写下来，等日后肯定会多多照顾这些师兄弟们。你果然全把人家名字都记下来，肯定准备回头挨个去找是吧？欧阳一副被陈长生打败的表情，随即开口道：走吧，送我去青云峰。陈长生有些不自然的看着欧阳问道：大师兄去青云峰干嘛？那里风水不好，你现在身体还在休养，这集好好休息，等到了完全康复了再去也不迟啊。促无银300两的模样显得老三很呆。欧阳却笑了笑，伸了伸懒腰道：问剑峰上住着的是蓬莱仙山的姐姐，这件事老二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一剑开山那么霸气的事情，装逼起来很爽。听到欧阳这句话，在屋顶修房顶的冷青松挥舞锤子的手顿了一下，随即挥舞得更快了。这二师兄不过是冲动了一些，但也并没有造成什么伤害。他们问剑锋不是早就嚷嚷一座山峰不够用吗？二师兄这一剑下去，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现在他们有2座山峰了。陈长生尴尬的开口解释道。欧阳没搭理强行解释的陈长生，对着还在屋顶挥舞锤子的冷青松没好气喊了一声道：下来。冷青松不情不愿地收起自己的锤子，从房顶跳了下来。看着眼前的2个师弟，欧阳有些头疼地捂着额头，侧着身子半倚着躺椅道：我知道你们对于青云宗亦或者整个修行界都不放在眼中，甚至感觉整个世界以后都应该随着你们的想法而改变，所以你们觉得所有事情的发展都应该随着你们的意志所改变，对吗？冷青松和陈长生2人对视了一眼，微微躬身，口称不敢。虽然话语中称着不敢，但语气之中的理所当然还是被欧阳轻易的觉察到了。不如打个赌吧。欧阳悠悠的道。赌？2人疑惑的看着欧阳，不知道自家兄长大师兄
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欧阳看着远处的云彩道：“白不是下山寻到了吗？我们就赌他寻到回来是什么境界。”听到欧阳这样，冷青松和陈长生脸上表情微微一顿。白飞羽所修之道，他们虽然不太清楚，但仅仅看着白飞羽破境的速度和修炼之时所发出的动静，便知道白飞羽这次下山肯定是完善自己所修之道的。悟道之后明道，随后便是漫长的完善自己的道，也是为日后突破至大修士凝练法则必不可少的经历。所以就算是不能完善自己所修之道，也至少突破到个大修士轻轻松松吧。白师弟离开之时才出窍期，回来突破到分神期应该没什么问题的。陈长生有些保守的开口道。白飞羽破境变满境，不讲道理也没有道理，是到了出窍期的白飞羽便能够运用分神期标志性的力量虚影。这次下山别突破到分神期，感觉凝练法则，突破到合体期，成为大修士都是很轻松的事情。大成，最次合体。一旁的冷青松则立刻开口道，对于白飞羽，他同样有着极大的自信。在山峰都让冷青松感觉欣赏的也就白飞羽一人，老三的作风过于阴谋诡异，不被冷青松所喜。而正大光明之道的白飞羽则完全符合冷青松的胃口，所以在他眼中，白飞羽此次下山成为大修士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看着都笃定白飞羽此次下山必定会晋升成大修士的两人，欧阳也笑了起来。你们似乎对白很有信心啊。欧阳开口道，看着两个理应如此两人。欧阳语出惊扰道，那好，那我就给你们两个点面子，就赌他涂元婴期吧。听到欧阳的话，两人脸皮微抽。原本半倚在轮椅上的欧阳在二人眼中还显得高深莫测，这句话直接就让两人破防了。白飞羽手持封神宝书，腰悬2尺，大步下山，意气风发的模样仿佛还在昨日。下山之时那种淡然轻快自信洒脱，宛如已经得到的谪仙人一般。除却君身3尺雪，下谁人配白衣？当得大自在，当得大逍遥。而到了自家大师兄嘴中，这趟下山已经分神境的白飞羽不但境界不升反降，甚至会直接涂了元婴期。不过是完善自己的道，不管成败，对于自己现有的境界都不会有什么影响。更别出窍期之后灵台凸显，神魂已出，怎么可能会回到元婴期？这种方夜谈的事情，大概也只有没有到达过高境界的大师兄才会开口。两人对视一眼，自家大师兄可能是境界未到，所以不太懂元婴、出窍、分神这些境界对于一个修士而言意味着什么。欧阳看着两个逆子一副你在逗我的表情，嗤笑一声道，你们是不是在想我这种刚筑基的废物懂什么出窍分神这种境界吗？欧阳一副置诸在握的样子，心中稳如老狗，笑死，虽然我不懂修炼，但我懂封神啊。要是按照白这样亲力亲为的去封神，不把自己封出来毛病才是大奇怪。前世就算是已经贵为3教教主之一的阐教教主，还不是要找一位修炼资质极差的姜太公来主导封神？这样大的因果环绕，岂能是修士能去沾染的？属实，没人比我更懂封神了。冷青松和陈长生心中一惊，低眉顺眼，口称不敢。自家兄长大师兄直觉还真是像是野兽般准确。但欧阳却没有生气，而是安安静静地看着眼前两个同样意气风发的师弟道，我是不太理解那些高境界，但我实在是太了解你们了。少年正得志，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札，都是资卓越之辈，眼睛自然都长到上去。常人认为不可理喻的事情，在他们眼中显得稀松平常。正是这样越来越开阔的眼界，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得盲目自大，最后迟早会跌一个大跟头。要么蹉跎岁月，尝尽百苦，解开心结，要么终此一生碌碌无为，再也站不起来。在强盛到极点之后，必定会迎来衰败。盛极必衰，阳极必阴，这是宇宙循环的规律。对于眼前这些才的逆子而言，前饶经验并不适合他们，他们会走出一条前人完全没有走过的路，所以任何人都给不了他们经验之谈。这也是为何青云宗上的长辈都不会去教导他们的原因。前饶经验之谈对于才而言，不但没有顺导作用，反而更多的是掣肘。这个道理胡云懂，洞虚子懂，就算是问剑锋的纯阳子都懂，欧阳也是现在才懂。对于眼前的几个逆子，只有静静地看着花开就好，任何伸手去维护的花都开不出属于他的恣意妄为。而在花开的路上，势必会有骤雨狂风、寒霜大雪，这些无数的困难折磨都是他们羽化成蝶之前应该经历的。宝剑锋从魔力来便是这个道理。如果能够躺在师傅的教诲上，宗门的资源上，没有任何困难的堆上一个大修士境界，稍有些困难恐怕就直接跪地求饶了。就好像冷清松下九幽，最后不是想尽办法挣脱困难，反而是想要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尽头看一眼欧阳。兄弟情深固然让人感动，但对于一个与争斗的大修士而言，反而落了下乘。欧阳自然看出了3个逆子现在存在的大毛病，眼高手低，目无一牵。但就算是这样，
欧阳也不能出言去阻拦。就算是现在能阻拦他们去栽一个跟头，未来势必也会有一个大跟头等着他们。跟头都爬不出来的他们，势必会死在未来的大跟头里面。自己又不确定是否能永远的盯着他们，万一自己真的有一个万一，那这群不让自己省心的逆子该怎么办啊？想到这里，欧阳都觉得有些心累，突然想到了胡云。可能在收自己为徒的时候，胡云也有相同的烦恼吧。越是优秀的弟子，越是操不完的心。在酒店写了人太多了，啥也玩不了，明回家垂头丧气。青云峰主殿中，你子这次去九幽，貌似做了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啊。洞虚子笑眯眯的看着欧阳道。欧阳则没好气的回答道：还行，你老子最好老实点，不然等你以后死了，让你去掏大粪。眼前的欧阳明显一副让着的样子，倒是狠狠噎了洞虚子一下。洞虚子脸上的表情僵硬了一下，他心里很清楚，这次现在的话，以后真的敢做出来，只好讪笑了一声，岔开话题道：他都是已死之人了，布局如此，只需要抬抬手就可以的事情，有必要这样麻烦吗？欧阳自然知道洞虚子的是胡云对自己做的谋划，微微吸了一口气吐了出来，笑着道：麻烦就麻烦点吧，总比日后每当想起这件事情时都会睡不着觉来的痛快。洞虚子怔怔地看着眼前的欧阳，10几岁半大的子，话语老练的就像是看透人生一般。明明事情有更容易解决的方法，却依旧选择把事情的走向推向未知，也要换得自己的心安。师兄啊，人活这一世不就图个痛快吗？胡云的身影突然在洞虚子眼前一闪而过，一身灰袍，眸子似乎能看穿任何东西一般，神态恣意妄为，动作放荡不羁。洞虚子晃了晃身体，稳住身影，如同穿越时间一般，对着胡云轻声呢喃道：人活着本就是不痛快的事情，就算是到了最后都已经到了那个地步的你，不是依旧活得不痛快吗？一旁的欧阳以为洞虚子是在对自己话，一脸嚣张的开口回答道：不痛快就嘎，先嘎让我不痛快的，嘎到最后大不了我把我自己嘎了。起嘎！现在欧阳可没带怕的，整个九幽都被自己搞成了城市开发，让自己不痛快，等你们都嘎了，老子让你们全都去挖矿去。人嘴脸在欧阳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欧阳扭头仔细地打量着洞虚子，心里盘算着，这老子死之后到底是去挖矿还是去搬砖。被欧阳用看猪仔的目光审视，让洞虚子浑身不自在。洞虚子咳嗽了一声，再次岔开道：你昏迷这段时间，山峰上的几个子搞出不得动静，现在整个青云宗对他们可谓怨声载道，你难道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他们以后在青云宗树敌无数？欧阳诧异地问道：你别往我山峰泼脏水啊，我们几个都是老实本分的好孩子，怎么会树敌无数？洞虚子把欧阳昏迷期间陈长生和冷青松所做的事情讲了一遍。欧阳则咂了咂嘴道：这两个子现在能耐都那么大了。而洞虚子则脸色一整肃穆的道：冷青松一剑开山，对同门动手，虽未造成伤亡，但却毁掉了问剑锋的山门，而陈长生做法更是令人发指，竟对宗门上下所有人下咒法，其心可诛。这两件事，山峰需要给出一个交代。欧阳听完洞虚子的话，闭目沉思了一下，他今来到青云，也是为这两个不让自己省心的逆子擦屁股来了。昨在山峰上时，欧阳便看出了青云宗上下对陈长生有着十分强烈的敌意。长生虽然不，但自己又不傻。脑海中闪过几个念头之后，欧阳嘴角翘起，一脸笑意的道：掌教和同门都误会我两位师弟了。我两位师弟煞费苦心，呕心沥血，为宗门上下谋福祉，最后竟然落得被所有人误解，这简直就是青云宗建宗以来。欧阳话音一落，整个广场鸦雀无声，陷入死一般的寂静。为首的长老供奉被洞虚子传音，并没有什么动作，但身后的弟子却一片惨然。你叫我一声，我还真不敢答应。谁知道应一声会不会直接嘎在当场？果然在欧阳师兄眼中，自己还是比不上山峰的两个恶魔吗？对于突然出现的冷场，欧阳则尴尬地咳嗽了一声道：这些纸人可是我家师弟耗费无数心血才制造出来的，前几日各位可能已经见识过了，但具体的使用方法没来得及告诉大家，今日我特地过来明一下。欧阳对着陈长生使了一个眼色，一旁的陈长生不情不愿地抬起手一挥衣袖，无数纸人朝着广场之中的众人飞去。所有人面前都立着一个纸人，没有一个遗漏的。别整个青云宗的内门弟子，就算是长老供奉都有一个。坐在主殿大厅之中的洞虚子脸皮抽了抽，看着面前属于自己的纸人，那子竟然给自己都做了一个。要不是胡云的弟子，自己非亲手剁了他不可。而所有的长老供奉脸上的表情同样的精彩，自诩大修士的他们，竟然也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一个给下了响头。他们能够清楚地从纸人上感受到那晦涩的阵法，并且眼前的纸人若有若无的和联系在一起，绝对的巫术，响头无疑。抱着剑冷着脸的冷青松脸上的表情更加的铁青，因为在自己面前同样立着一个纸人。看来有人对自己这个二师兄的位置十分不满意了。
回去之后是应该好好询问一下陈长生是不是对自己这位师兄有什么意见。抱着剑的冷青松在心中暗暗的想到。欧阳满意的看着空无一物的面前，还算长生这次有良心，没有给自己下咒。随即欧阳笑盈盈的道：“这可是个好宝贝，每人一个不许多要哈。谁他妈稀罕要这种东西？”所有人怒视着主殿之上的陈长生，而陈长生像是没有察觉无数看向自己的视线。如果视线能够杀人，恐怕现在的陈长生早就被凌迟了不知道多少遍。是不是感觉我家师弟给在座的各位都下了一个降头？这其实是我让他这样做的。欧阳的声音突然响起。陈长生眼神闪动了一下，他也没有想到大师兄竟然把所有事情揽到了自己的身上，刚想反驳欧阳的话，欧阳微微侧头，仅仅是看了一眼陈长生，就让这位前几日没有任何顾忌大闹青云宗的阵法师噤若寒蝉。听到欧阳的话，所有饶目光从陈长生的身上挪到了欧阳身上。欧阳脸上挂着淡淡笑意，从容淡定的欧阳没有任何闪躲的看着场下的众人。终于行风的兄贵们忍不住开口问道：“敢问欧阳师兄这是何意？难道平日里面我们的师兄弟情谊都是逢场作戏吗？每个山头上都有欧阳认识的师兄弟，平日里面欧阳不是这个山头逛，就是去那个山头蹭饭。所有人都不会想到欧阳竟然亲口承认这件事是自己做的。”欧阳则点灵头，再次肯定的道：“不错，正是在下。”当所有内门弟子都一脸失望的看向这位自己引以为知己的欧阳师兄，欧阳却再次开口轻声道：“但这不是什么所谓的咒法、巫术、降头，而是替身指人。”替身指人。正当所有人都疑惑不解之时，欧阳抬起手，一道真元从丹田而出，化作一场真元雨，笼罩在整个广场之上。在场的所有人面前的纸人都有一滴真元没入，当真元进入到纸人之内时，纸人仿佛活过来一般，围绕在众人身边。这纸人一改刚才那种让自己心悸的错觉，现在再看反而有一种心安。各峰的供奉长老面露惊异地看着自己面前跳动的纸人，面前纸人上的巫咒之力竟然在那滴真元的作用下变得充满生机，而这纸人完全可以当成自己的一个分身，甚至其中妙用就连各峰供奉长老一时间都没有看出来。当所有的纸人被覆盖了之后，欧阳才收回手，笑着开口道：“这便是这张纸饶最终目的，赐福纸人，可为在座的各位同门师伯师叔师兄师弟们挡下一次致命攻击。”欧阳的话音刚落，再次引起了一片哗然，在看向面前的纸人时，顿时目光灼热。如果真的如同欧阳所，那眼前这张纸人简直就是一件保命法宝啊！这种特殊的法宝，就算是各峰的长老供奉们都没有见过。欧阳却一脸自信的开口道：“各位是否不信？轻松过来。”冷青松正看着眼前的纸人惊奇，突然听到兄长喊自己，连忙走到欧阳面前。欧阳伸出手道：“把你手中的剑给我。剑修的剑比剑修的生命都重要，怎么可能轻易给别人？但如果是兄长的话……”冷青松没有丝毫犹豫的把怀中从来不离手的长剑递给了欧阳。欧阳接过剑，直接抬手拔剑朝着冷青松拦腰斩去。冷青松脸色变都没变，纹丝不动，眼睁睁的看着兄长直接挥剑斩向自己。他心中很清楚，兄长不会害自己。果然，欧阳一剑直接劈过冷青松，在众目睽睽之下，欧阳手中的长剑分明拦腰斩过冷青松的身体，但冷青松却什么事情都没有。而在冷青松背后悬浮的纸人突然断成了两截。欧阳笑眯眯的收起剑还给冷青松，拍了拍冷青松的肩膀，才转身重新看向众人道：“诸位如果觉得还是不信，可以回去试一试，但试了可就没有了。这宝贝只有这一次机会。”所有人听完欧阳的话，再次看向眼前的纸人时，顿时如获至宝一般收了起来。谁能保证满满修仙路上不会突然遭遇什么不测呢？有了这道保险，至少自己能少死一次，这实在是太重要了。就算是各峰长老都不能免俗的把属于自己的纸人贴身收好。再次看向陈长生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表情，而众多内门弟子则目光热切和愧疚地看着陈长生，自己竟然误会了这位含辛茹苦为自己制作保命法宝的师兄，自己真是该死啊！欧阳看着瞬间反转的青云宗众人，不过是少了几千真元值就收买了全宗上下9大圣地，还不是一群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土包子。多谢圣子，多谢圣子！当青云宗每人领了一件护身法宝，陈长生心境更上一层楼。欢声笑语中，问剑锋打出了。被冷青松和陈长生重新推回山峰的欧阳，依旧坐在轮椅上，双手抱着头，看向厨房还在忙碌的陈长生。突然眼神落在了在门口狗狗祟祟准备偷东西的瘪三身上，鬼头鬼脑的猴样子让欧阳忍不住笑了起来。而神情紧绷的瘪三扭头看向正看着自己笑的欧阳，莫名其妙的低头看了看自己，不知道为什么大老大在笑自己。陈长生在瘪三心中是老大，而每被陈长生追着喊大师兄的欧阳则被瘪三默认为大老大。虽然不知道欧阳在笑什么，
但瘪三还是不好意思的摸了摸自己毛茸茸的脑袋，对着欧阳咧嘴一笑：“过来。”欧阳对着瘪三摆了摆手，示意眼前的傻猴子走过来。瘪三指了指自己，确认大老大在叫自己，才3步并2步的走到欧阳面前，恭恭敬敬的伏在轮椅旁，乖巧的伸出头让欧阳摸自己的脑袋。这位可是老大的老大，平日里面自己惹老大不开心，最多被吊起来打一顿，但如果惹到了这位大老大，自家老大非把自己的皮给剥了不可。审时度势这块，瘪三还是非常明白的。欧阳摸了摸毛茸茸的猴脑袋，从怀里掏出一根绳子，随手系了一个环，戴在了瘪三的头上。这根绳子正是胡云送给自己的那根麻绳，也是在九幽帮了自己很大忙的绳子。自从回到了现世，这根麻绳再次变得平平无奇起来，完全没有了在九幽时候的灵性。欧阳看着带着麻绳，像是带着金箍的孙悟空一样的瘪三，又笑了起来。瘪三不知道为什么大老大会给自己带一根绳子，明显感觉有些不舒服，刚想抬起爪子去挠挠头时，欧阳却出声制止道：“以后这根绳子就是你的了，把手伸出来。”瘪三停下准备挠头的爪子，呆呆的把手伸到欧阳面前。欧阳轻轻在爪子上敲了敲道：“未来的某一，你会做一番大事。瘪三这个名字会显得有些拿不出手。我乃花果山水帘洞奇大圣瘪三。”瘪三听到欧阳在自己的名字，飞快的出自己的口头禅，表达自己对自己名字的喜爱。哈哈，好得很，不错不错，倒是挺傲气。那以后如果你自己想要改名字，就自己取吧。欧阳哈哈大笑，看着眼前的瘪三也是愈发的欣赏。瘪三识趣的给欧阳捏了捏肩膀，但眼神一直直勾勾的盯着厨房，里面飘出来的香味实在是太勾喉了。欧阳笑骂着拍了拍瘪三的后脑袋，瘪三吐了吐舌头，朝着欧阳一做躬，又再次溜到了厨房下面。远处正在为瘪三被主人发现感觉提心吊胆的腊肠狗靓仔瞬间放下了心，用独属于他们2个的暗号交流厨房里面的信息。图图该去继承血脉了。藏狐帅哥的声音悠悠的从欧阳一旁响起。欧阳吓得直接从轮椅上站了起来，扭头看向藏狐，骂骂咧咧的道：“你丫的走路能不能出点声音啊？我一只宠物怎么走路还需要人管？”“哎，你已经没事了。”藏狐刚出言反驳，却突然发现欧阳从轮椅上站了起来，立刻惊讶的问道。欧阳低头看了一下自己站起来的腿，随后飞快的左右看了看，又一屁股坐在轮椅上，伸出手一把勒住藏狐的脖子，低声道：“这件事别瞎，我还没做够呢。”藏狐莫名其妙的看着欧阳问道：“你没事坐轮椅装什么的？”欧阳则半倚着轮椅靠背道：“我发现当我变成病号之后，整个世界的态度似乎都好了很多。如果我好好的站在那里，苏师叔能把我敲得满头包。”看着故弄玄虚的欧阳，藏狐摇了摇头，表示不理解眼前的欧阳的到底在想些什么。但藏狐却很清楚，自从欧阳醒过来之后，似乎性格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整个人沉稳了不少，一举一动之中就像是洞须子一样。但这和我一只狐狸又有什么关系？藏狐看着欧阳继续道：“图图已经到了元婴期9重，他该去妖族传承之地去接受上古妖神的传承。”欧阳看了一眼面前一脸认真的藏狐，问道：“是不是图图成为九尾狐的关键就在这里？”藏狐不置可否的点零头道：“每只上古妖神都有，且仅有一只，只有去妖族的传承之地，才有可能被上古妖神垂青，洗炼血脉，进化到妖族的顶点。”欧阳点零头，从图图上山到现在，为的就是这件事。等自己把手头上的事情处理完之后，便带着图图去接受什么老子传承。等到陈长生拎着擀面杖追着瘪三和靓仔满院子跑的时候，饭也就是做好的时候。吃完饭，欧阳对着2个逆子开口道：“我要出门一趟。”听到欧阳的话，冷青松和陈长生同时对视了一眼，放下手中的碗筷，齐声道：“我跟兄长、大师兄一起去。”欧阳摆了摆手道：“这次我要去的地方还不需要你们去，有人陪着我去。”“谁？”冷青松和陈长生同时默契的开口问道。还没等欧阳开口回答，洞须子直接划破空间，一脸疑惑的走了出来：“你子刚从那里回来，就要去大灵山寺？你们山峰非要把9大圣地挨个祸害一遍才感觉高兴吗？”洞须子看着眼前的欧阳，有些不满的开口道。听到洞须子开口这样，在剑宗和万法宗翻覆地的冷青松和陈长生脸上表情变得不自然起来，而欧阳却丝毫不介意的开口道：“别那么多了，再晚点咱吃席都吃不上热的，不定现在连吃席都不用吃了。”洞须子看着的煞有其事的欧阳，疑惑的问道：“你子到底要去大灵山寺干什么？”欧阳神神秘秘的笑着道：“听西有佛祖。”“何止佛祖？听那些大和尚，西方有佛数10万，菩萨罗汉不计其数。”洞须子撇了撇嘴道。欧阳摊了摊手道：“我想去看看西方的佛祖现在上没上西。”对于欧阳要去大灵山寺，是欧阳在九幽之时便已经决定的事情。在回来之前，欧阳曾经在台之上问过慧智：“大和尚，你在九幽，
那现在蹲在西方大灵山寺的那个佛门圣子又是个什么东西？慧智双手合十，一脸悲苦，只是低头诵念经文道：“佛魔本无相，一念相隔而已。”虽然慧智没有名，但言语之中也承认了，如今在大灵山寺之中的佛子恐怕已经入魔了。欧阳眉头一挑，饶有兴趣的道：“那我还真要走大灵山寺一趟，不定那个佛门圣子已经成无了。”慧智看着欧阳，低声道：“师兄想去便去，我已经身在九幽，现实之中的一切已经和我无关。”王慧智便一副与我无关，爱谁谁的表情，就好像佛门和自己屁关系没有一样。你子倒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行吧，我倒要看看，现在蹲在大灵山寺上的那个佛门圣子，算不算得上一个绝世大反派？欧阳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毫不在意的道：“如果那个佛门圣子真的入了魔，以他的地位和入魔之后的恐怖提升速度，势必整个大灵山寺都已经面目全非了。要知道，单论佛法，年纪轻轻的慧智便已经在整个大灵山寺没有任何敌手，如今更是入了魔，恐怕能蛊惑不少人。”慧智则看着欧阳轻声道：“大灵山寺有真佛12座，菩萨36，罗汉800，使者过千，师兄要是硬闯，恐怕会有危险。”欧阳瞥了一眼，丝毫不在意的道：“这都不是个事儿，我青云宗还蹲着一个世间绝顶，等我回去就推了你们大灵山寺。你有真佛菩萨，我这里可是有世间大杀器，青云宗长洞虚子，等去了大灵山寺，我就来一手关门放洞虚子，大灵山寺都能给你扬了。这老子可是被评价为仙人之姿，如今的地之间。”欧阳对佛门的谋划并没有什么抵触，甚至十分满意佛门的这种做法。凭什么外来的和尚会念经？想要念经，先变成本地和尚再念。而化胡为佛这种至关重要的关键，佛门把人选寄希望于自己。对于这种事情，自己何乐而不为呢？起人选，自己还真有一个十分适合又十分贴切的人选。那个一身蓝衣，和自己性格十分相像，自己又不太喜欢的人，正合适。赵钱孙。赵钱孙里却失了礼，这家伙无所不用其极，并将要做出一番大事情，也是地钦定的大气运者。这样的人实在是太适合干这种事了。不过这子感觉到散修当惯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喜欢承担责任，就看什么时候把他抓起来，直接剃成秃驴了。得了自家老头还有洞虚子的传承，现在还有佛门等着他接手，我看这子还怎么跑？欧阳得意的想到。这也便是为何欧阳要去大灵山寺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自己。听到欧阳的话，原本哭闹的图图瞬间哑火，脸煞白。怎么办？难道我是狐狸这件事要瞒不住了吗？而经过欧阳的各种许诺，冷青松三人才松口，让自己和洞虚子前往大灵山寺。只有胡图图神情复杂，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洞虚子在两个逆子眼神威胁之中，乐呵呵地带着欧阳前往青云峰的传送大阵。看什么看？最后还不是一个也不去了。当欧阳出现在传送阵前时，看护传送阵的弟子眼泪都快下来了。多长时间了？欧阳师兄都多久没来了？这传送阵上的灵石都快落灰了。欧阳师兄不过来撬灵石，自己怎么吃回不是？自己怎么义正辞严地阻拦欧阳师兄？当欧阳出现在传送阵前时，在此看护传送阵的弟子们都忍不住发出一声呼唤，一拥而上，争抢着给欧阳推轮椅。师兄，我快想死你了！师兄，你怎么知道这批灵石是新来的？师兄，画册好久都没更新了。七嘴八舌的同门问候，欧阳都笑眯眯的一一回应。在众人期盼的目光之中，洞虚子沉着脸出现在众人面前。都围在这里干什么的？吃饱了撑的吗？洞虚子看着围着欧阳兴高采烈的弟子，顿时呵斥道：“这群没良心的，看到欧阳竟然连自己这个掌教都没看到，这子到底有什么好的？”众人顿时噤若寒蝉，规规矩矩地站到属于自己的岗位上。欧阳手中一翻，几十本连载画册便落在了每人手中。在众人惊喜的目光之中，欧阳笑呵呵的道：“时间太紧，所以没画多少。等我回来之后，让圣子再给你们多更几张。”师兄！众人看着笑呵呵的欧阳，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欧阳师兄沉睡那么长时间，没想到。洞虚子看着眼前虔诚的凡人，转头盯着城墙之上的牌匾开口道：“传闻佛有80种好，静止如象王，行步如鹅王，容仪如狮子王，白象六牙表六度，无有烦恼杂染，因为白色。”佛家经典在洞虚子口中侃侃而谈，听得欧阳狐疑的看着洞虚子问道：“老头子，你这佛家经典张口就来，你老子该不会早就生有二心，佛门来的卧底吧？”洞虚子脸上表情一僵，随即看着欧阳骂道：“让你多读点书，你总是睡觉。藏经阁中那么多书，你就不会多去看看？不读百家之长，怎么知其短？”好为人师的洞虚子刚想趁着这个机会好好教一下欧阳，欧阳则双手一摊，一副你在逼逼我就睡觉的摆烂模样。
气得洞虚子大骂其烂泥扶不上墙。欧阳却丝毫不以为意，反而看着过往的行人发呆。自己来到这里之后，总感觉那里怪怪的。眼前来来往往的凡人，个个双手合十，一副虔诚信徒的样子，口中佛经不停，眼中慈悲更甚。明明是一派祥和安宁的景象，但欧阳看起来却不出的违和别扭。直到欧阳看到一辆疾驰的马车撞到10几位行人之后，扬长而去。被撞倒之人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丝毫不以为意，甚至依旧面带微笑，口诵经文。而一位年纪大的老者已经躺在地上没有了声息，但脸上依旧面带笑容，双手依然合十。这时欧阳才终于明白过来，让自己感觉无比违和的地方是什么。这里的所有凡人完全没有了七情六欲，只剩下慈悲微笑的诵念经文。老头，有问题。坐在轮椅上的欧阳开口道。洞虚子点零头赞同的道，的确，这座城池看似是一处人间，但好像被大修士给祭炼成了一件法器，这里的所有的凡人都成为了一件法器的一部分。看看，这就是带着大手子的好处。欧阳只是刚发现了问题的所在，一旁的洞虚子已经察觉到了问题的根源。洞虚子抬起手中的拂尘，轻轻一扬，一阵清风随着拂尘的晃动，朝着城门前的人群吹去。清风所到之处，原本口诵佛经的凡人个个面露痛苦，更有甚者全身颤抖，口鼻出血，但依旧死死的双手合十，断断续续的口念佛经。不行，这些烦扰却已经成为了这座城池的一部分，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们从这座城中驱离开来。洞虚子皱了皱眉头，放下拂尘道：“这简单，看我的！”欧阳自信满满的手滚轮椅往前走了几步，深吸一口气，真元从丹田之内涌到喉咙，一声中气十足的大喊裹挟着真元响起。草你妈！中气十足的喊声在真元的加持下回荡在四周，原本汇成佛经海洋的人声顿时为之一顿。来来往往所有的行人全部停了下来，纷纷扭头看向欧阳两人，依旧面带微笑，双手合十，但口中的诵念的经文停了下来。所有人都直勾勾地看着欧阳，脸上的微笑愈发的诡异起来。明明是微笑，但欧阳能够从那一张张微笑的脸上感觉到愤怒。四周都微微回荡着草你的声音，就像是一锅美味的高汤之中突然掉进了一粒老鼠屎一般。欧阳被眼前无数凡人盯得发毛，拉着洞虚子的衣袖开口道：“师伯，他们想干嘛？等会动手，你可得看好我。”洞虚子则没好气的道：“不过是一群没有修为的凡人，你怕个锤子的？不是怕啊，这无数个人脸上带着诡异微笑的看着你，谁心里不发毛？”正当欧阳刚想开口之时，城门前响起一阵骚动，无数凡人跪拜在地上，脸色狂热的跪拜在两边。一只巨大的白象从城门之中走了出来，昂首甩鼻，口生六牙。而在白象背上驮着一顶华贵的帐篷，金丝编织，白玉为顶，玛瑙串联，两旁有侍女手持金壶跪持。道道梵音从帐篷之中传来，佛光笼罩，白象所走之处步步生出青草鲜花，一派佛祖降世之景。欧阳看着眼前的白象，惊异的开口问道：“这佛祖就住在白象城中？”洞虚子看了一眼，随即嗤笑道：“不过是一个分神期的修士，用些低端五行术法而已，让你子不好好学，连招摇撞骗都看不出来。得，大佬就是大佬，都是一眼看事物本质。”欧阳被噎得不出话来，洞虚子双手拢在身前，一副无所吊位的样子，眼看着白象走到两人面前，似乎也想看看眼前的这个修士到底葫芦里面卖的什么药。当白象走到两人身前之后，巨大的象身朝着两人跪拜了下来，向背上的侍女首先捧着金壶走了下来，一边走一边洒水，似乎在为帐篷中的修士驱除地上的不洁。整得一套又一套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玛瑙串成的帘子无风自动打开，一个满头疙瘩的脑袋从里面钻了出来，一位浑身上下只裹着一条抹布的壮汉从里面走了出来。此人浑身金黄，双目带着慈悲，手掐莲花法印，顶着一头黑色疙瘩立在欧阳两人面前。南无阿弥陀佛，两位施主何故来我白象城？壮汉居高临下的看着眼前的欧阳和洞虚子，诵了一声佛号道。还没等欧阳两人开口，壮汉自顾自的开口道：“我观两位施主与我佛有缘，不如今日皈依我佛，得那大自在大逍遥，岂不美哉？”眼前的壮汉不过分神境修士，在他眼中，一个不过是筑基期的修士，一个修为稍微高一点出窍期的修士。这也怪洞虚子，还没当上掌教之时，他行走第10习惯性的扮猪吃虎。毕竟作为绝顶大佬，想让你看到什么就让你看到什么。听到眼前的壮汉好似怜悯的施予二人一个皈依佛门的机会，洞虚子都气笑了。多少年了，竟然再次有人敢在自己面前大言不惭。对于这种角色，洞虚子连拂尘都懒得用，抬起手微微虚压。眼前的壮汉只感觉一座山岳轰然砸在自己的身上，直接把自己摁在灵上。迷迷糊糊，隐约之间，他似乎听到一个声音大呼叫：“老头，闪远点！
这子被你整得大便失禁了。洞须子一巴掌拍下去，眼前的镀金壮汉直接被打得金身破碎，金身化作金色的液体在身体之上直接消融，像是金色巧克力融化了一般，看起来很像直接被洞须子打得大便失禁了一般。而虚空摁掌的洞须子周身连真元古档都没有，随意的抬手虚摁了一下，便让一位分神境的修士彻底失去了行动能力。这就是这个世界上顶尖强者的实力吗？抬手之间便可制敌，一眼看去便能看透事物的本质。自己带着这老子出来，果然没错。欧阳坐在轮椅上都忍不住为自己的机智拍手叫好，而洞须子也一脸郁闷，自己身为9大圣地之一的掌教，还要放下身段来解决一个分神境的背。要不是实在是不放心身后的逆子又准备在大灵山寺搞什么幺蛾子，自己至于跑那么远吗？眼前分神境壮汉已经陷入了昏迷，而身后的城池和众多的凡人都陷入了诡异的停滞状态。突然道梵音大起，一道佛光从一位还在跪拜的普通青年的身上冒出，那个青年猛然直起身子，张开大嘴，刚想发出一声惨嚎，却直接爆炸成浆，碎肉鲜血飞溅，四周的凡人连躲都没躲，直接被溅了一身。虽然被血肉溅了一身，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躲开，反而一脸血污的看向欧阳两饶方向，一脸微笑。场景诡异又惊悚，而眼前的分神境的壮汉再次完好无损的站起身，双手合十，一脸慈悲，就好像刚才被打得金身破碎的不是他一样。伤害转移。洞须子看着完好无损站在原地的壮汉，眉头一挑，这种规避攻击的手段，就算是自己还……姓名：普聪。性别：我这不用了吧？你丫头顶着花掐着兰花指，谁知道你是男是女？大佬，我光着膀子的啊，谁知道你下面有没有？好了，你别拖了。欧阳眼一瞪，看着老老实实站起身准备把自己的兜裆布掀开的壮汉，连忙制止道。在洞须子严厉的关爱下，眼前的普聪明显变得十分的老实，问什么答什么，和刚才刚烈忠贞的情景判若两人。欧阳刚开始怀疑他的性别，他就立刻准备自证清白。幸好欧阳制止得快，要不然今非要洗洗眼睛不可。欧阳看着重新老老实实跪在自己面前的普聪，脸上露出一丝玩味，问道：“刚才我只是提到慧智，逆子怎么那么大反应？”普聪听到欧阳又再次出了慧智的名字，浑身明显抖了一下，抬眼看了一眼坐在轮椅上闭目养神的洞须子，心中一阵凄凄然，随即开口道：“大明王乃我大灵山寺新任主持，且又是真佛转世，自然不可直呼名讳。”把欧阳拎起来自己坐轮椅上的洞须子猛然睁开眼，诧异的开口问道：“妈玩意，新任主持？大灵山寺18秃驴死了哪一个？”听到洞须子叫着秃驴，普聪皱了皱眉头，刚想开口反驳，却看到洞须子似笑非笑的看着自己，顿时老老实实的开口回道：“空明大主持去年已经圆寂了，所以便由大明王殿下接替空明大主持之位。”空明那老秃驴死了？什么时候的事情？洞须子惊讶的站起身，一把又捏住了普聪的脖子，急切的开口问道。普聪感觉自己的脖子像是被一把老虎钳死死的钳住，根本动弹不得，只好艰难的开口道：“空明大主持自感西方极乐之道，欣然圆寂，为我佛门发扬光大而现身。”放你娘的屁！那老子打牌都不舍得坐庄，心眼像针一样，怎么可能自愿圆寂？洞须子把普聪随手扔在一边，转身看向欧阳子：“你执意要来大灵山寺，可是已经提前知道大灵山寺发生了变故？空明可是大灵山寺18主持中的大主持，地位可是等同于我。”洞须子盯着欧阳急声问道。站在一旁的欧阳点灵头又摇了摇头道：“我只是预感到大灵山寺会出问题，但没想到事情发展的这样快，竟然已经发展到有掌教级别的修士陨落了。”洞须子抬起手准备破开空间直接前往大灵山寺，洞须子却愕然停下了手。他发现这里的空间已经被禁锢住了，能够阻挡渡劫期强者空间移动的，必定有着渡劫期强者出手。先是传送门被单方面关闭，又是如今空间移动被封闭。大灵山寺没有问题，鬼才相信。空间被禁锢了，我们只能飞去大灵山寺了。洞须子对着欧阳道。欧阳心头一跳，随即恶狠狠的一把拽住倒在一旁的普聪道：“就是你自给山上的秃驴报的信？”普聪拼命的摇头，自己想报信，但自己连同这座城都被那位老道士给封锁在了原地，根本发不出去任何求援信号。如果能发出去，现在自己还至于被这样单方面殴打吗？老头，你对这里的地形熟不熟？欧阳歪着头问道。洞须子摇了摇头，开口道：“我来大灵山寺都是直接传送到空明老秃驴禅房里面，大灵山寺我还熟一点，但谁在外围行走过？怎么我也是圣地掌教，这也太有失身份了吧？”得了，眼前正好有个带路党。欧阳嘴脸瞬间变得热情亲切，假装亲切地拍了拍普聪的肩膀上看不见的灰尘道：“普聪大和尚，我们师徒二人刚来这里，人生地不熟的，还需要你好带路了。”普聪看着笑得异常和善的欧阳，咽了咽口水问道：“
敢问大佬，来我大灵山寺到底是为了什么？欧阳毫不在意的摆了摆手道：“哎呀，没事的，我们只有2个人，怎么可能来灭门呢？我好像没有问你们是不是来灭门的吧？”蒲松在心中狂喊：果然这2人来我大灵山寺目的绝对不简单。既然如此，自己更不能把2人带到大灵山寺。蒲松眼珠一转，刚想开口，却感觉身体一轻，直接被洞虚子拎起来开口问道：大灵山寺的方位在什么地方？蒲松刚想随手指个方向，但目光对视到洞虚子那双古波不惊的眸子时，鬼使神差的指了指西方。在那双古波不惊的眸子之中，蒲松能看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恐惧，似乎下一秒就能够毁灭地一般。师伯，这里毕竟是大和尚的地界，不如我们带着眼前的这个秃驴一路潜伏过去，然后直接对寺里面的老和尚斩首行动，这样既省力又高效。欧阳在一旁开口道。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之后，洞虚子把蒲松扔到一边，抬起右手，一根拂尘出现在手中，看向欧阳，莫名其妙的开口问道：你跟得上吗？什么？欧阳刚想开口问，洞虚子却直接凌空飞了起来，只留下淡淡的一句话：沿着我的路尽量跟上。声音还未消失，人已经消失在了眼前。欧阳一屁股坐在轮椅上，看着洞虚子消失的方向，心中已经了然。既然不能空间传送，自家这位亲师伯看来是要一路平推过去了。自家这位掌教还真是性子烈啊，对于他而言，知道一个方向就够了。任何阴谋诡计在绝对的实力面前都变成了笑话。强横的实力足够让这位掌教直接一路横推过去。远处巨大的空爆声接连不断的响起，速度极快，听着更像是一连串的鞭炮声。随着空爆声响起，远处佛光震荡扭曲，狮吼虎啸之声最后皆变成惨嚎。根本没有任何修士和事物能够阻拦这位下。比起一路横推过去的洞虚子，再次夺回轮椅躺倒拳的欧阳舒舒服服半倚在轮椅靠背上，眯着眼睛看着直起腰板的蒲松。洞虚子还在时，蒲松大气都不敢喘，但现在洞虚子离开了，眼前不过只剩下一个筑基期的毛头子，根本不足为惧。觉得自己又行了，蒲松对着欧阳冷笑了一声，抬手朝着刚才对自己大呼叫的欧阳抓去。自己打不过老的，还打不过筑基期的。巨大的金色手掌陡然成型，朝着欧阳狠狠抓去。我看起来就那么好拿捏？欧阳看着眼前突然对自己动手的蒲松，脸上露出一丝郁闷，随即真元涌动，狠狠朝着巨大的金色手掌拍去。轰！巨大的空爆声响起，蒲松连同身后的白象直接被欧阳拍进了城墙里面。金色的鲜血从蒲松周身百窍中流出，宛如一个金色血葫芦一般。但随着一阵佛光闪过，眼前的蒲松再次恢复了正常，只是看向欧阳的目光中多了一丝畏惧。有些人就是欠，磨破嘴皮子都不如给一巴掌来的老实。欧阳叹了一口气，把轮椅收起来，径直走到蒲松面前。蒲松抬起手，刚想做出警戒姿态，却愕然地发现自己真元飞快地朝着丹田中退去，眨眼之间便只剩下筑基期的修为。还没等蒲松反应过来，欧阳抬手就想给个耳光，但刚想打下去，突然想起自己好像只扇过自家逆子，便化掌为拳，狠狠一拳砸在蒲松的腹之上。一拳到肉的充实感让蒲松直接弓起身子，张大嘴想要发出一声惨叫，呼啸声紧随而至。欧阳直接一脚把蒲松踢翻在地，躺在地上的蒲松感觉头晕目眩，自己筑基境是在什么时候？600年前还是800年前？这种弱的感觉让蒲松感觉到极度的不适应。还没等蒲松适应好突然变得孱弱的身体，蹲下身子的欧阳仔细瞅着眼前的满头疙瘩的蒲松，好奇的开口问道：你这怎么和秃驴不一样？这满头疙瘩是肿瘤吗？要帮忙吗？我开刀贼溜。蒲松虽然没听懂欧阳在写什么，但却看到欧阳从储物空间中掏出了一把补在自己脑袋上比划。前辈，僧友人不识泰山，冲撞了前辈，还请前辈恕罪。蒲松一边对着欧阳飞快道歉，一边心里快骂死金这一老一半猪吃虎的大修士了。明明都是大修士，偏偏一个扮成出窍期，一个更过分，竟然扮成最垃圾的筑基期，分明就是在对自己钓鱼。自己也是真的蠢，这么直的钩子自己还咬了2次。现在蒲松才想明白过来，一个出窍期，一个筑基期，敢这样明目张胆的大闹9大圣地之一的大灵山寺，果然不是人家有病，而是自己有病。欧阳拿着补在蒲松头上敲了敲，歪日还真是肉瘤，目测都10几个了，这次看起来脑癌晚期啊！幸好今碰到了医科圣手的自己，真是命不该绝的臭子。欧阳双手握住补，一个势大力沉的劈砍，直接顺着蒲松的鼻尖剁在了蒲松面前的青石板上。极近距离观看自己被屠宰的现场，蒲松胆子都快吓没了。挥舞补的家伙还一脸歉意的开口连声道歉：不好意思哈，手抖灵，再来。您想知道什么？那肯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蒲松鼻涕眼泪横流，再也没有了刚才宝相庄严的菩萨像。
欧阳手里的补不断的在青石板上来回划拉，一边饶有兴趣的开口问道：“你和这座城是怎么回事？”比起洞虚子不讲任何过程的直接平推，欧阳反而对眼前蒲聪如何和整座城联系在一起产生了兴趣。蒲聪听到欧阳的问题，立刻开口回答道：“大佬，这是大明王梦游西方极乐之地，找出来振兴我佛门的秘法。”哦，振兴佛门的秘法。欧阳看着提起大明王，明显变得有些狂热的蒲聪，顿时来了兴趣。蒲聪口中的大明王应该就是慧智，而比起九幽之中的慧智，恐怕如今蹲在大灵山寺中的慧智已经入魔了。但让欧阳没有想到的是，已经入魔的慧智竟然还不忘记振兴佛门这件事，看来对于这件事已经执念到了骨子里。经过蒲聪的戏，欧阳也大致明白了所谓的秘法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座城便是眼前蒲聪的本命法宝祭炼而成，通过招收普通凡人成为信徒，然后吸收信徒对佛门进行信仰，从而来让修士实力得到飞跃提升。一方面通过信仰之力，佛门修士的修为会大幅度上升，而另一方面经过不断的吸收信徒，从而壮大佛门。这种方法对于修士而言没有任何瓶颈，只要吸收的信仰之力够多，那么转化的修为也就越高。而为了更快的提升修为，那么修士们也就会更加疯狂的招收凡人成为信徒。欧阳听到蒲聪所的话，顿时倒吸一口凉气。这他妈，这方法，白的封神不就是走的这个套路吗？没想到入魔之后的慧智还成了才，竟然比白还要提前一步想到了信仰香火的方法。果然不能看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一位才啊！不过以宗教的形式捆绑这种信仰方式很容易出问题。欧阳看向四周，全然已经没有了七情六欲，只剩下虔诚信仰佛门的信徒们。这些成为了修士修炼工具的人，自然衣食无忧，但此生也只剩下信仰佛祖，又和一堆只会产生信仰之力的行尸走肉又有什么区别呢？欧阳眼神泛冷，这样下去将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无数修士将会把生灵当成家畜一样圈养，而为了争抢信徒，势必将会掀起无数的腥风血雨。前世几个宗教都能打出狗脑子，这现在佛门任由修士各自发展自己的信徒，别打出来狗脑子了，怕不是都能互相剁成臊子。欧阳心中微微叹息，这秘法比起魔修更加的恐怖，一个要从肉体上毁灭掉生灵，一个要从精神上毁灭掉一个生灵。这秘法可有名字？欧阳开口问道。蒲聪狂热的开口道：“此为万里佛国。”万里佛国。当佛门修士建立一座又一座信仰之城，吸收无数生灵之后，佛门修士的修为也会大幅度上升，而不知不觉之中，佛门也会逐渐的壮大。这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但却是杀鸡取卵，足以毁掉整个世界的办法。能够没有任何限制的提升自己的修为，这种事情放在资爵士的才身上，可能只会嗤之以鼻。但更多的还是资质普通的普通修士，对于困在自身境界成百上千年的他们而言，突然佛门推出一套无限尊享修为提升套餐，你觉得他们是否会疯狂？佛门的修士将会呈爆炸式的增长，而与之而来的将会形成一股前所未有的大势，彻底席卷整个修行界。越想越觉得这秘法所产生的后果越恐怖。欧阳忍不住有些后背发凉，慧智这次那么吊的，竟然能想出这样歹毒的功法，但却又十分的聪明，还是正大光明的阳谋。难道入魔之后，聪明的智商也重新占领高地了？不再是那个被自己几句脏话就冲昏头脑的秃驴了？比起横推到大灵山寺，想要直接铲除根源的洞虚子，欧阳这才反应过来，眼前这所谓的万里佛国才是这场佛门之灾的重中之重。而且既然这秘法是入魔的慧智发明的，那么保不齐这里面慧智还藏了多大的坑。欧阳双眼泛冷，不摁在蒲聪的脖子上，冷声问道：“现在万里佛国做到了什么地步了？”蒲聪看着摁在自己脖子上的卜，咽了咽口水道：“800罗汉早就已经展开佛国建立，36菩萨也有一大半开始建立佛国。”好快！欧阳心中一惊，慧智的动作比自己想象之中还要快。从慧智到青云宗论道，直到现在才过去多久，竟然已经做到了大半个佛门都已经被他掌控了。这命大反派不落在他身上，简直理难容。欧阳站起身，想让蒲聪给自己当带路党，但蒲聪却苦笑着摇头道：“大佬，我现在与这座城池融为一体，已经扎根于此，既在这里不死不灭，自然也无法离开这里。”哦，这便是此秘法的弊端吗？欧阳微微思索，脸色却更加阴沉起来。是弊端，其实对于佛门而言更像是好处。无法离开，便明将会永远拱卫佛门圣地，从此佛门便会永远走向扩张的道路。幸好这次带了一枚人形函过来，本来以为自己要过来宰佛门圣子，把洞虚子带过来，可以帮自己挡一下佛门顶尖战力的输出。这下更好了，洞虚子直接被自己搬过来，当成函直接朝着大灵山寺扔了过去。欧阳看了一眼洞虚子离开的方向，也顾不得坐什么破轮椅，真元直接灌在双腿之上，双脚之下豁然出现2个巨坑，欧阳整个人如同一个炮弹一般飞了出去。
蒲松呆呆地看着离开的欧阳。当欧阳离开之后，蒲松发现属于自己的分神镜的实力又再次回来了。到底这两个人什么来头？一个强的不像话，一个把对方拉低到弱的不像话。这种事情好像只有在传闻之中。1000多年前，还未圆寂的空明大主持，因为欠债不还被堵在大灵山寺的时候才发生过一次。双腿灌满真元的欧阳，彻底化身脚下能喷火飞行的红靴子男孩，速度极快地朝着大灵山寺的方向冲去。而沿路之上，都是一脸虔诚、双手合十的普通凡人，以及一座座高大庄严又满是佛像的城池。所有烦扰脸上没有了喜怒哀乐、七情六欲，只剩下对佛法的无限向往和对佛经的无时无刻的背耍。在这一片祥和安宁下，却藏着惊心动魄的阴谋。欧阳飞快地往前跑，当翻过一座山之后，入目地便是一尊巨大的金色大佛，正矗立在地之间。佛像金刚怒目，双手手掌之中都凝聚着万字佛印，朝着下方疯狂锤击。不多时，又一座巨大的佛像升起，紧跟着是巨大的佛像端坐于地之间，头顶青白云只漂浮于胸前，一手横握在腹部，一手掐法印，面容肃穆，宝相庄严。身后更是高出身形1000丈手臂组成的屏风，更是让人感觉到窒息般的威压。密密麻麻的金色手掌，每一只手掌上面都刻有万字法印，仿佛随时会降下灾一般。四周山岳比起眼前的佛像都如同土丘一般，高大的陵墓更像是脚底新长出的野草，顷刻之间便被拦腰碾断。欧阳摸着下巴看着眼前的佛像，总觉得似曾相识，前世的千手观音吗？这么大的佛像，简直就是巨物恐惧症者的福音，已经大到了超出人们想象的恐怖，仅仅是望一眼都感觉心神不稳。身为9大圣地之一的大灵山寺，怎么可能没有2把刷子？就算是身为世间绝顶的洞虚子，也不可能单人凭推掉一个圣地。千万年沉淀下来的底蕴，绝对不是一人之力可以轻易撼动的。欧阳搓了搓鼻子，看着立在佛像面前如同灰尘般大的洞虚子，这老子今看来要有一场硬仗要打了，也不知道这把老骨头了顶不顶得住。喂，老头，要不要帮把手？别硬挺着呀，不然图图学的唢呐真能帮你吹到头七。欧阳对着洞虚子大声喊道。洞虚子闻言微微一愣，扭头破口大骂道：你子少风凉话，快滚！佛像后面就是大灵山寺，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佛门圣地怎么变成这个样子？欧阳听到洞虚子的破口大骂，丝毫不带停留，直接纵身朝着大灵山寺奔去。既然洞虚子能让自己先走，自然有能力对付眼前这高巨佛。虽然对洞虚子有着绝对的信任，但眼前的巨佛实在是太超标了。欧阳有些不放心的回过头，却发现洞虚子正看着自己微笑。欧阳转过头，直奔大灵山寺冲去，身后有家长照看，我自不怕背后有什么大恐怖。当看到欧阳消失在自己眼界之中，洞虚子才微微吸了一口气，看着眼前的巨佛，神情之中满是肃然。就算是活了那么久的自己，也是比起只打巅峰赛的洞虚子，话另一头，欧阳可就舒服了。毕竟有下2颗地爆星下去，大灵山寺屁事没有，这倒是让欧阳感觉有些挫败服。毕竟自己从来没有空手而归过。看向那只护住大灵山寺的金色佛掌，欧阳脸色阴沉下来。那只金色佛掌并不是由纯粹的佛光组成，而是一座佛城。粗暴托起那2颗巨石的佛掌，竟然是刚来大灵山寺时所见的佛城所化。这佛城中可是有着无数信仰佛门的普通生灵，用这些生灵挡下巨石，那佛城之中的生灵恐怕也已经十不存一了。欧阳能看见，洞虚子自然同样可以。洞虚子脸色阴沉地看着护着大灵山寺的佛掌，冷哼了一声，森然道：这些秃驴现在做事比魔族还要恶心啊！一个要毁灭生灵肉身，一个要泯灭生灵的精神，两者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欧阳平淡地看着大灵山寺道：好啊，好啊，道魔之争，我辈修士前赴后继，从容就义，他佛门避世不出，如今地成平已久，这佛门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洞虚子双眸冰冷地看着眼前的大灵山寺，四周气温陡降，澎湃的杀意透体而出，几乎凝成实质。洞虚子四周地元气不断造化五行之势。这位下，看着被洞虚子单手提起的绘制，欧阳也十分好奇，眼前这和尚到底磕什么大力丸了，境界竟然能够提升的那么快。以前顶着一个佛门圣子，被自己老2月竟吊着锤，现在竟然能比几个逆子的境界提升更快，甚至已经到了大修士的地步。但现在绘制属性版后面的称号已经从佛门圣子变成了道弃子，这就有些耐人寻味了。要知道现在在九幽可蹲着另一个绘制的，现在面前的绘制称号改变了，那九幽里蹲着的绘制应该又是什么呢？而这个道弃子更加的耐人寻味，这个词怎么听都不像是一个褒义词。道弃子，难道道也同样在地棋盘之上落子了？而眼前的绘制已经成了一枚被遗弃的棋子。欧阳脑海中风驰电掣，闪过无数念头，越看越觉得眼前的绘制变得很有意思。
喂，大和尚，商量一下，把你身上的秘密一下，我给我家大佬商量一下，留你一个全尸。欧阳瞅着眼前的慧智开口道。慧智虽然被捏着喉咙，但眼中的漠然和平静却丝毫没有改变。你怎么那么自信？你们能杀了我？慧智如同被拎着鸡仔，但语调依旧平静的道。呵，多新鲜啊！见过不怕死的，没见过那么不怕死的。自己现在像鸡仔一样被拎着，还大言不惭的问自己凭什么自信敢杀他。咔嚓，洞虚子连废话都没有，右手微微用劲，直接扭断了慧智的脖子。欧阳看着脖子呈诡异角度歪向一边的慧智，满头黑线的开口道：老头，你这样连问都不问，直接就杀了，是不是太草率了一点？洞虚子则冷哼了一声道：在我手中，他真元神魂皆不能出，死就是死了，再有什么变故大不了，接着杀就是了。语气冷然，似乎空明的死带着怨气。洞虚子只想发泄一下，他心中也很清楚，眼前这个和尚既然能在2年之中突破到合体境，必然有2把刷子。就算是在自己手中封闭了他的真元和神魂，扭断了他的脖子，但洞虚子心中依旧认为这样并不能杀了他。但那又有什么关系？自己只想杀他，发泄一下怨气而已。平日中嬉笑怒骂的洞虚子此刻像是养鸡场的屠夫，眼神平静，仿佛杀生对于他而言更像是喝水一般简单。对面众多高僧全都低头不语，双手合十轻诵佛号，眼前的慧智身死仿佛没有看到一般。欧阳看着洞虚子像扔垃圾一般扔在地上的慧智，语气确定的道：站起来吧，没必要演这样拙劣的戏。躺在地上如同烂泥般的慧智四肢蠕动起来，僵硬的从地上爬了起来，被扭断的脖子呈现一个诡异的角度，吊着脑袋看着欧阳，脸上的平静和淡漠不减，口气不急不缓的道：师兄果然慧眼如炬，这种手段瞒不过你。慧智吊诡的画风和身后灼灼佛光显得异常的格格不入，就好像站在阳光下的恶魔一般，而光却包裹着他。缓缓解开自己身上的袈裟，慢慢脱下自己的衣服，露出光滑古铜色的上半身，全身上下一位位神态各异的佛陀在慧智之上若隐若现。欧阳古怪的看着眼前的慧智，他也不明白为什么眼前这大和尚怎么突然脱起衣服，这子难道是想用身体来取悦洞虚子？而洞虚子看到慧智身上那若隐若现的佛陀之时，原本冷漠的脸上变得更加的阴沉，一步上前，浩瀚的威压如海啸一般朝着慧智压了过去，慧智直接被压成一滩肉泥。而在这滩肉泥之中，一只手从肉泥之中伸出，慧智锃光瓦亮的脑袋从肉泥之中露出，这滩肉泥随着慧智额爬出来，再次变成了慧智。施主不用白费力气了，我过你们是杀不掉我的。慧智平静淡漠地看着眼前洞虚子，那股波不惊的眸子无声，却又极尽嘲讽眼前的下。欧阳好奇地询问，饶是平静淡漠如真佛的慧智都忍不住眉头一挑，这种过于私密性的问题根本回答不了。慧智则不再搭理欧阳，转而看向站在那里沉默不语的洞虚子，开口问道：青云掌教还要杀我吗？洞虚子听到慧智的询问，抬头凝视着眼前的慧智，色声道：现在你已经做到了什么地步？慧智轻笑一声，双手合十轻声道：800罗汉，24位菩萨，3位佛尊尽数赞同僧的想法，3000佛国早已尽数建立，这是佛门被玄门压抑了数万年之后终于迎来的机遇，自然是众心所向。3000佛国也就代表着佛门整整在西方建立了3000座类似于白象城的佛城，一城按10万生灵计算，3000佛国的生灵也要以亿计数，慧智能复活的次数也要以亿计算。刚才慧智叫嚣着洞虚子和欧阳两人无法杀掉他，依仗的便是这个。但这句话并没有错，如果真的是这样，洞虚子和欧阳的确无法杀掉眼前的慧智，不是不能杀，而是没有任何意义。杀掉慧智的速度恐怕还没有3000佛国吸收信徒的速度来得快。数字一旦到达了一个恐怖的地步，那便失去了意义。此处无解，除非整个修行界在剩余8大圣地的带领之下，彻底铲除整个佛门，不然慧智便是永远不死不灭的存在。也难怪慧智敢如此明目张胆地站在这里，也敢明目张胆地对洞虚子这位下，用着冠冕堂皇的话去欺骗最底层的普通生灵，让他们无时无刻对所信奉的修士提供着信仰之力。修士们所付出的不过是给予这些生灵最基本的生存条件，便可以获得抵得过自己一辈子苦修的实力。这种买卖，傻子才不会干。因果在自身实力提升面前根本不值一提，更别慧智亲口了，万般因果皆由他一人承担。这种稳赚不赔的买卖，谁不眼红？犹豫一秒都是对自己修为的不尊重。明明是奴役生灵的手段，却得到了佛门上下的一致默许，就是因为此秘法对于佛门来简直就是量身制作的。也就因为慧智发下大宏愿，万般因果皆有他所受，所以才会在慧智不过合体期就能够接任空明主持的位置，成为佛门历史上最年轻的伽蓝袈裟的继承者。当佛国在西方连成一片，整个西方都是佛门信仰者之时，又怎么能不承认佛门大兴呢？
这秘法明显有伤和，且对于人间生灵而言几乎如同圈养，但能够无病无灾的度过一生，对于普通生灵而言，本不就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了吗？这也算是佛门对于信仰者的补偿，也是佛经之中信我者永长最好的解释。但欧阳心里却很清楚，佛门这样的做法和取死之道没有什么区别，剥夺人间生灵的七情六欲，变成只会口诵佛经、不会思考的信仰之力的产出者。但他们却太高估他们这些修士的私心了。如果以后佛门真的靠此法壮大，当佛国已经遍布下再无可提升的空间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大概就是为了争夺信徒，互相征伐，让偌大的佛门瞬间土崩瓦解，直到走向灭亡。欧阳脸上带着冷笑，一眼便能够看到佛门的未来，但眼前的这群秃驴已经被眼前佛门的逐渐昌盛迷住了眼。慧智看着眼前一直对自己恶语相向的欧阳，漠然的眼神之中闪过一丝不解，自己好像从来没有得罪过眼前的欧阳，但从青云宗，欧阳和慧智四目相对，两人之间无形之中形成一场威压对决。欧阳更是郁闷，谁懂啊，家人们，自己原本只是过来宰了慧智，完成一下系统任务，谁能想到竟然牵扯进所谓的佛道之争之中。虽然九幽之中的慧智已经告诉了自己，但也没人告诉自己现实中的慧智竟然已经成长牛逼到这个地步了啊。慧智身后一道佛陀虚影出现在身后，三手18臂，而那佛陀的3颗脑袋赫然正是慧智自己。欧阳看着慧智开始开特效，自己当然不能落于下风，冷哼一声，体内真元涌动，在自己身后真元凝成一道近乎实质却又画风迥然的金身。一尊手持高频射线枪的琴柱出现在所有人面前，浑身满是赛博机械的美感，腰间更是别着一排高爆手雷。你仰仗的就是这个吗？慧智看着欧阳身后画风和这个世界完全不同的机械产物，默然道。欧阳也是。安抚好欧阳，洞虚子才带着欧阳从纯白空间之中走了出来。慧智看到脸色重新变得平静的欧阳，才满意的看向洞虚子。洞虚子笑呵呵的对着慧智道：和尚，你做的不错，整个佛门在你的带领之下变得这般欣欣向荣，的确是你的本事。阿弥陀佛，这是佛门上下一心的体现，并不是僧一人为之。慧智诵了一声佛号，谦虚的道。还真是看了眼前的和尚，洞虚子都对眼前的慧智另眼相看。在青云宗时，洞虚子不过觉得佛门终于好不容易收了一个好苗子，没想到这棵苗子眨眼之间变成了佛门的顶梁柱。只是这顶梁柱长成这个样子，佛门的屋顶恐怕会塌的啊。洞虚子放下心思，话锋一转道：佛门当心这变成了必然，但是这种手段如果其余7大圣地知晓的话，恐怕佛门同样会成为众矢之的。洞虚子口中的手段，便是佛门用奴役普通生灵的精神壮大己身的秘法。对于玄门修士而言，这种夺人七情六欲的手段和魔修几乎一样。如果下修士知道佛门如此行事，佛门恐怕瞬间会成为整个地间修士心中最忌惮的存在。毕竟这种牵扯人间因果的非常手段，是修士们最厌恶也最不耻的行为。洞虚子身为青云宗掌教，既然敢开口这样，便给这件事定了一个调子。大概含义便是，如果我把佛门的事情捅出去，恐怕佛门将永远无法在这个世界立足了。被几大圣地号召下，修士围剿佛门都是轻的。这番话听得慧智身后的众僧同样脸色一变，这也是大灵山寺部分佛修不认同这种秘法修炼的原因。洞虚子的话听着像是威胁，但落在慧智耳朵之中，更像是为了增加和自己谈判的筹码。慧智轻声笑了笑道：掌教想要什么值吧，既然能坐下来谈，那就好好谈谈。洞虚子哈哈大笑，左右看了看道：这里也不是话的地方，既然要好好谈，那就找个地方好好谈。慧智扭过头看向身后的白眉住持，像是询问。白眉主持拧着眉头看着慧智，慧智不留痕迹的点零头。白眉主持心中微叹，随即手中禅杖微微一晃，所有人下一刻便出现在一座宫殿之内。宫殿金碧辉煌，长明大烛无数，饭香袅袅，而宫殿之中供奉着一尊巨大的金色大佛，大佛之上悬挂着一方牌匾，上书大雄宝殿。这里正是佛门大灵山寺主殿。洞虚子找了2个蒲团，拉着欧阳坐在大门前，而慧智领着一众僧侣坐在巨佛面前，与洞虚子和欧阳对峙而坐。佛门想要什么？洞虚子直接连的开口问道。佛法当传遍下，世人皆知我佛。慧智诵着佛号开口答道。既然洞虚子开口问，那慧智自然狮子大口的回答。洞虚子皱了皱眉头开口道：大灵山寺方圆500万里。慧智看向洞虚子没有开口，反而是一旁的白眉僧人站起身开口道：现在我佛门佛国延伸便不止1000万里。那就1000万里。洞虚子看似随意的开口道：5000万。白眉僧人斩钉截铁的道：1200万，敢在，我就回去召人把佛门给扬了。洞虚子立刻反驳道：2000万，再少，就算是整个下修士都记恨佛门，佛门也不会退让。
白眉僧人摇了摇头，丝毫不在意洞虚子的威胁。洞虚子站起身，一宗掌教的威压再次升起，1500万，多一毫就不用谈了。原本过来宰慧智，却演变成洞虚子和白眉僧人谈生意，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各不相让。欧阳反而有些兴致缺缺，这和自己的本意出入实在是太大了。在自己心中，慧智已经是死人一个，自己没必要和一个死人多费什么口舌。让欧阳感觉到烦心的是洞虚子所的规矩。道的规矩，明明道也在往地棋盘上落子，偏偏他还是制定规矩的那一方。这次被掣肘，明明看到了却无法解决的憋屈感，让欧阳对于所谓的道规矩感觉心烦。但眼前慧智的性命已经上了欧阳的必杀名单之症，大概慧智心中也是这样想，所以对于沉默的欧阳并不放在心上。欧阳看向大雄宝殿之中的巨佛，明明应该是劝人向善、普度众生的佛门圣地，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世界真的有佛，只不过是一群人假借佛的外衣，为自己谋私的工具。九幽之中的慧智口中所的佛门破而后立，到底是什么意思？欧阳眼中端坐在大殿正中央的巨佛，仿佛变得矮到自己都能俯视的地步。耳边的吵闹声渐渐变，突然巨佛脸上的表情动了动，挤眉弄眼的对着自己做了一个鬼脸。哦，杨心中一惊，争吵之声再次回到了耳朵里。眼前的大佛还是原本的样子，好像刚才自己眼睛花了一样。欧阳看了看洞虚子，看到对方并没有任何异常，才微微放下心下。欧阳站在莲花池旁边，举目望去，碧绿的莲叶往远处延伸，看起来就像是河边连在一起。湛蓝色的空之下是一望无际的莲叶，粉色、白色的莲花点缀其中，偶尔可见枯萎的莲花也顶着硕大的莲蓬。自己刚才那种感觉和被拉去九幽的感觉几乎一样，难道自己又灵魂出窍了？站在莲花池旁边的欧阳疑惑地伸出手够到一个莲蓬，顺手摘下，剥开咔咔吃了起来。清寡无味，不怎么好吃。欧阳嚼了嚼，皱了皱眉头，又吐了出来。转眼之间又打起莲花下面莲藕的主意。莲蓬不好吃，莲藕还可以。心里想着，欧阳已经挽起袖子，朝着莲池下面伸去，丝毫没有因为自己被拉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感觉到惊慌。反正惊慌也没用，也去过一次九幽，既来之则安之，这也是欧阳的处世之道。更让欧阳感觉到不慌的是，外面可是蹲着一个下巨大的粉白的莲台之上，一个正常身高的金色佛陀端坐在莲台之上，双眼无奈，一副被欧阳打败的表情。金色佛陀一手横握在腹，一手掐指兰花举在身前，一脸慈悲地看着自己。莲台四周空出一片水池，而远处的莲叶和莲花都朝着佛陀的方向微微躬身，似乎在朝拜着眼前的佛陀。等木舟停在了莲台旁边，欧阳才笑嘻嘻地爬上莲台，看着眼前的金色佛陀开口问道：那么突然把我拉进这个地方，想干什么的？你好像并不害怕我。金色佛陀并没有回答欧阳的问题，反而有些诧异地开口问道：嗨，这种地方我来的多了，都熟门熟路了，搞不好又是你的世界罢了。欧阳摆了摆手开口道，一副我很懂的样子。胡云还真是收了一个怪徒弟。金色佛陀看着恣意妄为的欧阳，古怪的开口道。欧阳听着眼前的佛陀一口一个胡云的开口叫，同样来了兴致，开口问道：我听佛都是无相无面，不分男女，难道你是我师娘？大新闻啊！胡云和佛门佛陀不得不的故事点 AVI。 话音刚落，一个莲蓬落在了欧阳的头上。欧阳吃痛，哎呦了一声，抱住了脑袋。口不择言，逆子该打！金色佛陀怒气冲冲地看着欧阳训斥道。欧阳被打了一下，却没有还手，只是抱着头，嘴撅老高，不屑地想到，这反应和我那些不认张师娘一个样子，还你不是我师娘？金色佛陀看着一脸不服的欧阳，也懒得和欧阳争辩，静静地看着眼前一身青衫的欧阳，轻声道：青云宗的他们还好吗？青云宗的他们？您指的是我师父他们？欧阳开口问道。金色佛陀并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欧阳，等待着欧阳的回答。欧阳却并没有开口，反而站起身，双手拢在身前，直视眼前的金色佛陀，开口问道：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你是不是应该先自我介绍一下？欧阳的语气中充满询问，但也正是这询问让金色佛陀忍不住笑出声，笑骂道：你这逆子倒是个不怕地不怕的主。好吧，我乃大灵山寺。欧阳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随即看向眼前这位浑身都是金色的佛陀师叔。好的金佛，该不会这师叔切开之后是黑色的吧？欧阳咽了咽口水，开口问道：师叔，那慧智都已经和亿万生灵联系在了一起，你就不怕他会反噬？达摩笑了笑，脸上一副悲悯饶木样，开口道：此秘法原本就是用佛家信仰联系在一起的，若是没了信仰，这联系也就断了。你知道佛经是谁写的吗？卧槽，给跪了！妈的，原来这才真正的隐藏大佬。欧阳看着眼前的达摩，心中1万匹草泥马在奔腾。下，
欧阳的话音一落，顿时让整个大雄宝殿的气氛为之一凝。一直沉默不言的慧智猛然抬起头，正好对上欧阳那双满是嬉笑的眼睛，随即又再次低了下去。白眉老僧开口道：“佛门不会分家，就算是分家，也轮不到外人插手。”外人？谁是外人？欧阳左右看了看，指了指洞虚子，开口道：“你这老头啊，那让他先滚蛋，我们好好商量一下。”洞虚子笑呵呵的看着再次变得意气风发的欧阳，似乎知道了什么，扶着胡须开口道：“是啊，如果感觉我在这里不方便，那我可以先在门外待着。”慧智终于忍不住站起身，看着欧阳道：“佛门不会分家，此刻正是佛门最该鼎盛的时刻，凡是佛门修士最不应该在这时离开。”声音掷地有声，但大殿之内却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知道，早在慧智悟得秘法之时，佛门便已然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墨守成规的守成派，一派则是慧智为首的激进派。随着慧智在大灵山寺的地位越来越高，也有越来越多的守成派倒向了激进派，但总有一些老顽固，像是茅厕里面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但大家都心照不宣的没有扯开这张遮羞布，现在被欧阳突然掀开，反而引起了众饶沉默。欧阳看着突然站起来的慧智，脸上带着笑意道：“怎么急了？”慧智则盯着欧阳，他不明白为什么刚才已经被自己打乱心神的欧阳，为什么又开始变得神秘莫测起来，而且为什么欧阳会突然提起佛门分家这种荒唐的事情。欧阳环顾一周，开口道：“比起道门的无为之治，佛门的普度众生的确有着救世的含义，但慧智主持所做的事情我并不赞同，所以愿意跟着我离开的请站起身。”四周看傻子的目光瞬间汇聚到了欧阳身上。“你谁啊？这是哪来的傻子？就算是佛门真的要分家，也是出去自立门户，怎么可能会跟着你走？你什么身份？”欧阳丝毫不在意四周的目光，走到慧智面前，看着眼前的慧智开口道：“慧智主持秘法通神，可成大事，但终不为我所喜，所以我才会提出异议。”慧智也如同看白痴一般看着欧阳，自己怎么也是大灵山寺18主持之一，就算是资历尚浅，但也是佛门中人。欧阳算什么？充其量不过是青云宗一个山头上的弟子，连佛门中人都不是，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该不会因为杀不掉自己，计划失败，气得得失心疯了吧？欧阳嘿嘿一笑，随即道：“你们是不是觉得我不是佛门中人，不配这些话？问这像是废话一样。”欧阳却转过身环视周围，随即得意洋洋的道：“那如果我是佛门圣子，大家就不会有疑问了吧？”大雄宝殿中终于响起了一阵喧闹声，但并不是争论，而是在叫嚣着用什么办法把欧阳赶出去。在大灵山寺主殿中这样大放厥词，不亚于在吃饭的饭桌上拉屎。这人纯是来恶心饶。你是佛门圣子，我还是佛祖他本人呢？白眉僧人终于忍不住站起身，看着洞虚子开口问道：“青云掌教，如果今你二人前来闯我佛门圣地，就是为了欺辱我佛门，那今你二人就不用离开了。早就习惯老子下。曾经仙人陨落，信仰崩塌的生灵为了追随自己的信仰而死，甚至做到了成族群种族的消亡。对于有些生灵来，他们生需要一位仙人去信仰，那是他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意义。当所有的仙人都陨落了之后，他们也就失去了生存下来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生的希望。与之而来的便是无数生灵的自尽殉道。这也是李太白斩仙之后没有想到的事情。信仰仙人对于上古的生灵来埋在心里已经根深蒂固了。比起仙人陨落之时死去的生灵，这种殉道是漫长且绝望的。缺少信仰的生灵还需要为牵挂活着，直到自己了无牵挂之后，才如同解脱般赴死。这种殉道的情况甚至一直贯穿着整个道魔之战。亦或者这场战争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那些缺失了信仰的生灵渴望找到自己生存的意义。为了找到仙人陨落之后自己存在的意义，希望在无尽的杀戮之中找到答案。而在这时，有2位佛门仙贤重新找到了信仰。他们在莲花池旁悟道，明悟过去，现在未来，得到曾经的佛门仙人所遗留下来的至宝认可，并继承了2位佛门仙饶传承，呕心沥血翻译了大量的佛经，找到了让生灵重新可以拥有信仰的路。但那时整个地之间早就厌倦信仰仙饶生灵，还是占据着大多数。狂信者早就在仙人陨落和道魔大战之中死得七七八八，剩下的生灵大部分都已经摆脱了仙饶阴影，好不容易从圈养的笼子里挣脱，他们不愿再回到笼子里。只有一撮还在追逐信仰的人，跟随着2位佛门仙贤来到西方之地，并建立了佛门。2位佛门仙贤领悟无上佛法，前往西方极乐之后，由出家当秃，不是当和尚。我，欧阳指着自己的鼻子呆呆地问道。白眉空调则面不改色地看着欧阳，继续道：“是的，请兄弟剃度出家，主持大灵山4大局。”凭啥？我他妈！欧阳顿时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刚想拒绝，却抬头看到了自己头顶上锃光瓦亮的12品功德金莲。欧阳嘴角抽了抽，歪日，差点忘了，
自己刚玩，自己是佛门圣子来着。白眉僧人空调笑呵呵地看着眼前的欧阳。欧阳带着12品功德金莲出现，实在是出乎意料，却又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佛门正遭逢巨变的情况下。作为上一任大灵山寺主持空明的师弟，空调对于慧智为首的激进派并不赞同，但却也并没有出言开口反对。他资质上不如自己的师兄空明，且实力也不足以服众，唯一拿得出手的便是德高望重。他的不表态，便是对如今佛门激进派众望所归之中最大的阻碍。在空调的心中，其实很清楚，如果佛门在慧智的带领下，会走向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上，但他无力阻止，只能沉默地看着佛门之争，保持着中立。当欧阳顶着12品功德金莲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之时，空调似乎看到了佛门除了激进和守城之外，似乎还有另外一条道可以走。欧阳那一手降陨石同样被空调看在了眼中，这样的年纪，这样的修为，如果真的能够进入佛门之中，想必定能和慧智一较高下。这样慧智在佛门之中也将有着旗鼓相当的对手，也不至于将佛门彻底带入深渊之中。想到这里，空调看向欧阳的目光越来越火热，火热到欧阳都觉得眼前这个白眉毛老和尚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其他古怪的想法。随着空调的表态，原本的守城派的目光也变得微妙起来。本就被激进派打压的抬不起头的他们，早就怨声载道。如果真的把眼前这个和慧智完全不对付的少年拉入佛门，恐怕他们守城派便能拥有和激进派一较高下的实力。不愧是空调主持啊，眼光真的是长远。与守城派不同的是，皈依慧智的激进派，在他们的心中，慧智早就和真佛无异。他们信仰的佛似乎就长着和慧智一样的脸。大灵山寺，欧阳的冷哼声压下了所有的嘈杂声，这样开口侮辱，不管是激进派还是守城派都怒不可遏。这子一口一个秃驴都叫了那么长时间了，也不看看这里是谁的地界，真不知道死字是怎么写的吗？想给眼前的欧阳一些强人所难的教训，但又看了一眼闭目养神的洞虚子，缩了缩脖子，只能在心中强烈的谴责欧阳这不知好歹的行为。欧阳则看着势同水火的两方和尚，心里早就1万匹草泥马奔腾了。我那个浑身冒着金光的四师叔怎么那么好心，竟然想着要自己来当秃驴。洞虚子话音刚落，整个大雄宝殿之中静的掉根针都能够听见。刚才欧阳佛门分家，众人只感觉是玩笑罢了，但这话由洞虚子出，则意义完全不同。作为如今的下，走出大雄宝殿，洞虚子在前，欧阳在中，而在欧阳身后则跟着一大群光头。无数炙热的视线让欧阳感觉后背像是被针扎了一样不自在，僵硬的扭头朝着身后几十个光头看去。身后的光头们同时露出一个自认为友善的假笑，双方都感觉尴尬。一个则是被一群光头尾随，感觉自己身后没一点安全符；一方则是要跟着那么一个不着调的圣子，他们只感觉佛门东渡的命运简直风雨飘渺。欧阳僵硬的把头扭回来，瞟了一眼头上像个大灯泡杵着的12品功德金莲，嘴角扯了扯，2步并一步走到洞虚子身旁，装作不经意的道：“起来，我师叔们还真是吊啊，3位佛尊。”洞虚子听到欧阳的话，身形顿了顿，深吸一口气道：“是吗？那又怎么样？还是打不过我？人言否？3位佛尊还打不过你一个洞虚子？你当你洞虚子还真是仙人不可。”欧阳左右看了看四周的佛庙，压低声音道：“老头，你就那么放心？”洞虚子停下脚步，转身看向欧阳，一身青衫在佛光的笼罩下显得有些虚幻，不真实的感觉让眼前这位绝顶恍惚了一下。抬起手中的拂尘，一道结界凭空出现在2人身边，身后紧跟着的和尚们驻足停下，一时间面面相觑，不知道怎么回事。而为首的慈航则轻声道：“似乎那位青云掌教有事情要告知圣子一下，我们稍安勿躁。”慈航的话打消了一些和尚们的顾虑，他们不满如今的佛门才选择离开，若是连一个追随者都没有，那下之大恐怕真的没有他们的容身之所了。在结界内的洞虚子看着眼前一身青衫的欧阳，轻声问道：“你似乎总认为你是对的？”这句话像是质问，又好像是疑惑。欧阳听到洞虚子的话，双手拢在身前，看着眼前的青云掌教，认真的道：“我并不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都是对的，但我只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洞虚子看着一脸认真的欧阳，脸上挂起似笑非笑的表情，抬手指着远处的大雄宝殿道：“那你来告诉我，那个叫做慧智的和尚做的不是他认为对的事情吗？”听到洞虚子的话，欧阳一愣，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总不能自己能看到那个秃驴的属性面板，上面标注的就是道弃子吧？洞虚子却仿佛能看穿欧阳的心思，慢悠悠的道：“你来找过我，非要见林峰那子一面，你知道我为什么拦着你吗？还不是因为那是你的亲儿子？”欧阳撇了撇嘴道：“这老子对林峰有着不一样的偏爱，以后要是被林峰被刺了，也是活该。”洞虚子摇了摇头，有些感叹的道：“因为林峰和那个大雄宝殿里面的和尚是一样的人，他们同样在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那是他们的道，
他们追逐的东西就因为道不同，所以就要斩了别饶道。那是什么道理？绘制是为了光复佛门，让佛法传遍整个地。林峰则是想要创造一个人人如龙的时代，让人生而平等。这些都是洞虚子亲眼所见，能够立下如此宏愿，自己身为师父亦或者长者，为何还要阻拦？欧阳听到洞虚子的话，立刻反驳道：“老头，你这就有些偷换概念了。如果为了所谓自己的道就要跻身魔道，那这种道难道不应该阻拦吗？”洞虚子诧异地看着欧阳问道：“你怎么知道他们是魔道？”这句话倒是让欧阳哑口无言。虽然能够预料到，但没有发生的事情终究只是猜想，他不出实质性的东西来反驳洞虚子。洞虚子看着虽然反驳不了，但依旧不服的欧阳，只是有些感叹的道：“曾经道魔大战，我只身屠魔，死在我手中的魔族不下数百万。那你来告诉我，我算是魔头吗？你那是为了拯救下苍生，这怎么能算？”欧阳沉默了一下，开口道：“但杀了就是杀了。魔族虽然和这方地的生灵不同，但他们终究也是生灵，在魔族眼中，我何尝不是魔头呢？”洞虚子直接打断欧阳的话，开口道：“好像这老子不往自己身上按几个大反派的属性加成，誓不罢休的样子，倒还是……”看着陷入怀疑人生的欧阳，洞虚子感觉眼前这子脑子实在是不够用，比起曾经自己的大师兄，简直连提鞋都不配。突然提起自己的大师兄，洞虚子也有些沉默了，只是拍了拍欧阳的脑袋，轻声道：“好好看，好好学，你四师叔到底是怎么做的？”看着抓耳挠腮、不得其解的欧阳，洞虚子懒得和这个没多少脑子的呆子那么多，撤掉结界之后，示意身后这群光头跟上，直接飞身朝着佛门的传送阵飞去。而留在原地的欧阳只能在地上跟着跑。在离开的一瞬间，欧阳能够感觉到，在身后的大雄宝殿之中，一双眼睛正在死死地盯着自己。当一众人来到佛门和外界联系的传送门前时，洞虚子发现整个传送阵上的灵石都已经被全部摘了下来。洞虚子心中瞬间有些了然，看来为了让佛门悄无声息的发展，是佛门这自己亲手掐断了与外界的联系。看着眼前空荡荡的传送门，洞虚子皱了皱眉头，挥手一招，跟着跑过来的欧阳还没站稳，直接被洞虚子隔空抓到了身前，一只手直接伸到了欧阳面前。“给我！”欧阳一脸迷惑地看着把手伸到自己面前的洞虚子问道：“嘛玩意？把你子身上从护宗大阵上撬下来的灵石拿出来。”洞虚子理所当然地开口道。欧阳听言一愣，随即一脸正气地开口道：“你老子怎么凭空误人清白？我欧阳堂堂正正怎么会做？”洞虚子不耐烦地直接打断欧阳的话：“行了，行了，别放屁了！你要是不想从这里跑回青云宗，快点把灵石拿出来。山峰那么穷，你也来打劫我？你一个大掌门身上没有灵石？”欧阳看着眼前的洞虚子，捂着自己的储物袋，警惕的道：“身为9大圣地的掌门人，身上没点灵石，这话鬼都不信。”洞虚子下面的一句话，直接对的欧阳哑口无言：“我身上带那玩意干什么？这玩意对我和垃圾没什么区别。”看着一脸平静出那么装逼的话，欧阳感觉到一阵挫败服。除了有安全感之外，好讨厌身边跟着一位下禅。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舍离文字一解，直彻心源。好名字，空调还真是收了个好弟子。洞虚子抚掌大笑道：“青云掌教佛法竟然也如此深厚。”慈祥汗颜，慈航双手合十，不由得对眼前这位深不可测的青云宗掌教更加的佩服。慈航转身看向欧阳问道：“圣子以为如何？”从现在开始，欧阳便是他们的主心骨，谁让12品功德金莲认可了欧阳了呢？正沉浸在损失巨大的悲伤中的欧阳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慈航在问自己，自己懂个屁的佛法，只能点头附和道：“啊，对对对，挺牛逼的。如此，我等还要重新修缮佛经，请掌教及圣子给予我们一处安身之地。”慈航开口道：“佛门东渡，以前的教义恐怕不适合在这里传播，所以他们要重新修缮已知的佛经教条，使其更加的符合东方。”洞虚子咳嗽了一声，开口道：“我青云宗问剑锋山清水秀，峰主纯阳子开朗大方，便把一册主峰借予你们赞助。那谁过来领着人家去吧。”随手安排一个弟子带着慈航前往问剑锋。洞虚子才转过头看向闷闷不乐的欧阳道：“怎么感觉这次什么也没捞着，亏了？”欧阳有些心烦的看着眼前的洞虚子道：“也不是感觉亏了，就是对你们这种养虎为患的做法十分的不理解。”洞虚子没有开口回答，反而一把拉住欧阳，直接消失在了原地。当两人再出现时，来到了一处阁楼之上，而在两人面前是一张巨大的地图。洞虚子看着眼前的巨大的地图，像是陷入回忆的开口道：“这个世界实在是太大了，你能从这上面找出来青云宗的位置吗？”欧阳看着面前的地图，十分的不屑，自己看这张地图不下数千遍了，这张地图正是这个世界的地图。欧阳上前，随手指在地图中间的一个三角上道：“这里便是青云宗的地界。”
洞虚子看着欧阳手指的三角，点零头道：“不错，没看出来，你只听到那么废物，在这上面倒是不怎么马虎。哼，要不是老子听到就睡觉，老子早就成为术法才了。”欧阳不忿地想到，不是自己不想学，是自己实在是睡得太死了。洞虚子盯着那个三角看了很久，又退后了2步。三角比起眼前的巨型地图来，就像是一张白纸的一个点一样。这个世界还真是大啊！这句话似乎抽空了洞虚子的力气。当洞虚子完这句话之后，脸上满是憔悴，再也没有了那一宗长教的意气风发。欧阳默默地坐在洞虚子对面的蒲团之上，无声地陪在洞虚子身边。你重情之人修什么道的？真是的东西接二连三的消失，然后独留下自己活那么久。洞虚子笑了笑，自嘲的道：“起这个，欧阳深表赞同。自己前世当机立断，跟着死在那场大火中，实在是太明智了。你那几个师弟比起我们还要恐怖，他们要走的路，你觉得能被世人所接受吗？就是你口中所谓的正义吗？”洞虚子突然怪异的看着欧阳问道。欧阳挑了挑眉头反问道：“那就看谁的拳头比我大了。”哈哈，所以啊，你口中那些倒错撩人，会不会却恰恰相反，反而是为了从你们这群魔头手里拯救这个世界？洞虚子别有深意的开口道。欧阳心头一震，不可置信的看着洞虚子。洞虚子却自顾自的开口道：“试错要有容错的机会，如果连容错的机会都没有，那就只能一错再错下去了。试错就要给予容错的机会，要不然真的就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这是洞虚子的最大的痛，他不想让欧阳经历这些，留下容错的机会给欧阳和他那些还未成长起来的师弟们，也是洞虚子唯一能够做的了。洞虚子看着欧阳岔开话题道：“倪子真准备一直头顶着这朵莲花，我要是有办法拿下来，我至于现在还在顶着吗？”欧阳没好气的开口道。洞虚子笑呵呵的抬起手伸向欧阳的头顶，那朵12品功德金莲竟然乖巧的从欧阳手中飞到了洞虚子的手掌上。人你已经选好了？洞虚子莫名其妙的开口问道。但欧阳却听懂了，洞虚子问的就是这朵功德金莲的主人自己是不是已经有了选择。欧阳点零头，得意的道：“你别，我选的这个人实在是太适合了，不出意外还是你弟子。”洞虚子听到欧阳的话，脸皮抽了抽，没想到这次竟然把主意打到了自己还没见的徒弟身上，能够得到自己和胡云的衣钵传承，未来还将接手佛门至宝12品功德金莲，自己这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徒弟，到底是何等的资和气运啊！不过恐怕在见面的时候，就是自家徒弟叛出玄门，化胡为佛的时候了。想想都觉得自己命运多舛，大徒弟长歪了，二徒弟是个魔族，这个还没见过面的徒弟已经被人谋划到了叛出玄门。当年胡云给自己算命，自己断子绝孙，难道是真的？洞虚子想到胡云给自己的批命，就一脸郁闷。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南地北的这地图上所指的风土人情，一半时间都是洞虚子在讲，欧阳在听。早年的洞虚子辗转除魔，游荡了半个世界，所见所闻不是欧阳能够想象到的。直到的再无可，两人再次陷入了沉默。欧阳打破了沉默，反而开口问道：“多久？”洞虚子既然竟能出这种话，那也是变相承认未来将会真的有大劫到来。洞虚子摇了摇道：“谁也不知道他究竟会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降临，要不然谁会让他降临？”欧阳低头，心中如同一团乱麻。自家老三陈长生就是重生者，未来的大劫肯定十分的严重，要不然陈长生的性格也不会那么的偏执。当欧阳实在想不出未来的大劫到底是什么，仙人要都是气祖那种废物，这仙人也不过尔，全都要上自家白的封神宝书，那么拉的仙人也配掀起所谓的大劫？那长生所经历的未来还真是一群废物。魔族，欧阳现在一点都不害怕魔族将士，反而有点期待魔族到底有多厉害，挡不挡得住自家老二一剑，乃还能有什么大劫？这是最困惑欧阳的一点，也是让欧阳最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洞虚子笑呵呵的道：“别想了，曾经仙人大劫之后，无数蛟都没有猜到仙人陨落之后下会那么快迎来。最近的糊涂图一直吃不好睡不好，原本圆嘟嘟的脸都出现了下巴尖，整垮着一张脸，愁眉苦展，像是有了极大的心事。原本无忧无虑的孩子变成这个样子，自然引起了很多人注意。就比如盯着盆里面还剩下的半只鸡陷入沉思的陈长生，原本图图每顿都能吃完一整只鸡的，现在一顿却只能吃半只。难道是我最近的厨艺下降了？”陈长生伸出手指尝了尝味道，和以前并没有什么区别。难道是已经吃腻了这道菜吗？看来要重新调配一下秘方了。陈长生端着吃剩下的鸡汤倒进了早就期待已久的靓仔和瘪三的狗盆里。陈长生看着皱着脸对着空长须短叹的胡图图，忍不住走上前开口问道：“图图啊，最近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正在发愁的胡图图被陈长生突然的出声吓了一跳，头上的呆毛都吓得立了起来。胡图图连忙站起身，对着陈长生满脸假笑着道：“三师兄，没有啊，我没有什么心事，我怎么可能有心事吗？”看着极力反驳却满脸都写着“我的确心里都是事”的胡图图，陈长生也不强行要求胡图图给自己出来，只是上前一步摸了摸胡图图毛茸茸的脑袋，轻声道：“既然你不想，那就不，不过别忘了，你可是有那么多师兄的。”胡图图感受着从头顶传来的温暖，脸上的忧愁反而更加深了，一张脸满是沧桑的看着陈长生道：“三师兄，可能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会明白的。”陈长生僵在原地，愣愣的看着眼前不过6、7岁的胡图图，一脸老成的教训自己，不算前世活了几百岁的自己，这一世自己也17岁了。听着一个6、7岁的孩子这种话教训自己，总感觉有些违和。但没等陈长生继续开口，胡图图害怕陈长生继续刨根问底的追问自己，偷摸摸的背起自己狐狸头的书包，准备去干娘们那里去避避风头。导致这一切的原因，就是欧阳离开之前要一起去胡图图的老家去看看。如果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女孩也没什么，但自己可是妖族啊，回自己老家岂不是就是要去青丘狐族？那自己身为青丘灵狐的事情岂不是就要曝光了？这可是自己身上最大的秘密，整个世界上只有爹爹和爷爷知道这件事。万一师兄们知道我是一只狐狸，师兄们会不会不要我来啊？听人类修士就喜欢抓狐族修士，动不动就要当顶炉。像自己这样的狐狸，师兄们会不会当场翻脸，然后把自己抽筋拔骨，用于辅助修炼啊？这些因为自己的身份将要暴露，胡图图整个人都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就连做梦都是因为自己是狐狸，所以青云宗和师兄们都不要自己了。在梦里面，自己哭的可是很伤心的，就算是醒过来，自己睡着时哭出来的泪水都打湿了自己半个枕头。爷爷人族修士看见妖族就会直接剁掉我的脑袋，就算是师兄们不会剁掉自己的脑袋，但肯定也会因为自己骗他们，狠狠折磨自己。想到这里，胡图图朝山下跑得更快了，因为跑路的颠簸让自己背后的狐狸头书包都一晃一晃的，仿佛在笑一般。二师兄，图图到底是怎么了？你知道吗？陈长生扭头看向在屋顶上叮叮咣咣敲屋顶冷青松问道。冷青松停下手中的锤子，思索了一下，老实的开口道：“不知道。”比起猜女孩子心思，还不如让自己和渡劫七修士大战300回合来的痛快。问冷青松这个除了兄长就是剑道的偏执狂，陈长生也感觉自己像是白问了。随即看向正在晒太阳的藏狐，陈长生走上前微微躬身道：“前辈，您可知道最近图图是遇到什么烦心事了吗？”正在晒太阳的藏狐面无表情的扭过头，看着眼前的陈长生，平淡的开口道：“我知道，是他害怕自己身为妖族的身份暴露了。这些每晚上都被胡图图抱在怀里，一遍又一遍听着胡图图生的问自己该怎么办啊。藏狐帅哥听的耳朵里面都快长茧子了。图图身为妖族这件事情，难道不是已经是公开的事情了吗？”陈长生疑惑的开口问道。冷青松也停下了手中的锤子，抬头好奇的朝着这边看过来。对于这只狐狸师妹，冷青松虽然表面上不在意，但心中还是对这个师妹比较心疼一些的。像那么傻那么平庸的师妹，在山峰也就胡图图一个。藏狐师施然站起身，对着太阳伸了一个懒腰道：“你们虽然都知道了胡图图的身份，但是他并不知道你们都知道了。这样啊，等下我去给他解释一下就行了。至于这样不吃饭吗？”陈长生有些无语的开口道。藏狐却冷笑了一声道：“你们懂什么？胡图图可是九尾狐的血脉传承者，你们知道九尾狐代表什么吗？”陈长生和冷青松被藏狐的话吸引了目光，陈长生受不了藏狐卖关子，直接开口问道：“代表什么？”藏狐哼了一声，趾高气扬的道：“每只九尾狐都代表着一位至少是渡劫期巅峰的强者。”就这？陈长生和冷青松忍不住眼中露出失望的神色，还以为能有什么大秘密，不过是区渡劫期，整得好像是多么大的事情一样。渡劫期虽然在外面几乎代表着这个世界最顶尖的战力，但山峰上的哪个人以后不能突破到渡劫期？所以藏狐这句话在陈长生和冷青松眼中并不是多么大的事情，甚至生出一种九尾狐不过如此感觉。藏狐看到两饶表情，顿时火冒三丈，自家老祖竟然被眼前两个鬼给鄙视了。顿时藏狐忍不住开口道：“你们知道每只妖族都有属于自己种族的本命神通吗？你们知道九尾狐的本命神通有多逆吗？”看着依旧兴致缺缺的两个人，藏狐直接站起来身子，一爪子指肃穆的开口道：“九尾狐的神通便是预知未来。”陈长生和冷青松看着一脸认真和骄傲的藏狐，平淡无奇的狐脸上罕见的挂起一丝骄傲，仿佛能预知未来是一件很吊的事情一般。起来预知未来的确是一件很吊的事情，但这件事在一位重生者面前显然有些不够看，就比如对面的陈长生。而站在房顶上的冷青松对于未来根本不感兴趣，在冷青松心中，
未来这种事情原本就在自己的手中，自己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自己的未来。两个人对于那么吊的能力，却都展现出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这让藏狐感觉一阵挫败服。喂，预知未来难道不吊吗？为什么眼前这两个子都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上古时期，因为九尾狐的这种能力，就算是仙人都对九尾狐视若珍宝，这两个子却一副兴致缺缺的样子，看起来真让本狐恼火。藏狐看着一脸不以为意的两人，冷声道：“你们只是觉得九尾狐只是像眼术一般预测未来，你们错了。九尾狐真正的能力是改变未来。”陈长生听到藏狐的话，脸上平淡无奇，但心中却满是讥讽。未来的万妖女帝的确是未来站在顶堵那一批人，但是也就那样，依旧没能力阻止未来的浩劫。直到自己身死之时，整个妖族都在胡图图的带领下苦苦支撑。要是未来能那么容易改变，那未来的万妖女帝为什么没有改变呢？如何改变？一旁的冷青松却来了兴趣。对于自己的未来，虽然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饶是冷青松都忍不住有些好奇。我不知道。藏狐理直气壮地开口道。冷青松收起了好奇，陈长生则是心中不屑。眼前的藏狐在他们两个眼中就像是大傻子一般。藏狐被这种鄙视的目光看得有些顶不住，略有些心虚地开口道：“上古时代，我族曾经出过一位九尾狐，直到如今，我族再也没有出过一位，所以如何改变，我也不清楚。喂，你们那是什么眼神？混蛋！”越是解释，冷青松和陈长生越是看废物一样看着藏狐，这种眼神让身为渡劫期的藏狐感觉有被冒犯到。刚想动手让眼前这两个不知道高低后的子尝点苦头，却听到门外响起欧阳的大呼剑：“呀吼！爷回来了！”声音刚落下，冷青松和陈长生脸上同时一愣，随即身子一轻，脖子一紧，欧阳直接勒住两饶脖子大笑起来：“崽子们，我回来了！”愣过来的神的冷青松和陈长生心中同时松了一口气。大师兄、兄长离开这集，两人都有些不安，生怕自己这位大师兄、兄长又一觉睡得不醒。但看到欧阳平安回来，两人也同时松了一口气。干嘛呢？飞奔回来的欧阳看着眼前的两个逆子和藏狐，还以为有什么八卦，立刻好奇心大作，开口问道。陈长生轻轻挣脱开欧阳的胳膊，眼带笑意的开口道：“这不是图图最近有些烦心事吗？我们和这位前辈询问一下。”图图烦心事？欧阳脸色一整，看向藏狐，一向没心没肺的图图竟然也会有烦心事，这倒是稀奇了。大师兄不记得你走之前过要去图图老家看一看？图图以为自己身为狐妖的身份要暴露了，所以这集一直愁眉不展，茶饭不思的。陈长生开口笑着解释道。欧阳挠了挠头，好像自己还真的过这件事，不过还不是眼前的藏狐要带图图去觉醒什么血脉，所以自己才这样顺口一提的。藏狐冷哼了一声，看在欧阳回来的面子上，暂且饶过眼前两个不知道高低后的子，随即看向欧阳道：“你们难道没有想过，为什么图图要竭力隐瞒自己是狐妖吗？”欧阳收起了玩闹，想起自己刚见图图的时候，胡云那老子就警告我自己不要在胡图图跟前提起他狐族的身份，一开始还以为是怕孩子初来乍到没有什么安全感，难道真的有什么难言之隐？欧阳认真的看着藏狐道：“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隐情？”藏狐冷哼了一声道：“你们知道上一只九尾狐的出现引发了什么吗？”你……欧阳接着话开口催促道。卖了个关子的藏狐一字一句的开口道：“上一只九尾狐降世，便引发了仙人陨落的灾难。仙人陨落还和九尾狐有关系？白难道和狐狸还有一腿？”欧阳满头问号的看着眼前的藏狐，不由得出声问道：“仙人陨落不是李太白斩仙所致吗？”藏狐却傲然的道：“李太白算什么东西？斩仙？仙人生死岂是一个的人族能够决定的？”欧阳三人坐在石凳之上，藏狐则蹲在石桌上，讲起了妖族中所流传关于上古大战的新秘。传在比上古更久幽的亘古，这上有仙人49位，而下则有3族统治：龙族统御大海，凤族统御空，麒麟族统御大地。3族的声势，就连上的仙人都感觉到恐惧，甚至3族族长根本不在乎上的仙人们，而上的仙人同样对3族心生不满，不断的给3族之间早就摩擦。终于3族曾经掀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金大战，但最终以3族3败俱伤而结束，且3族族长被仙人永久镇压在地之下，而3位祖身后的3个种族则被仙人分化成了世间万族。也就是从这开始，地从亘古来到了上古仙饶时代。但3族族长在被镇压之前，曾各取一丝本源注入到一只灵狐身体之内，从而造就灵之间。在自己上一世的洪荒流之政，盘古开之后分化万物，最强大的3族便是龙、凤、麒麟。龙族由祖龙带领，总领四海水族；凤族由元凤带领，总领卵生鸟族；
麒麟由史麒麟带领，总领胎生走兽，三族统御整个洪荒大地，声威传遍整个洪荒。就算是假借盘古诞生的仙神灵，都要避其锋芒。但随着三族的势力到达了巅峰之后，三族之间的摩擦也日益增多。最后，洪荒迎来另一场大劫——龙凤大劫。大杀劫之中，整个洪荒世界哀鸿遍野，死伤无数。三族以最不体面的方式离开了洪荒的舞台，趁机让那一片蛰伏在暗处的仙神灵们掌控灵。这便是欧阳在前世无数洪荒流中看到的故事。从藏狐口中所的亘古时代，几乎就是龙凤大劫的翻版。仙人掌控高，而下则有龙凤麒麟三族掌控。但随着三族大战，三族凋零之后，仙人便重新掌控灵。魔改版的龙凤大劫听得欧阳心头一跳。而三族族长最后所造就的九尾狐到底又是什么玩意？李太白展现的背后到底又有多少推手在不断的推波助澜？自己明明跟在李太白身边也有过一段时间，但却丝毫没有发现有什么人在背后当着推手。不对，欧阳心中一紧，瞬间明白了一件事情：李太白斩仙最大的推手就是自己，而让自己去帮助李太白斩仙并修改时间线的却是自己身上的那个系统。李太白身后的那些推手绝对和自己身上的这个系统有着必然的联系。想明白这一切的欧阳抬起头认真的看着藏狐道：既然如此，为何要隐瞒图图的身份？要隐瞒的不是图图灵狐的身份，而是图图身为九尾狐血脉的身份。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图图身为九尾狐血脉的身份暴露出去，不仅是妖族、人族乃至魔族、仙人都要对图图出手。藏狐呆滞的脸上，这些的担惊受怕让图图难过了不知道多久，睡不好吃不好，生怕自己会被赶出山峰，从而再也见不到自己最喜欢的大师兄。当听到欧阳的许诺之后，胡图图才彻底放下心，原本紧张的情绪放松下来，顿时变成了哭泣声。的人也不知道怎么那么多的泪水，欧阳擦了又擦，衣袖都湿了，图图却还在哭，可想而知这些图图到底有多害怕。面对这样的场景，除了耐心的给图图擦眼泪，欧阳什么也没有做，只是轻轻的给图图擦眼泪鼻涕。老三，把记录石先收起来，去做点吃的，图图哭够了，该饿了。欧阳瞥了一眼，没好气的开口道。陈长生尴尬的收起手中的记录石，嘿嘿笑了笑，转身走进了厨房，把腊肠狗靓仔和瘪三从厨房里扔了出来。冷青松则对孩子哭闹没有一点耐心，甚至有些束手无策，幸好有兄长在前面安抚，不然冷青松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看到没自己什么事情，便转身回到自己房顶上，重新给自己的房间屋顶加固一下。等到图图抽噎着揉着自己的眼睛，明显哭够了之后，欧阳才抱起图图，笑着开口道：家伙是水做的吗？竟然哭了那么久。大师兄，讨厌你。哭好了，图图娇憨的躲在欧阳的怀里，不敢抬头。过了一会，欧阳怀中的胡图图才生的开口道：大师兄，你先闭上眼。闭眼？难道家伙还想亲自己一口？里都这样写，自家丫头一会肯定会吧唧一口自己。欧阳装模作样的闭上眼，等待着胡图图亲自己。可是等了好一会，也没等到图图亲自己，反而听到图图局促不安的声音响起：好了，大师兄，你睁开眼睛。欧阳略有些失望的睁开眼睛，却看到胡图图原本毛茸茸的脑袋上长出一双毛茸茸的耳朵，而在家伙屁股后面长出一条红色的大尾巴。家伙正一脸紧张的看着自己，这还是图图。当自己一直憋在心中的大事落地之后，胡图图整个人都显得十分的轻松。好久没有变回真身，胡图图当即变成狐狸的样子，肆意的在院子里面撒欢。而在欧阳的告诫之中，胡图图还是听话的，以后只在院里面变成狐狸，在外面还是用人形。能够来山峰实在是太好了，这里有那么好的师兄，还不在乎自己是妖族，甚至因为自己是狐狸，三师兄还给自己的裙子上重新缝了一只红色的狐狸头。图图我呀，爱死这里了。狐狸窝在欧阳的怀里，看着上的月亮，兴高采烈的想到。而欧阳则望着上的月亮出神，经从藏狐帅哥口中得知了关于比上古还要往前的亘古时代的龙凤大劫。欧阳心中更加有些担忧，在洪荒世界之中，每隔一段时间的大劫，就算是已经成为圣饶通教主都被封印，大劫的恐怖程度可想而知。就算是身边这几个逆子个个都资质不凡，身份牛批，但在大劫之中是否能够安稳的度过去，欧阳心中也是没底。初夏的凉风吹不散心中的烦闷，欧阳抱着狐狸坐在院子里看着月亮，一旁的陈长生端着茶杯陪在欧阳身边，而冷青松则在屋顶上感悟着自己的剑道。那么和谐的一幕，为什么还会有什么浩劫来临，非要破坏这份安宁？倒是吃饱了撑的吗？欧阳轻声骂了一句：贼老！突然欧阳心中一动，一道真元从远处飞来，直接回到了自己的丹田之中，在欧阳的丹田之内，如同热油滴入海水之中，引得欧阳的丹田之中一片荡漾。白。欧阳豁然站起身，目光看向真元飞来的方向，目光霎时间冷了下来。
这道真元是自己给白做的护身符上的真元，只有在对方经历生死时刻中，这道护身符才会替对方挡下必死的一击。这道真元从白的护身符里面飞了出来，也就是明白正在经历生死劫难当中。欧阳看着东方，急声道：“老二，老三，白出事了！”端着茶杯的陈长生和站在屋顶上的冷青松同时一愣，瞬间来到欧阳身边。欧阳紧皱眉头，感受着刚飞入自己体内的那道真元，随即微微一愣，护身符受到了一位筑基期修士的攻击。筑基期修士的攻击竟然让白遭受到了生死瞬间，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自己还要牛逼的筑基期修士？欧阳微微错愕了一下，随即开口道：“走，跟我去找白。”狗来！刚吃饱的靓仔刚想回窝休息，一道吸力直接拽着自己朝着欧阳手中飞去。大佬，怎么了？靓仔狗脸懵逼的看着一脸阴沉的欧阳问道。靓仔一入手，欧阳险些有些拿不稳，这狗东西不是盗宝吗？怎么在山峰这段时间吃胖那么多？欧阳也顾不得多想，一道真元灌入靓仔的身体内，靓仔感受着身体内许久不曾出现过的胀腹感，顿时心中一阵欢腾。欧阳直接御狗而起，冷青松和陈长生紧跟其后，怀中的糊涂图还没有明白过来发生什么，自己就已经来到了藏狐的身边。为什么丢下我啊？我也要去看看白师兄怎么了。糊涂图急得只跳脚，刚想变回人形召唤出指甲上的飞鹤，却被一个声音拦了下来。现在的你去只不过是拖累他们，还是待在这里吧。略带苍老的声音突然响起，把糊涂图吓得浑身一哆嗦。糊涂图心翼翼地转过身看去，却发现自己的宠物帅哥正盯着自己看。帅哥！糊涂图心翼翼地看着眼前的藏狐叫了一声：“老夫胡言。”藏狐终于不再隐藏自己的身份，对糊涂图开口出了自己的真名。糊涂图听到藏狐出的名字，总感觉自己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呆萌的眼睛眨巴眨巴了一下，大脑陷入了宕机。过了好一会，糊涂图才猛然睁大了眼睛，对着藏狐惊讶的道：“胡言，胡言，太爷爷胡言！”哎，藏狐和谢狐狸两狐懵逼的看着对方，太爷爷竟然是我的宠物，我什么时候成了狐族的太爷爷了？藏狐胡言和糊涂图心中同时想起了一个疑问：帅哥，不是您就是我狐族？自己给所有人做的护身符，就是为了经这种情况。当护身符的主人受到致命性攻击之时，护身符会主动为主缺下一次致命攻击，并在。而欧阳三人从青云宗日月兼程朝着护身符碎裂的方向飞去，饶氏三人风驰电掣，也赶了将近2一夜。这白到底正的什么道？能跑那么远？这都快到东海之滨了吧？一路疾驰，显得风尘仆仆的陈长生疑惑的开口道：“正道？正哪门子道？”欧阳反问道。陈长生开口解释道：“大师兄，在你昏迷期间，白自己的道不在青云宗，而是在院方，所以便在你昏迷期间离开了青云宗，下山寻道去了。”寻道？封神？欧阳心中讶然，这如今下太平的，白去哪封神去啊？白那本封神宝书，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欧阳心中可是门清，前世的封神大劫，不就因为一张封神榜而展开的吗？现如今这白要走上这条道，但大劫未起，怎么可能正这封神大道？正在思索之间，护身符所在之处已经到了。欧阳虽然心中疑惑，但还是从云头落下，陈长生和冷青松紧随其后落下云头。下方是一座大城，这座城位于东海边上，码头上停靠着无数商船，看来是一座依靠海上贸易建立的城池。街道之上熙熙攘攘，往来密密麻麻的人群，从高空看去更像是一堆密密麻麻的蚂蚁。欧阳三人也不顾烦扰目光，直接落在一处高门大院之内。这处庄园之内，白飞羽正端着茶杯，口口的品着茶。虽然这凡茶远不如宗门里面的悟道茶那般极品，但粗茶之中却另有一番滋味。突然，白飞羽手中茶杯一顿，远处3道极其强悍的气息正在快速接近。还没等白飞羽有什么反应，欧阳三人便从而降，直接落在院子里面，倒是吓得院中的家丁护卫一阵鸡飞狗跳。而正在喝茶的白飞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3位师兄从而降，宛如神兵一般，顿时呆滞在当场。白飞羽还未起身，一只手就抓住自己的衣领，自己便被粗暴地提了起来。熟悉的声音传到自己的耳朵里面，训斥听起来也显得并没有那么刺耳。你子搞什么呢？这不是好端赌没事吗？欧阳抓住白飞羽的衣领，左右上下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白飞羽，确认自家这个师弟没有缺胳膊断腿之后，忍不住开口骂道：“自己3人千里迢迢奔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没想到白飞羽竟然悠然自得地坐在院子里面喝茶，一副岁月静好的模样。这倒是让日月兼程赶过来的3人顿时满是牢骚。欧阳身后的陈长生和冷青松同样面色不善地看着白飞羽，这子如果今没有个合理的解释，恐怕能当场被3人给扒一层皮。大师兄，你什么时候醒的？你们来这里干什么？白飞羽放下手中的茶杯，疑惑地看着3人开口问道。
还真是好问题。欧阳都被气笑了，这逆子怎么开口能问出这么弱智的问题的？要不是给这子的护身符碎了，自己能千里迢迢带着2个师弟赶过来，谁知道这子还悠闲地坐在这里喝茶。欧阳一手把靓仔别在腰带上，一边直接端起茶壶吨吨吨地灌了自己一顿，一路上火急火燎的，嗓子都快冒烟了。大师兄，你正遭遇着生死绝境，感觉白你也没什么事情。陈长生疑惑地看了看白，开口问道：我生死绝境？白飞宇指自己，纳闷地开口问道：自己什么时候遇到生死绝境了？自己怎么不知道？你身上的护身符怎么碎了？欧阳放下茶壶开口问道。护身符？白飞宇眉头皱了起来，随即猛然想到什么，脸上表情一变，直接纵身而起，朝着东海的方向飞去。欧阳3人对视了一眼，旋即跟在白飞宇身后，大老远跑过来，总要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飞到东海边，白飞宇抽出腰间2尺，双眼之中道运流转，轻喝一声开，2尺朝着海面轻轻落下，原本微波荡漾的大海猛然波涛汹涌起来，海水疯狂朝着两边倒灌。在白飞宇法则伟力的作用之下，海底渐渐的在4人面前浮现，裸露的海床上满是珊瑚和没来得及逃跑的鱼鳖虾蟹，而在这其中，正在珊瑚之中穿梭的人影停了下来。一个头扎2个冲髻，穿着红肚兜的男孩，右手抓着一条海带，左手抓着一条带鱼，正兴奋地挥舞着。当察觉到四周的海水退去，看到白飞宇的身影之时，男孩先是呆了一下，随即果断撒丫子准备跑。敢跑，回去就默写黄庭经500遍。白飞宇看着男孩的身影，冷然道。男孩听到白飞宇的话，原本慌张的表情瞬间耷拉了下来，像是斗败的公鸡一样，1步3挪的朝着岸边走来。当男孩不情不愿的走到岸边之后，朝着白飞宇跪了下来，声诺诺的开口道：师傅。这一声师傅直接惊得欧阳3人目瞪口呆，就连一向淡定的冷青松脸上都挂着一丝惊愕。白收徒弟了？山峰3代弟子。欧阳看着眼前穿着红肚兜扎着2个冲髻，面红齿白惹人喜欢的男孩，咽了咽口水。这毛孩子的打扮有点眼熟啊，该不会就是那个抽龙筋、扒龙皮、削骨还父、削肉还母的大逆子吧？这下乐子可大了。欧阳看着眼前的男孩，扯出一个微笑，开口道：白，这是你收的弟子？白飞宇正盯着眼前顽劣的男孩，听到欧阳的询问，也大方的开口道：我云游到此，正好看到红日东升，弟子气东来而落，正好落在此子身上，何该与我有缘？虽然没有师徒名分，但却有师徒之实。最后一句话佛里佛气的，但欧阳却没工夫管那么多，只是蹲下身子，看着眼前的男孩，露出一个自认为和蔼的笑容，问道：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我凭什么告诉你？男孩看着不认识的欧阳，翻了翻白眼，没好气的开口道。白飞宇眼皮一跳，手中2尺落在了男孩的头上，满脸寒霜的开口训斥道：逆子，这位是我师兄。欧阳摆了摆手，这白和一个孩子计较什么？随即摸了摸男孩的头，有些忐忑的开口问道：子，你该不会姓李吧？男孩看着欧阳，刚才师傅都喊师兄，那眼前这个人肯定也和师傅一样都是神仙。神仙师傅的师兄，那就是我的神仙师伯。虽然人，但却十分精明，立刻换上一副真无邪的孩童脸，看着欧阳甜甜的叫道：神仙师伯好，我叫江童。举止有礼，配上唇红齿白的相貌，必然会唤起身为女性的母爱。可惜这里站着4个老爷们，而且为首的还是个带挂的。男孩的属性板在欧阳眼前一览无余，姓名江童，李太白剑碎转世，修为无，根骨0，魅力0，幸运0，资质0，专属技能无。评价：这子。大师兄，你做这个护身符是不是和那的纸人有着异曲同工的作用？回宗中，陈长生忍不住对着欧阳开口问道。踩着靓仔的欧阳耸了耸肩道：也算吧，不过那种减配版的货色怎么可能和我亲手做的相提并论？这白一点都不识货，竟然亲手把我送给他的护身符送给了那个鬼，害得我们白跑一趟。欧阳的喋喋不休带着怨气，更多的是对白竟然那么不识货的抱怨。但这话落到陈长生和冷青松心中，却略微一暖。他们2个也同样认为这护身符的作用不过是和纸人一样，虽然珍惜，但大家都有，却也显得不那么珍贵。如今听欧阳这样一，2人顿时对自己手中的护身符起了珍视之心。果然大师兄、兄长，给我们的东西和别饶不一样。3人风尘仆仆地赶回青云宗之后，刚落到院子里面，就看到胡图图正在费力地搬着东西往一个大包裹里面塞，一边塞一边口中喃喃自语，而花布包裹已经有山那么大了。这妮子想干什么？搬家呢？欧阳眼角抽了抽，御狗而下，落在院子里面，看着胡图图正一脸不舍地对着一个风车喃喃自语，
玩心大起之下，顺手把胡图图的风车给举了起来。哟，这风车不错啊，送给我的吗？欧阳故意大声惊讶地看着风车开口道：“给我，大师兄，给我！”胡图图蹦着够欧阳手中的风车，一边焦急地喊道。欧阳故意举高风车，身高只到欧阳大腿的胡图图蹦了2下，怎么也够不到，嘴一撇做事就准备哭。看到斗图图斗得有些过火，欧阳连忙把手中的风车重新递了回去，一脸陪笑地哄着图图：“哼，最讨厌大师兄了。”胡图图抓住风车，头一扭，生着闷气道：“哎，生气了？哎，这样就生气了？”欧阳歪着头看向胡图图，胡图图哼了一声，又把头扭到另一边。欧阳跟着胡图图把头也歪到另一边，如此往复了几遍，欧阳成功把胡图图惹毛了，身后的大尾巴不由自主地露了出来，直接炸毛成了雨伞，一口虎牙狠狠咬在欧阳的手臂上，才出了一口恶气。欧阳龇牙咧嘴地搓着胳膊，看着摇着尾巴正收拾自己财宝的胡图图，这家伙可真不知道留嘴啊，这排牙硬的还真是清晰。大师兄，白师兄没事吧？图图一边收拾自己的东西，一边看向欧阳的手臂，觉得自己下口太重了，所以装作不在意的看了一眼，开口问道：“哼，虽然把人家扔在家里，但人家只是关心白师兄，才不是想和大师兄话嘞。”欧阳笑了笑，开口道：“没啥事，只是白有了一个弟子，以后可能图图就是师叔了呀。”胡图图听到手中动作一顿，眼神带着飘忽的道：“师叔？那是不是图图成了长辈了？”“对啊，以后图图可就是大人。”欧阳开口附和着道。“不要，图图才不要当师叔！”胡图图突然生气地扔下手中的东西，一溜烟跑进了自己的房间。这妮子抽什么风呢？欧阳莫名其妙地看着跑回自己房间的胡图图，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而一旁正在院子里面打扫卫生的陈长生却笑着开口道：“大概是怕自己不再是罪的，会丢失掉宠爱吧。孩子时候就喜欢自己能够得到别人关注，所以才会做出一些大人不理解，甚至感觉这是个熊孩子的念头。当然不排除真心好熊孩子。”听到陈长生的解释，欧阳也反应过来，对于胡图图这种孩子脾气，欧阳也十分的了解。毕竟前世在孤儿院的时候，为聊到自己的关注，孤儿院里面那群还可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欧阳失笑了一声，看着眼前巨大的花布包裹，这些东西大概是胡图图准备回家时带的礼物，那么大的布也不知道是从哪找来的。而包裹里面都是一些平常的吃食，还有图图在宗门里到处捡到并视若珍宝的破烂，断辽半截长剑、杂草、花，吃剩下一半的糕点、布娃娃，每一件值钱的东西却被胡图图视若珍宝的藏进自己的金库里面。这2年，图图除了去学习，就是蹲在演武场看别人比试，或者去各峰转悠，然后兴冲冲地抱回来这些东西。陈长生看着眼前的包裹，有些感叹的道：“这些在大人眼中一文不值的东西，在胡图图眼中几乎和宝藏一般，平常都不许外人碰的，原来是为了带回老家吗？不愧是我亲手养的闺女，人就是好，境界就是高。”欧阳欣慰的点零头，果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图图在自己这样品节高尚的师兄身边，已经养成了为他人着想的好习惯了吗？大师兄，我们真的要去万妖国青丘山？陈长生开口问道。在自己前世的记忆里，并没有太多关于青丘山的记忆，毕竟在自己的记忆中，青丘山早就灭族了。带图图回去看看吧，毕竟现在图图也出来2-3年了，还没有回过家。欧阳有些感叹的道。从胡云把图图交到自己手中到现在，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3年，当然中间要除去自己沉睡的1年半，时间过得还真是快，算数的话，图图都7岁啊。欧阳悠悠的开口道。7岁？陈长生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大师兄应该不知道妖族计算年纪的方式和正常人族是不同。人族修士1年长1岁，这是人族一直以来计算年纪的方式，但妖族却不是如此。妖族计算年纪的方式是根据自身妖力计算的，已经元婴巅峰的胡图图别7岁了，700岁，出门认个老祖都没什么问题。不过陈长生也没有开口反驳，或许大师兄是想让图图如同正常人族修士已经生活吧。毕竟在山峰击扰眼中，胡图图依旧还是个孩子，可能大师兄也是这样想的。大师兄啊，图图现在回去的话，族里面的大家还会不会记得图图啊？坐在飞鹤上的胡图图有些忐忑地对着身后的欧阳开口问道。身侧陈长生和冷青松立在两边，中间的欧阳坐在纸飞鹤上，带着准备回家探亲的图图，飞鹤下面挂着靓仔和瘪三。而藏狐帅哥似乎和青丘山依旧有着血海深仇一般，提起要不要一起回去，整只狐狸直接炸毛起来。除非我死了，不，我就算是死了也不回去。藏狐如实这样，欧阳也不强求。抛去看家的藏狐，整个山峰再次集体出动。欧阳对这次出行也是满满的期待感，这趟可是去青丘狐族啊。狐族哦，本子里面那些瘦耳狐娘可是开车常客了，
惊扰美貌又带着兽系 buff 加成，更是个顶个的骚。本子得来终觉浅，这次我欧阳就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身青衫端坐在纸鹤上的欧阳被打断遐想，笑了笑，开口回答道：“图图那么可爱，大家肯定已经翘首企盼，等着图图回来啊。”哦，胡图图哦了一声，脸上并没有被欧阳鼓励之后的兴高采烈，反而头上的呆毛微微弯曲一些，有些喃喃自语的道：“其实大家忘了图图反而是好事，这样图图就不会被大家讨厌了。”欧阳听到胡图图的话，有些莫名其妙，听图图的话，好像在青丘山图图有多不受待见一样。怎么都是身具九尾狐血脉的灵狐，就算是按照资质，胡图图应该也是狐族之中类比皇室的成员吧？不万人敬仰，怎么也要顶礼膜拜吧？图图一双短腿不由自主的晃荡，思绪不知道飘到了什么地方，毫不在意的道：“在青丘山，虽然没有明面上，但大家在背后都叫图图扫把星，和图图一样大的狐狸都不敢和图图玩。如果真的忘掉图图，图图是不是就可以以一个新的身份回到狐族了？”的人口中满是向往，言语之中反而更想要狐族的大家能够忘记自己。是发生过什么事情吗？图图，欧阳踌躇了一下，开口问道。胡图图转过头，脸上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微笑，对着欧阳道：“大师兄，图图没有妈妈，大家都叫图图野孩子，而且图图是狐族的罪人，曾经差点让整个狐族陷入一场灾难之中。”陈长生和冷青松也听到的不寻常的味道，两人落到纸鹤的翅膀上，疑惑地看着胡图图。在胡图图前言不搭后语的诉中，欧阳也明白了一个大概。胡图图从出生便没有见过自己的父母，而且在胡图图出世之时，狐族经历了一场差点灭族的灾难。在那场灾难之中，半数狐族族人身死，整个狐族元气大伤。但凡经历过那场灾难的族人，都在那场灾难中失去了某位亲属。而胡图图的出世，则成为了全族之人所诟病的目标。逝去轻饶悲伤需要一个宣泄口，而这个宣泄口就成了胡图图。很快族中便传出，这场灭族之灾其实就是因为胡图图引发的。这句话还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从狐族之中的一位长老嘴中出来。这话瞬间让胡图图成为了舆论风暴的源头，而胡图图也被全族看成了灾祸的源泉。虽然有着高层的庇佑，但仇视的目光却一直伴随着胡图图长大。大扰冷漠无视，孩子害怕欺凌充斥着胡图图到青云宗之前，而胡云的出现又是胡图图为数不多的光亮之一，甚至胡图图这个名字都是胡云给他起的。对于胡云这个爹爹，满足了胡图图对于父亲的所有幻想，而青云宗之后的生活补足了胡图图的快乐，所以胡图图并没有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有什么差的。现在的自己有不正经的爹爹，有凶巴巴但对自己很好的干娘，有好脾气的师叔，也有底下最好的师兄。图图现在很满足，这是图图最后笑着流眼泪的话，童真无邪又满是对现在生活的满意，甚至高兴摇起尾巴。故事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老套的浓宫漫的味道。后面大概就是胡图图为聊到全族狐族的认可，然后不懈努力，拼命的拯救一次又一次狐族，最后得到所有人认可。老套又励志，热血不乏感动。但可惜欧阳并不打算如此。一旁的冷青松双眸冰冷，怀中长剑微微清明，他已经决定问问狐族里面有没有剑修了。而另一边的陈长生则手中一扬，无数纸材的狐狸围着胡图图跳舞，逗得胡图图哈哈大笑。陈长生笑眯眯的开口道：“图图感觉这些纸狐狸好玩吗？”这还没到狐族，在冷青松和陈长生眼中，已经准备给狐族一个终生难忘的教训了。山峰最不成器的徒弟，虽然的确有些资质不行，但还轮不到别人指手画脚。一个刚出世的孩子能做什么引发灾难之祸，暂且放下不提，而在灾祸面前软弱无力，最后把所有的责任强行按在一个孩子身上，这本身就有问题。没有人出生就带有原罪，佛家和上帝那套在这里行不通的。那种依靠赎罪苟活在世上，祈求这辈子能够偿还自己的原罪，得到救赎的路子，走不到九州的土地上。早就听狐族软弱，没想到软弱到这个地步。既然图图已经是山峰的狐狸了，两家怎么也能攀上点亲戚。有这样一个软骨头的亲戚出去可不好听，欧阳决定给这个软骨头的亲戚腿上打上钢板。毕竟都是一家人，客气的话就不用了，先看看打断谁的腿吧。毕竟腿不断，怎么打钢板？烈烈风起，欧阳不打算好好带着胡图图回家探亲了。和和气气看胸怀宽广的狐族兽耳娘跳舞也是看，拿刀看着哭哭啼啼给自己跳舞的大 X 骚狐狸也是看。欧阳双眸之中微微泛冷，单手摁在胡图图头上轻声道：“图图那么可爱，怎么会有活着的人讨厌图图呢？其阳多玉，其阴多青沃，南边有很多玉石，北面有青色矿物，这便是青丘山的原貌。而在这里便是狐族的栖息之地。”一只青色水牛人性化的端着一杯水，抬头看着悠然自得。一只水牛身为狐族供奉这件事并不奇怪，甚至水牛还有些自鸣得意，
因为青丘山盛产玉石和青色的颜料，所以在妖族之中还算得上富裕。可惜狐族的战斗力原本就低下，狐族本族的大妖修等同于零，而且狐族男女在妖族中本就以相貌着称，有钱有颜没实力，狐族便成为了很多族群觊觎额目标。几百年前的一场灾祸，又让原本就战斗力稀缺的狐族损失惨重，对于狐族而言更是雪上加霜。不得已，身为狐族智者的自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豪门赘婿。我没有强者，但我有钱有颜，招实力强大的上门女婿，填补我狐族高端战力的不足，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办法？此法一出，在整个妖族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妖族本就是下大族，整个地之间无处不存在妖族的痕迹。妖族的演化又并非单单只是族中繁衍，更多的还是自行生出灵智，在一方修炼的妖族散修。这种散修一部分认祖归宗，很大一部分则是因为自己并非在本族成长，所以实力与待遇严重不符，所以对于认祖归宗的意愿并不强烈。突然有一个族群公开招人，高薪高职位，还送老婆房子，这种好事自然引得无数妖族散修趋之若鹜。当然其中不乏一些居心叵测之徒，但在狐族仅有的7位合体7大妖修的监管之下，倒也算得上风平浪静。凭借着此招，狐族还真就稳稳站在了妖族之中，并且长盛不衰直到如今的原因。如今的狐族不但有着10几位合体7大妖修坐镇，狐族之中各族妖修更是数不胜数。对于极度排外的妖族而言，狐族的这个举动更像是民主自由的灯塔一般，让妖族散修找到了归宿。而这个才的想法正是自己根据自己经历想出来的。每想到这里，青牛就自鸣得意的哞一声，打心底佩服自己这个才般的创意。不知道图图在青云宗过得怎么样，会不会因为见不到牛爷爷整以泪洗面？青色大水牛脑海之中突然蹦出来胡图图的身影，脸上原本悠闲到的神情变得落寞。胡图图的身份极其特殊，几位供奉商量之下，决定隐瞒下来，走漏风声之后，不得已才让那个人族大修士把图图带走。掰着手指头数一数，图图离开青丘山也已经2年了。为什么不是3年而是2年？因为自己的蹄子只有2节，在大水牛认知里面，这个世界的数字就不超过2。甚至每当有人纠正他的错误时，身为合体7大妖修的水牛会轻蔑地表示，这个世界就是1和2组成的。想到胡图图，水牛的眼神落在一棵大树上，那棵大树是图图最喜欢爬的树。啊，你他妈的看什么？一声嘹亮的声音突然从树上传了过来。大水牛微微一愣，整张牛脸又垮了下来，一脸无奈地看着树上一只黑色的鸟正歪着头看着自己。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呵，名曰霍霍。树上这只鸟正是青丘山所特有的鸟，霍霍。这鸟以前只会对着别人呵呵，现在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学会了怎么画，一到晚整飙脏话。蠢鸟，过来！水牛伸出蹄子，霍霍飞了过来，落在水牛的蹄子上，依旧歪着头看着水牛。呵呵，我问你他妈的看什么？冠冠鸟歪着头继续道。这鸟只会学舌，却不知道什么意思。青丘山有一大群这种鸟，整对着人就是问你他妈的看什么，直线拉低了青丘山的素质。霍霍，跟我学。你好，水牛。牛儿看着面前虎脸皱成一团，一副憨批模样的虎族3皇子，一张牛脸更加的蛋疼。这白虎不是虎族万年一遇的才吗？怎么看起来一副脑缺失的样子？果然不愧是图图吗？自己都已经让族里面那么努力的抹黑图图，但依旧还是有识货的傻缺看出了图图的不凡。九尾狐的魅力真的没有办法阻挡吗？看着牛儿一脸便秘的表情，对面自认为自己拽炸聊，白虎心中更加的确定，那只狐狸肯定在族中生活的不好。自己时候曾经来过狐族借住，也就是在那时候认识了那个被所有人都排挤的狐狸。身为虎族的3皇子，从就怯弱的自己也常常被族中的老虎们欺负，迫不得已来狐族当了上门女婿的3舅这里住一段时间散散心。也就是在这个期间，自己在一处树林里碰到了胡图图，几只狐狸围住了一只头上长着呆毛的狐狸，正恶语相向。你这样的丑八怪不配在青丘山住，可是爷爷让我住的啊，青丘山就不应该有你这样的灾星。图图不是灾星哦，爷爷图图是最可爱的宝贝。我妈妈你是灾星，妈妈是什么？图图怎么没妈妈？哈哈，你没有妈妈怎么会是宝贝？爷爷图图是宝贝，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几只狐狸手拉手围着图图跳舞，一边跳一边唱，欢快声也更像是嘲笑。被围在中间的呆毛也沮丧地弯了下去。看到眼前的这一幕，胡炳的内心像是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样，自己是虎族和人族的半妖，而母亲在生下自己后也同样离开了人世。身份的特殊和变异的毛发让胡炳从就敏感脆弱，流言蜚语同样伴随自己从到大。此时的他似乎能和那只呆毛狐狸产生某种共鸣一般。喂，你们！胡炳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
从草丛中走了出来，目光冷然地盯着眼前的几只狐狸，像是盯着自己的猎物一般。虽然在虎族之中自己比较弱，但是在几只狐狸面前，单纯依靠着体型，自己就足以应对几只连修行都没有开始的狐狸。而对面的几只狐狸欺负一下糊涂图还得过去，但是面对一只2米多长的白虎，生的上位者对下位者的压迫感，还是让他们胆寒。滚！白虎张开獠牙，对着几只狐狸怒吼道。几只狐狸顿时被吓得魂飞魄散，飞快地逃离了这里。而糊涂图则呆呆地看着眼前的白虎，像是被吓傻了一样。胡炳看了一眼呆呆的糊涂图，自认为做了一件事，转身准备离开时，身后软萌萌的声音传来：“那个，谢谢你。”胡炳心中不屑，不过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而已，自己身为虎族3皇子，这种事情根本不足挂。胡炳的傲娇的心理活动还没有结束，一朵白花却插在了自己的脑门上。一身火红皮毛的狐狸像是一阵风一般掠过自己的面前，向远处跑去，一边跑一边惊慌失措地开口道：“这是我今看到的最漂亮的花，送给大哥哥你了。”声音既感激又有些害怕，眼前的老虎会不会吃了自己？白虎看着插在自己脑门上的白花，这种娘们唧唧的东西，怎么配得上威风凛凛的白虎大人？刚想抬起爪子把脑门上的白花扯下来，爪子碰到白花，却动作轻柔地摘了下来，把白花举到眼前，一双虎目之中流露出不一样的轻浮。这好像是自己。牛二看着眼前意气风发的胡炳，对于这位早年间曾经借宿在青丘山的虎族3皇子，其实他也早有耳闻。原本不过是一只虎族半妖，却因为身具虎族嫡系血脉，所以一直养在虎族皇室之内，但因为其身份的特殊性和生奇异的白色毛发，所以一直不受重视。但从青丘山回到虎族之后，一鸣惊人，先后在虎族比武之中打败了被称为虎族星星的虎甲、虎乙2位兄长，更是在征战豺狼族叛乱之时，一手生雷法，直接重创合体境豺狼族族长，一战成名，少年英雄。在妖族之中被冠以雷白虎之称，更是被虎族族长钦定为下一任族长。甚至一度传言，万妖国的那位国主对这位虎族的3皇子也十分的感兴趣。原本以为曾经与这位虎族3皇子有着借宿之缘，没想到今日这恶虎竟然打上门来，还要抢走糊涂图为妾。为妾？虽然糊涂图的身份一直被他们几个老不死的给隐瞒着，但是糊涂图的未来肯定会成为狐族的族长。狐族族长为妾，这子也敢提出来？而且今这势头，分明就是想明抢。牛二瞪着一双微微泛红的牛眼，看着眼前的虎族3皇子，冷哼了一声，朝长眸。霎时间，整个青丘山中飞出无数亮光，10几位合体期大妖修分立两旁，身后更是有数百位分神出窍期的妖族修士，形态各异，却无一例外，最低都是分神境的强者。这便是我狐族数百年来豪门赘婿的成果。牛二面对眼前满山猛虎，丝毫不惧，身形暴涨之下，一把开山斧出现在手中，挥舞2下，单手背在身后，冷盯着眼前的胡炳道：“狐族虽然势威，但还没有到任人宰割的地步。”胡炳看着从青丘山之中突然涌现出现数百位妖族修士，脸上的表情却挂着戏谑。就凭这些连族群传承都不曾获得的野修，也配在万妖国最强12族之一的虎族面前耍威风？妖族散修最致命的缺点，就是无法得到其本身种族的血脉觉醒，只能靠着地元气施展术法，和人族修士无异。只有激发本身血脉，觉醒本命神通的妖族，才拥有同境界中以1敌3的强悍实力。眼前这些被虎族笼络过来的妖族散修，在胡炳眼中根本没有任何威胁力，甚至有些好笑。白虎扬长啸，满山猛虎紧随其后，虎嗷之音响彻山林，数十位合体境的虎族大妖修卷起一片黑云，带着慢妖气从边席卷而来。整片黑云形如猛虎，作扑越撞，似乎下一秒就能直接把人吞噬进那漆黑的虎口之中。强悍的妖气裹挟着地元气，虎口如同深渊一般，要抽干附近所有的地元气。单单望一眼，就让看着肝胆俱裂。牛二身后的大妖修们在如此威压之下，忍不住纷纷往后退去，但想到自己身后便是自己的妻儿，又停住脚步，强撑着面对着对面恐怖的一幕。胡炳双手张开，虎形黑云之中雷电交加，一道骇然的惊雷响起，巨大的白色电浆直接灌在胡炳身上。白色的毛发被雷电引起，胡炳伸出手握住自己背后的长刀，看着眼前的牛二开口道：“牛爷爷，我的刀拔出来会见血的。”牛二手持开山斧，看着眼前和曾经那个怯弱的虎族少年判若两饶胡炳，嘴角泛起一丝苦笑。狐族就算是进行了几百年的豪门赘婿计划，也无法和这些根红苗挣了数万年的虎族相提并论。一只巨大的黑鸟头顶一个斗篷，手持一把细剑，落在牛二身边，盯着眼前的胡炳，朝着牛二问道：“老二，怎么回事？”头顶独角的乌龟拄着拐杖而来，也落到牛二身边。除了胡炳的亲三舅远游未归，如今的狐族供奉中最强的3位悉数到场。牛二盯着胡炳简略的开口道：“这次想抢走图图，并纳图图为妾。”黑鸟脸上瞬间变得阴晴不定，
看着胡炳开口道：“虎家三子，图图已经前往青云宗拜师了，如今不在族中。”胡炳听到黑鸟的话，虎脸一沉，难道胡图图已经在青丘山没有立锥之地，已经被迫赶往到了人族修士的宗门里面？你们真的都该死！胡炳双目冷然，朝着青丘一众妖修厉声喝道，猛然抽出背后长刀，无数蓝白电浆顺着长刀直接虚幻成巨大的虚影。这子有什么大病吗？突然发哪门子疯的？胡炳一手握住刀柄，一手摁在刀背之上，狠狠一个下劈，一道霸道之极的雷电刀气朝着青丘山一众妖修劈来。这道刀气就算是合体期的三妖都感觉惊心动魄，隐约之中甚至能从这刀气之中看到一只捕食的猛虎正朝着自己张着大嘴撕咬过来。嘿！牛二低喝一声，一双牛蹄狠狠踩入大地之中，撩起开山斧，汇聚浑身之力挥出一斧，青色斧刃朝着蓝白色刀气冲去。双方人马看着场中两道绝强的攻击，寂静无声。青色斧刃化作一头奔腾的青牛，而蓝白色刀气则化作一只扑食的猛虎，双方狠狠撞在一起，四周顿时地雷烽火演化，四周的一切都在这两股绝强的攻击之下被碾成齑粉。缠斗不过一息，青牛的犄角顶进了猛虎的腹部，猛虎的血盆大口咬住了青牛的脖颈，双方同时消散在原地。从没想到一击能够解决牛二的胡炳宛如杀神一般，手持长刀朝着青丘妖族急速奔来。当胡炳动身的一刹那，那满山遍野的猛虎和空之上的黑云同时朝着青丘山扑来。浩浩荡荡的大军以胡炳为风头，化作一柄利剑朝着青丘妖修刺了过来。和平已久的青丘一族哪里见过如此场景，能够站在这里没跑就已经是很有血性的汉子了。牛二、黑鸟、乌龟对视了一眼，大喝一声，身后三道虚影缓缓出现，展现本命神通，准备殊死一搏。一道青莲剑意直接划开空，锐利的剑意自上而来，黑云如同被拉锁拉开，满山猛虎在这剑意之下硬生生被挡住了脚步。一身黑衣的冷青松奔剑而来，脚踩青莲，瀑布般的青莲剑意化作道运洪流，直接把双方分开开来。胡炳长啸一声，身后白虎乍现，持刀朝着冷青松扑去。冷青松看都没看，抬手一剑刺穿胡炳肩胛骨，随后一脚直接把胡炳踢飞了出去。脚下青莲化作13柄青色长剑，分列两边，对着双方。这位如同降的少年剑仙淡淡开口：“擅动者死。”其实欧阳一行人在青牛和胡炳对话之时便已经赶到了，胡图图急得都快哭了。欧阳却摁住几人不让动手，毕竟救场这种事，如果不是在紧要关头出场，会显得十分没有逼格。当青牛和白虎的攻击结束之后，双方开始火拼之后，欧阳才让冷青松和陈长生动手。于是便发生了刚才那一幕，冷青松一脚踢飞了胡族最耀眼的才之后，随即青莲化剑直接威胁双方。陈长生回到欧阳身边，笑眯眯的开口道：“大师兄，大阵布置好了，一个在人前装逼，一个在人后收网。”冷青松和陈长生打出一个最佳配合。陈长生看着虚空而立的冷青松，疑惑的开口问道：“二师兄这是在干什么的？怎么还不动手？”欧阳摸着下巴，同样看着远处的冷青松开口道：“大概是他在享受装逼的快感，别看这子冷冰冰的，其实闷骚的很。”这子闷骚，欧阳打就知道，尤其是爱出风头这点，关不关他的事，他都喜欢挺身而出。要不是时候的自己吃得开，就这子的臭脾气，别位面之子了，大到青灵都能被人陈护成河里。看着虚空之中一剑威震双方火拼马仔的逆子，欧阳颇有一种吴家有儿已长成的错觉。大师兄，牛爷爷他们怎么和胡炳哥哥打起来了？胡图图一副快急哭的样子，拉住欧阳的袖子，开口问道：“感情刚才他们话，你是一个字也没听见，还不是因为你？”欧阳指着两方马仔，好奇的开口问道：“这些人你都认识吗？”图图图图理所当然的点零头道：“当然认识了，牛爷爷、冠爷爷、龟爷爷，那是胡炳哥哥，以前对我最好的哥哥了，最好的哥哥，然后经过来抢你去当妾。”欧阳双眸泛冷的看着场中的白虎少年，双眼泛冷。如果金那只白毛崽子是来抢图图回去当妻，那还得过去。妾，还真是敢开口啊！长生，欧阳豁然起身，随口淡淡的开口道。陈长生心领神会，双眼陡然变成两个太极图，眼中泛起一丝金光，立起两根手指在胸前低喝道：“九宫八卦。”切！霎时间，整个山脚下被一道金色大阵完全笼罩，正准备火拼的双方妖修尽数被阵法笼罩，连同冷青松一起包裹了起来。玄奥阵法气息自阵法不断的向下压迫着，虚空而立的冷青松同样受到了阵法的影响，13柄青莲剑清明不已，似乎正在因为自己被阵法牵制而感到不满。冷青松双眼之中两朵青莲亮起，霎时间脱离了阵法的控制，虽然身在阵法之中，却又在阵法之外的玻璃符。
陈长生看到冷青松竟然能挣脱自己所布阵法，随即一愣，好胜之心一时兴起，原本立起一根的手指又竖起了一根，忙切！在九宫八卦阵外，大团迷雾从四面八方涌来，直接遮掩住了整个大阵。大阵之中套大阵，这也是刚刚陈长生留下的后手。大阵之内瞬间即混乱，冷青松双眼之中的青莲悄然消失，差点险些从半空之中掉了下来。忙之内，机不显，五行倒转，规则不出。冷青松看向陈长生的方向，冷哼了一声，先是指人，又是如今的大阵，这老三似乎一直在挑衅自己这个二师兄的位置啊。等事情结束了，自己倒要拿剑问问老三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意见。比起两师兄弟之间的玩闹，下面的双方人马已经慌成一团。眼前这位一剑击败虎族少族长的少年剑仙，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所有人都看到了，眼前的少年剑仙只一剑一脚就直接把少族长踢昏了过去。少族长可是生意虎，如今更是在分神期便拥有堪比合体境大妖修的实力，在眼前的少年剑仙手中撑不过一招。该不会是哪个前修的不出世的大能被狐族招揽到青丘山当赘婿了吧？有埋伏！杀的狐狸竟然埋伏我们！这少年剑仙竟然是人族！狐族把全族屁股都卖给他了吗？这实力竟然来狐族当赘婿！我也想当赘婿了。比起虎族的慌乱，青丘山同样一脸懵逼。自己这边是来帮手了，可是为什么这位少年剑仙还把剑指着他们？看着直对自己的六柄青莲飞剑，狐族为首的三只大妖修从飞剑之上感受到了莫大的压力，似乎只要自己敢动一下，眼前的飞剑就能把自己捅成筛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正当双方陷入一片混乱之时，一声嘹亮的虎啸声响起，巨大的雷电虎影从虎族之中升腾而起。在如今法则道运皆不能用的大阵之中，巨大的雷电虎影几乎成为了无敌的存在。雷虎扑向冷青松，单靠自身剑意的冷青松抬起手中的剑柄挡在眼前，一朵青莲陡然盛开，雷虎撞在青莲之上，寸步不得进。而冷青松头上青筋暴起，同样显得异常吃力。哦，这雷虎竟然是纯粹的雷系本源之力。陈长生看着大阵之中的雷虎，面露惊异，他也没想到这大阵之中竟然能有妖族催动的元气之中的本源之力。忙大阵遮掩机，道运法则不显，倒是让大阵之中的冷青松优势骤减，反而拥有雷系本源之力的雷虎占尽上风，这倒是让陈长生没想到的。二师兄怎么不拔剑？一剑斩了不齐了？陈长生忍不住传音给冷青松。冷青松听到陈长生竟然还敢传音给自己，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要不是陈长生自己会在这只雷虎面前表现得如此吃力，还不把外面的那个古怪的大阵撤去，竟然还想让自己拔剑，不知道自己拔剑必见血吗？这子是不是就等着看自己笑话的？想到这里，冷青松已经把教训陈长生彻底放在了心正。你等着！冷青松虽然抵抗的有些吃力，传音酷酷的回答道。陈长生一脸莫名其妙的看着场中的冷青松，自己好心提醒，这人却还威胁自己的，有病！一旁的欧阳猛然爆发出浩瀚的真元，化作一只巨手，直接一巴掌打碎了雷虎，嚣张的声音响彻整个青丘山。现在蹲下，双手抱头。青云宗前来扫 H。 青云宗，人族九大圣地之一的青云宗，虎族一方瞬间如临大敌。九大圣地的威名，不管是人族还是妖族，都有着赫赫威名。在地行走时，只要亮出你九大圣地的身份，任何修士都会高看你一眼，就好像是一群带专生中猛然亮出你的北大毕业证一样。为什么青云宗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而且还布下如此大阵，把所有人禁锢在大阵之中？在虎族妖修眼中，这肯定是狐族和青云宗的计谋，为了就是因他们虎族，让未来的虎族族长陨落在此。想到这里，满山虎修都开始朝着已经陷入昏迷的少族长胡炳涌去。在这种关头保护住胡炳才是最至关紧要的。十几位合体期虎族大妖修在最内围护住胡炳，而无数修为低下的虎妖则死死守在最外围。另一方的狐族则是一脸懵逼，原本听到扫 H， 所有青丘山大妖修都心中一震，难道狐族的豪门赘婿是违法的？但随即一想，不对啊，扫 H 也应该是妖族来人啊，关你青云宗什么事？而为首的龟一、牛二、冠三则脸上一喜，图图所在的青云宗修士来援助青丘山了。尤其是牛二，蹄子狠狠踩在大地之上，高声喊道：弟兄们，我们的援军到了，速速跟我杀敌！话音刚落，三只大妖修只感觉后颈一沉，三只大妖修直接拼在地上昏死过去。三位身穿紫衣戴着银白色面具的陈长生立在三只妖修身后，平静地放下手淬毒的长针，仿佛做了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一般。而在虎族那边，原本死死围着胡炳的十几位合体期的虎族大妖修同时收到了陈长生傀儡的背刺。在陈长生的大阵之中，自己的傀儡便是大阵组成的一部分，不但可以借用大阵的力量提升自己的实力，
还可以出现在大阵的任何一个地方。九宫八卦阵作为同样顶级的后大阵，已经被大阵笼罩的10几位合体期的妖修还没被陈长生放在眼正。只要在我的阵中，那我便是主宰生死的仙。这便是已经抢占阵祖仙人一退的陈长生的自信。只在一瞬间，陈长生便毒翻了双方顶堵战力，而剩余的臭鱼烂虾又在冷青松的青莲剑意还有九宫八卦阵的双重压迫之下，连动动手脚都觉得异常艰难。怎么样快速让势同水火，准备火拼的两方马仔同时驻手？那就是突然冒出来一个准备把他们一网打尽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欧阳三人。双方妖修如临大敌般看着突然出现的青云宗人族修士，不知道青云宗到底来了多少人，但到处都是身穿紫衣道袍的陈长生。原本因为召唤出本源雷虎却被欧阳直接捏碎而陷入昏迷的虎柄，凭借着强悍的肉身再次苏醒过来。身为虎族少族长，当危险到来之时，站在族人最前面是他的职责所在。可虎柄刚站起身，一袭青衫直接撞到眼前，直接一脚踩在自己脸上，还没等虎柄反应过来，一张狗脸直接被塞在自己面前。欧阳端着狗子从山头上一路奔下来，气都不带喘的跑到白虎虎柄面前，直接把狗嘴塞在虎柄嘴里问道：妮子很拽啊！靓仔狗头被塞在虎柄嘴中，受到如此奇耻大辱，虎柄虎目圆睁，周身再次噼里啪啦涌现出雷霆之力。可虎柄突然感觉嘴里的狗头抽搐了一下，哦！靓仔直接呕吐在了虎柄嘴里，强悍的真元直接在虎柄嘴里爆炸开来，外加让人心理防线直接崩溃的精神攻击，直接让虎柄倒飞出去10几米。风头无量的虎族少族长在昏迷之前，心里还在想着一只狗呕吐在自己的嘴里，还顺嘴呕进自己嘴里一个大炮仗。这人族修士现在都如此狡诈恶心的吗？虎柄看向那袭青山，想要看清楚到底是什么人，如此奇耻大辱，只要自己还能活下去，必将血债血偿。可当虎柄看去之时，却看到一个的身影挡在自己的面前，大声对着那袭青山着什么，声音是那么的熟悉，就好像在梦里梦到过无数次的那个声音。临死前的幻觉吗？自己竟然看到了图图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就如同100年之前自己挡在胡图图面前一样，自己竟然看到那只狐狸挡在自己面前。虎柄不想再去看，能够出现幻觉肯定是自己的懦弱又回来了，仰着头闭上眼，准备等待着死亡的降临。无数回忆如同走马灯一般在自己的脑海之中闪过，不知道等了多久，耳边却响起无数的嘈杂声，隐约之间还夹杂着欢呼声，愈发吵闹的声音甚至打断了自己伤感的回忆。少族长又开始带入悲情男主角的场景之中了。嘘，你想死吗？全族上下谁不知道少族长有文青病？嘻嘻，少族长不是昏迷着的吗？起来他也不识字，听几本霸道老虎爱上我的话本之后，整个人就像是魔怔了一样。谁在编排我的？虎柄猛地睁开眼，却发现已经到了晚上，巨大的篝火升起，自己躺在一张软垫之上，四周载歌载舞的场景让虎柄大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到底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虎柄刚撑起身子，就被旁边的同族虎妖直接勒住脖子，灌了一大口酒，呛得虎柄剧烈的咳嗽起来。推开眉眼力界的马仔，虎柄呆呆的坐在篝火旁，感觉有些不真实。自己来这里是为了抢胡图图回去，不让胡图图在这里受苦。听到胡图图被排挤出狐族，自己勃然大怒，准备血洗青丘山。然后突然出现了人族修士，一狗打晕了自己。现在自己坐在这里，开启了篝火晚会，中间是不是少了什么环节？这个幅度跨越是不是有些太大了？虎柄看向对面，一位身穿青衫的少年正一脸死灰的看着面前的狐族少女，正在翩翩起舞。青衫，正是青衫。虎柄露出獠牙，刚想扑上去雪耻，一只火红的身影却跳到了自己的怀正。梦中响起过无数次的声音在耳边重新响起。虎柄哥哥，你怎么来青丘山了？看着眼前熟悉的身影，虎柄不由得张大了嘴，随即抬起手，一个巴掌扇在了自己的嘴巴上，确信这不是梦之后，狠狠抱住了眼前的狐狸。用力之大，让胡图图感觉有些呼吸都猛然一滞，刚想开口，却听到在耸动的肩膀中，一个略带颤抖的声音响起：对不起。迟到了100年的道歉，饱含着这只老虎藏了多年的歉意和后悔，更多的还有久别重逢后的欣喜。狐狸脸上挂起笑意，装作大人样子，拍了拍虎柄的后背，轻声道：没关系的，虎柄哥哥也一直很辛苦不是吗？在篝火的照耀下，一虎一狐的相拥显得异常的温馨，而四周的妖族也知趣的没有打扰。此次前来的虎族妖修都是虎柄的嫡系，他们很清楚自家这位少族长有着一块心病，为了这块心病顶撞族长，直接拒绝和黄金虎族的联姻，带着自己的部族直接前往狐族。虽然扬言要把胡图图带回去当妾，可自家少族长可是一直未娶妻啊。身为虎族未来的族长，保证族长血脉的正统，虎柄的正妻必须是虎族中的女子，这是虎柄一直抗拒的事情。
甚至为此不愿继任虎族的少族长。被带过来的部族不理解，但看到眼前的这一幕，心中也大概知晓。而这块心病，想必大概就是眼前的狐狸吧。而青丘山的妖修们看到眼前的这一幕，脸上同样露出一丝满意的表情。如果狐族能够攀上虎族，对于青丘山来也是一件不可多得的好事。但前提胡图图不可能当妾，胡图图的身份注定要成为狐族的族长，狐族族长怎么可能去其他部族当妾的道理？这是一个死结，也是双方都不愿退让的理由。但此刻双方都没有打断，两饶相逢。在场唯一的3个人族大修士则被青丘山隆重地安排在了主位。欧阳看着面前年轻娇羞的狐族少女翩翩起舞，一脸死灰。一旁的陈长生和冷青松同样一脸的不自然。原因无他，妖族和人族原本就是2个种族，生活习惯的冲突还有生理结构上的冲突，让2族的审美出现了巨大的不同。就算是为了更好地使用兵器而化作人形，妖族的修士还是愿意更大一部分保留自己身为妖族的特征，比如一身光滑的皮毛，还有代表自身的头颅。我这皮毛那么光滑，怎么可能不保留？我这满嘴獠牙，威武霸气，保留，保留！我这双排扣，保留，保留！这也就导致原本欧阳期待的大 X 腿长开放的狐族美少女，变成了双腿直立，顶着狐狸头，甩着双排扣，一身皮毛的人形狐狸在自己面前群魔乱舞。尤其是欧阳3人展现出来的强大实力，在慕强的狐族少女眼中更是流露出狂热的爱意。10几只人形狐狸满是骚气的对着你抛媚眼，更是让欧阳鸡皮疙瘩起了一身。碍于狐族长老的盛情难却，欧阳只能硬生生坐在这里，遭受着眼前的视觉冲击。图图那么皮懒，多亏了3位哥的照顾，好话俺也不会。老牛敬你们3人一杯，我干了，你们随意。一旁的牛二端起比水缸不了多少的酒杯，吨吨吨的喝了起来。欧阳3人对视了一眼，举了举手中的酒杯，浅尝了一口妖族特有的高度辛辣酒呛的3人直皱眉。这青牛都已经连喝17缸了，劝酒的话还都是一样的，仗着自己有3个未喝起酒来就为所欲为。欧阳放下酒杯，看向胡图图的方向，当看到胡炳紧紧抱着胡图图时，欧阳都快把自己手中的酒杯给捏碎了。怪不得前世自家有女儿的阿美丽卡老爹都喜欢背着猎枪。看着如同自家家闺女的胡图图被胡炳抱在怀里，欧阳都想把眼前那只大白猫的灵盖给掀开。一个为了族中安定，把胡图图推出来当灾难的源头，吸引族中的火力；一个更是直接上门，准备强抢胡图图回去当妾。有依依，这话刚在青云宗任何一个地方出来，欧阳都能直接把对方皮给拔下来点灯。可一方却又是胡图图的长辈，一方又是胡图图的青梅竹马，欧阳3人身为师兄又不好出手。要不是胡图图刚才拦着，3人还真准备把双方都直接一块端了。美嘞很，美嘞很，你们师傅把图图领走，俺还不愿意嘞。现在看，嫩师傅还怪好嘞。一旁的大乌龟背着龟壳，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开口道：身为狐族大长老的大乌龟，不知道活了多少岁月，眼前的情景正是他想要看到的。胡图图不但有了青云宗这样超级宗门为背景，更是在一回青丘山变成了狐族的救星，学成归来又拯救族中于水火，直接消除了胡图图在族人中的印象，简直就是一弹多鸟。3位狐族供奉对视一眼，同时看出对方眼中的满意。正当这时，胡图图牵着胡炳来到众人面前，胡图图兴奋地对着欧阳开口道：大师兄，这是胡炳哥哥，时候就是他，图图才不会被欺负。胡炳看着眼前的3位人族少年，像吉林一次上女朋友家见父母的样子，局促地开口道：3位师兄，刚才胡炳多有冒犯，还请3位师兄见谅。欧阳还没有开口，一旁的陈长生却开口问道：敢问你可是妖族12族中的虎族胡炳？虎烈是你什么人？欧阳诧异地看了一眼陈长生，这子还认识妖族的。不过转念一想，陈长生重生者的身份，也就了然没有开口。而胡炳听到陈长生的开口，随即开口答道：虎烈正是在下的父亲。陈长生点零头，开口道：那就没错了，既然这样，明你就带着你的部族离开吧，你和图图此生不要再见面了。此言一出，顿时满场寂静，胡炳更是不知所措。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位，虽然欧阳对眼前的胡炳也没什么好印象，但一旁的陈长生的话也过于激烈。胡图图更是不知道为什么一向好脾气的3师兄会突然这样话，拉着胡炳的手不由得紧了紧，看着陈长生问道：3师兄，这样话太过分了。而一旁的胡炳更是胸膛剧烈的起伏，身为虎族万年一遇的才，他怎么能忍受如此屈辱？胡炳沉声开口道：这位师兄虽然现在实力高深，但300年河东，300年河西，莫欺少虎穷。噗嗤！陈长生嘴角冷笑了一声，看着眼前的胡炳：对于你而言，权力比任何东西都重要。你能做出今想要血洗狐族这件事，以后同样也会做。对于眼前的白虎胡炳，别人不清楚，陈长生却十分的清楚。这一幕在前世也经历过，
当时还是一个震惊人妖两族的大新闻。前世的图图被强行掳走，并被眼前的白虎纳为妾室，但胡炳同样放出豪言，此生纳妾不娶妻。一时间，这对妖族娇夫妇风头无量，面对强权依旧追寻爱情的做法，得到不少人族的称赞。但10年之后，突然传出胡炳要娶妻的消息，胡图图愤然离开，这对完美夫妇彻底决裂。而在更远的未来，万妖国国主驾崩，万妖陷入群龙无主的时候，眼前这只白虎为了和胡图图争夺万妖国之位，白虎偷杀整个青丘狐族，胡图图更是把白虎打得肉身破碎，神魂被炼制成镇妖虎符。在已知的未来之中，双方会有着血海深仇，所以今能让白虎走出青丘山，已经是陈长生十分克制了。对于曾经两人之间的爱恨纠葛，有一句话在后世可是广为流传：许你为妾，一生未娶妻。这句话让眼前这只白虎成为了忠贞的代名词。但陈长生却十分清醒的知道，所谓的爱情不过是修道路上的调味剂，得到之后便会认为理所当然，从而便把得到之后的东西放在。欧阳猛然的坐起身，正好看到一只身披草裙的人形狐狸扛着锄头准备下地干活。狐狸同样看到了欧阳，对着欧阳善意的挥了挥手，狐狸脸上露出一个自认为善意的微笑。奇猛了，自己竟然看到一只狐狸扛着锄头下地干活。刚想躺下重新睡觉，欧阳这才反应过来，自己现在身处青丘山之中，本来就是狐族的聚集地。喝了一晚上的高度数烈酒的后遗症让欧阳一阵头疼，真元在体内循环了1周，头疼才渐渐消失。回忆起昨晚上长生逼走胡炳之后，为了活跃气氛，欧阳提出接着奏乐接着舞的建议，甚至自己和那只海量的青牛举缸对饮，喝多聊自己还亲自下场给大家来了一段即兴霹雳舞，惹得四周的母狐狸张着狐狸嘴惊声尖叫。想到昨晚自己丑态百出的一幕幕，让欧阳嘴角直抽。酒色如此误我，从今日起戒酒。欧阳拍了拍身上的稻草站起身，有些不满自己千里迢迢赶到这里，竟然让自己睡到草上，伸了个懒腰，舒展一下有些酸沉的腿脚，冷青松的声音却从树上传来：兄长。欧阳抬起头看向树上，冷青松正抱着剑站在树上看着自己。剑修没事站树上干嘛？下来。欧阳没好气的看着冷青松开口道。冷青松从树上跳下来，顺从的站在欧阳身后，而陈长生则悄然出现在欧阳身后，轻声道：大师兄昨晚喝多了，非要搂着这捆稻草睡觉，这是自己的窝，今打死我也要睡在这里，没办法，所以二师兄一直守在这里。可以了，我想起来了。欧阳挥手制止了继续帮自己回忆的陈长生，回过头看去，却发现陈长生右半边袖子被划开了。欧阳诧异的看向陈长生问道：你子这是被人打了？人死没？陈长生能被对方划开衣袖，那人恐怕今连骨灰都找不到了。陈长生还没有开口，冷青松在一旁冷哼了一声，开口道：就他。欧阳看向冷青松，冷青松冷峻的脸上浮现一丝倨傲，像是斗胜的大公鸡一样。陈长生尴尬的笑了笑道：昨晚二师兄教我剑法，可惜我资质愚笨，并未能接下二师兄那一树枝。听到陈长生的回答，冷青松脸上的倨傲更加的明显，而陈长生则有些莫名其妙，昨晚冷青松抽风似的从地上捡起一根树枝，非要找自己比划2下，反正是傀儡，被他打2下也没什么，陈长生就顺从被冷青松抽了2下。谁知道这二师兄今竟然还有些得寸进尺，在大师兄面前装起来了。就算前世剑开门，现在依旧是孩子性子。陈长生摇了摇头，并没有和冷青松争论，只是在心中暗暗规划好以后半个月的冷青松特制餐食。图图呢？欧阳左右没看到胡图图的身影，忍不住开口问道。昨晚大师兄喝多之后，图图便被狐族的长老们拉走叙旧了，这是他们的谈话内容，大师兄要看一看吗？陈长生从被划坏的衣袖中掏出一本笔记，欧阳接过笔记，粗略的看了一眼，昨晚上狐族长老和胡图图的每句话都被陈长生记了下来，就算是笑了几声都写了下来。这次不去干特工，真是白长了那么多的心眼子。欧阳翻了聊内容，发现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那就是中间提到了胡言和万妖殿。除了散修之外的每只妖族，在到达元婴期圆满之后，都要前往万妖殿之中激发自己的血脉之力，从而继承自身血脉之中所蕴含上古妖祖的力量。昨被陈长生逼走的胡炳，便是在万妖殿之中激发了血脉之中的雷系本源之力，才会在不动用法则和道运的前提之下，能够隐隐压制住同境界的冷青松。冷青松斩同境界修士，自信连1剑都不用，而那胡炳竟然可以做到如簇步，可见单单是血脉之力就恐怖如斯。更甚者，血脉返祖之后，妖修可以获得血脉中上古妖祖的真名，从而进化成仙妖神。比如狐族一直在为胡图图谋划的九尾狐，九尾狐便是上古仙妖神中的一员。而胡图图进化成九尾狐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要去青云宗找到多年前叛出青丘山的胡言。胡言能够到达狐族妖修都没有到达的渡劫期八尾灵狐，就是依靠着从万妖殿之中获得的九尾狐传承。只要从胡言口中得到如何成为九尾狐的秘密，胡图图晋升九尾狐便是板上钉钉的事情。欧阳和上聊记录递给陈长生，万妖殿是什么地方？从阅览青云宗藏经阁的欧阳心中自然十分清楚。传所有的妖族死后，精血神魂便会前往一处由血池形成的大湖之中，而在湖中心则有着一座巨大的宫殿。寻常妖族全身浸泡在湖水之中，先祖便会帮助此妖激发出血脉之力。越是血脉纯粹者，所能前往的地方越是深，而能够继承仙妖神的后辈，则会被接引至万妖殿之中，被赐予真名，成为新一代的仙妖神。仙妖神最低都是渡劫期的大妖修，甚至有望窥探仙路。整个妖族之中，能够成就妖神的妖族，2只手都能数得出来。而激发血脉又伴随着极大的危险，稍有不慎便会被血湖之中的妖族神魂和精血反噬，从而变成没有任何意识的凶兽。一旦变成凶兽，等待他的便是死亡。所以前往万妖殿激发血脉之力，对于一只妖修来，既是通往成功的大门，也是生死之间的抉择。但对于胡图图激发血脉之力，欧阳却并不担心，毕竟系统面板上的未来妖族女帝的称号可不是白来的。唯一让欧阳感觉困惑的是，既然此次前来是为了激发图图身上的血脉之力，为什么那只藏狐还蹲在家里不跟过来？就算是因为什么深仇大恨，但和图图并没有什么关系。难道那万妖殿之中还有什么东西是藏狐不肯见的？既然那只藏狐故意隐瞒，欧阳懒得去追问，刚想去找点吃的，一股熟悉的气息从远处传来。欧阳诧异的抬起头，一道青光从远处如同利箭一般飞来，朝着欧阳急速飞来。感受到这股气息的欧阳下意识的抬起手，一只青鸟稳稳地落在欧阳抬起的手上。欧阳把青鸟举到眼前左右确认了一下，有些惊异的开口道：“这不是貂毛吗？我在白那里怎么没看到？怎么飞到这里来了？”眼前的青鸟正是李太白的好友精魄转化而成的青鸟貂毛，还是欧阳亲手从李太白的坟头带出来的。貂毛歪着头看着欧阳，突然张嘴口吐人言道：“你他妈的看什么？”听到青鸟突然开口，欧阳3人都同时一愣，这白怎么教的？这鸟素质怎么那么低？我问你他妈的看吱吱吱！貂毛歪着头继续开口飙脏话，却被欧阳反手捏在了手正。欧阳慈眉善目的看着眼前的傻鸟开口道：“我再从你鸟嘴里面听到一句脏话，我把你身上的毛全拔下来。”貂毛呆傻的眼睛中闪过一丝畏惧，似乎想起了眼前这个让自己感觉到熟悉的人类到底是谁。鸟脸之上挂起人性化的讨好：“大佬，好久不见。”似乎是感受到貂毛的气息，靓仔和瘪三也从远处跑来，一脸惊异的看着欧阳手中的貂毛。这傻鸟脑子有毛病，这在山峰宠物圈是达成共识的，因为这傻鸟从来没有跟着靓仔和瘪三潜入厨房过，蹲在白飞羽肩头闭目养神，吃喝拉撒都在白飞羽身上。而这傻鸟现在突然会开口话了，这傻鸟竟然也能学会话。大佬，让我来这里的，大佬，让我来这里的。貂毛对着欧阳不断的重复着这句话，一边求饶的朝着欧阳不断的鞠躬。貂毛口中的大佬大概就是白飞羽了。这白让这只傻鸟自己飞过来，就不怕他前世的好友莫名其妙死在半路上。欧阳让青鸟蹲在自己的肩头，青鸟也老老实实的蹲在肩头，伸着脖子举起一只翅膀和靓仔还有瘪三打招呼。大概是白师弟想让青鸟跟着我们，毕竟他外出寻道不知道会遇到什么危险，让青鸟跟着我们反而安全一些。陈长生看着欧阳肩头的青鸟开口解释道。欧阳歪了歪嘴，并没有回答，不过用脑子想，就算上白那幸运1的属性，搞不好是因为和青鸟走散了都不一定。陈长生去给白飞哥传输一下，就他的鸟在我这。欧阳开口吩咐道。白飞羽这子还延续着以前的老古董，坚决不使用通讯时，现在可好，不但找他还要飞哥传输，而且自己还无法。青丘山的一座石头搭建的房子里，欧阳3人和青丘山的长老们席地对坐。欧阳瞅着眼前10几位被称为狐族长老的大妖修们，不由得有些纳闷，感情这狐族长老没一个狐族大修士啊，全他妈是豪门赘婿，什么时候赘婿赘的直接把持整个族群的大权了？欧阳看着对面奇形怪状，凭借着体貌特征勉强能认出来对方是什么东西修炼成精的，不由得嘴角咧了咧，开口道：“青云宗山峰欧阳，这2个是我师弟是冷青松、陈长生。”欧阳他们3个在打量他们，而对方同样也在打量着欧阳3人。眼前这3个少年简直都是妖孽般的存在，一个少年剑仙，一个阵法奇才，还有中间那个看似平平无奇，丹田之内的真元量却大得出奇。3人仅仅是坐在对面，就让一众大妖修感觉到隐隐的压迫符。为首的乌龟咳嗽了一声，率先出声道：“这次还真是感谢青云宗诸位帮我青丘山解围，平日里对我家图图多有照顾，我等更是感激涕零。
文绉绉的话从一只背着龟壳的乌龟嘴里出来，怎么听怎么觉得怪异。欧阳也懒得和他们废话，看着眼前的一众妖修开口道：“图图呢？图图还在睡觉，而且有些话我们希望能够单独和您谈谈。”龟一看着眼前的欧阳，认真的道。欧阳抬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示意龟一继续下去。龟一缓缓的开口道：“您大概知晓一些关于狐族的事情，我想您应该很清楚现在狐族的困境。狐族也曾经辉煌过，曾经更是地之间有数的妖族大族之一。狐族的每一任族长都能够晋升为九尾狐，并且依靠着预知未来这项极其逆的赋，带领着狐族一步步的走向昌盛。而一切的变化就在最后一任九尾狐身上。预知未来这样能力背上的仙人觊觎，九尾狐被仙人抓上了高枝上，成为了仙人谋划的棋子。从那之后，狐族便没落了下来，从此沦为了依靠豪门赘婿才能够苟延残喘至今的族群。”龟一停下速看向欧道：“您知道为什么从那之后狐族便走向没落了吗？”欧阳皱着眉头道：“你刚才不是了吗？是因为仙人谋划导致的。”龟一点灵头却摇了摇头，左右摆手之下，让身后的长老退出去，只留下牛二和冠三。等到实力稍逊的长老们全部退下之后，龟一敲了敲自己的龟壳，龟壳急速变大，瞬间把整个食物都吞了下去。龟一的突然动手引起了欧阳身后的冷青松和陈长生的条件反射。冷青松手摁在剑柄之上，陈长生照出仙符箓，两人死死地看着龟一。欧阳却摆了摆手，示意两人没事，然后若有所思地开口道：“妖族血脉之力是要得到先祖的传承，从而返祖达到和先祖一样的高度，从而成为仙妖神。狐族没落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族中再也没有出现过九尾狐。”龟一看着欧阳笑不作声，似乎在等待着欧阳出答案。欧阳一手拄着头，一手敲着膝盖，看着眼前三只大妖修，平淡的出一个惊饶事实，也就是那只被仙人抓上高的九尾狐还活着，也就是图图吗？不愧是您，竟然能够想到这个地步。龟一笑着道。欧阳周身真元涌动，鼓动着青山猎猎作响，依旧盘腿坐看着眼前的三只大妖修道：“这就是你们隐瞒图图身份的原因？上古时期被仙人掳走的九尾狐竟然存活至今，想必这个消息只要放出去，恐怕整个夏都会大乱的吧。”毕竟上古关于李太白斩仙，欧阳越来越觉得其中可能不单单如同自己穿越到上古时期看到的样子，而其中应该更是有无数推手导演了这场斩仙之战。虽然斩仙的是李太白，但是主导这场大戏的却不知道到底是谁。这件事想必已经被很多人推测出来，而关于斩仙背后的秘密，更是无数人想要得知的真相。所以你们想要和我们谈什么？欧阳双目之中泛起一丝金光，意味深长地看着眼前的三只妖修。三只妖修互相对视一眼，随即朝着欧阳那头便拜，齐声道：“请阁下护我狐族糊涂图再登九尾之作。”他们心中很清楚，就算是已经合体境的他们，在这样大的秘密下，也无法保证糊涂图的安全。如果糊涂图身上的秘密暴露出去，恐怕……藏狐在山峰做了什么，欧阳十分清楚。假借陈长生之口对图图言传身教，假借药浴之名用自己的精血滋养图图的肉身。平日里一直在晒太阳睡觉的藏狐，其实是因为失去精血太多而时常陷入虚弱状态，只能装作自己的整日里懒洋洋的样子。而当图图到达元婴期圆满之时，便让欧阳带着图图回到青丘山。这一切都是为了图图血脉觉醒而不断做着铺垫。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人希望，恐怕这个人就是整日在山峰似睡非醒的胡言。至于眼前的三只妖修，上次图图血脉觉醒失败是因为胡言，恐怕也是因为胡言有些不可的难言之隐。明明这次图图血脉觉醒，身为渡劫期的胡言本可以跟着过来，但依旧选择回避。想必在胡言心中，为了图图的血脉觉醒，那只远在山峰的藏狐已经做好了殉道的准备。欧阳看着眼前的三只妖修，轻声道：“能给我讲讲图图上一次血脉觉醒的事情吗？”跪在地上的三只妖修对视了一眼，由归一开口道：“您可能知道，妖族的血脉觉醒是在万妖殿之中进行的，但您不知道的是，图图就是胡言从万妖殿之中爆出来的。既然图图是那只被仙人掳走的九尾狐，一直未死至今，能以这样的方式出现，自然也是情理之政。胡言曾经作为狐族最耀眼的才，虽然相貌一直饱受诟病，但不管是资还是努力的程度，都远比任何人都要强。甚至仅仅修炼了200年，便修炼至了元婴期大圆满。狐族一度以为胡言便是能够重新带领狐族重新走向辉煌的狐妖。当胡言前往万妖殿觉醒血脉之后，跟着他回来的还有怀中一只火红色的狐狸。抱着狐狸的胡言脸色凝重，并找到了眼前的3位妖修，讨论过这件事。胡言在血湖之中觉醒了几十年，一度以为自己觉醒失败，但冥冥之中却被血湖之中某个东西吸引，所以一直没有离去。在血湖之中寻找了10几年，才终于在一处湖底洞穴之中找到了一枚巨大的蛋。当胡言把手贴近蛋的时候，从蛋中孕育出来了一只火红的狐狸。在这妖族传承之地诞生的狐妖意味着什么？胡言心中很清楚，
当胡言抱起狐狸之时，无数记忆涌进了胡言的脑海之中。这些记忆正是曾经身为九尾狐的记忆，而胡言也在一瞬之间得到了九尾狐的传承。胡言在这时也明白了自己手中的狐狸的身份，曾经被仙人掳走的九尾狐竟然一直活着，并且如今就在自己的面前。胡言抱着胡图图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地赶回了青丘山，和族中长老商议之后，便先把胡图图的身份给隐藏下来，当做族中一只平常的狐狸培养。但胡图图的姿实在是太好了，10年金丹，100年元婴，150年便元婴大圆满，达到了血脉觉醒的条件。但一切的意外就出现在了血脉觉醒之上。进行血脉觉醒的胡图图引起了整个万妖殿血狐的异象。在血狐之中，胡图图的境界不断的攀升，一步出窍，时息分神，一刻便到了合体，成为大妖修。正当此时，身为护道者的胡言却对着正在血脉觉醒的紧要关头突然出手，强行打断胡图图的血脉觉醒，并带着陷入混乱的胡图图回到了青丘山。因为血脉觉醒失败，导致胡图图陷入彻底癫狂，化作一片火海，点燃整个青丘山。在几位合体期和胡言的同时出手之下，才堪堪镇压了暴走的胡图图，而胡图图也直接修为尽废，重新化作了一只狐狸。在胡图图暴走这段时间里，胡族同样损失惨重。当众人把矛头指向胡言之时，胡言躲闪的目光和支支吾吾的解释根本无法服已经红眼撩众人。胡言被逼走，而胡图图却被留了下来。接受了九尾传承的胡言，境界自然提升得很快，甚至达到了万年之中狐族都没有任何一只狐狸达到的8尾灵狐的高度。他就是为了独占九尾传承，要不是九尾传承，他怎么可能在短短不到1000年的时间里就达到渡劫期？一旁的牛二愤愤不平地开口道。牛二的话，旁边的2只妖修没有出口反驳，在他们心中的确是如此，不然凭借着胡言的姿，怎么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便突破到渡劫期？欧阳听完胡言的故事，陷入了沉思，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胡言在糊涂涂？眼前一阵炫目的亮光闪起，闪得欧阳有些想吐。这妖族的传送门比起青云宗的传送门档次差了不止1点半点，总不至于是自己从传送门顺手扣下来的魔号原因吧？欧阳一手抱着胡图图，另一只手上是刚刚自己顺手从传送门上扣下来的妖兽魔盒，这已经养成习惯了，走到传送门前，自己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手。欧阳暗骂了一声自己手贱，忍着恶心，直接带着胡图图一头栽了出去。再次回过神时，入目的是一片血红色的空，面前巨大的血红色的湖泊正朝着岸边拍打着波浪，脚下的土地也是血红色的，乃至旁边的植物都是血红色的。整个世界除了血红色，再也没有其他的颜色，整个世界显得诡异异常。哦，欧阳胃里一阵翻滚，扭头把金的早餐给吐了出来。因为缺少一颗魔号传送门，体验就像是过山车一般。怀中的胡图图双眼已经冒出了蚊香圈，一直抄朝着自己看见了3个大师兄。欧阳刚直起身子，身后突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转过身时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顶着各种动物脑袋的人形皮毛族妖修已经把自己围了起来。几个意思？来血脉觉醒还有欢迎仪式的？欧阳诧异地看着面前几十只妖修，心想道。嗨！欧阳抬起手和对方打了一声招呼，但对面的几十只妖修却个个面露凶光，手持弓箭者甚至已经箭支搭弓瞄准了自己。人族修士怎么会来到妖族圣地？妖族圣地神圣不可侵犯，不能被人族修士给玷污了。杀了他！必须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几十只妖修七嘴八舌中，最后同时达成一个目标，不管眼前的欧阳是怎么进来的，身为人族的他必须死在这里。妖族圣地怎么可能允许有人族踏入？山呼海啸般的喊杀声响了还没1分钟，站着的就只剩下抱着狐狸的欧阳。横七竖八躺满了被欧阳用真元直接拍在地上的妖修。欧阳好整以暇地收起手中的魔盒，一手抱着胡图图上前一步，一脚踩在一个猪头上，歪着头看着被自己踩着的猪妖问道：哥们，问一下，血脉觉醒去什么地方？卑鄙的人族修士，我就算是死一把长剑立在了猪妖的鼻尖。原本义正辞严的猪妖似乎从那闪着寒芒的剑尖之上看到了自己的太奶。您面前的血湖便是妖族血脉觉醒之地。和自己太奶打了一个招呼，猪妖立刻从善如流的开口回答道：哦，血湖就是血脉觉醒的地方啊。可是血脉觉醒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怎么觉醒，自己好像并不知道啊。这时欧阳才突然想到了这个严重的问题。来都来了，自己却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就像是兴致冲冲去红灯区找大姐姐，价钱都谈好了，裤子脱了，却发现自己兄弟经休息。老二、老三怎么没跟上来？欧阳左右看了看，并没有发现冷青松和陈长生的身影。难道是因为自己手贱拿下来那颗魔航，致传送门损毁了？再次骂了自己手贱之后，又想起最先跑进来的靓仔瘪三和貂毛。欧阳低喝道：狗来！
举了半，靓仔也没有飞过来，白传授的御狗术失灵了。自家老弟没跟过来，跑进来的几只宠物也找不到了，眼下就剩下自己还有怀中的图图。这人生地不熟的欧阳便把目光看向了横七竖八被自己摁在地上的妖修们，把指着猪妖的长剑收起来，脚从猪妖脸上拿开。欧阳热情地和四周的妖修的打着招呼，而原本个个一脸凶相的妖修一改刚才的凶狠，纷纷表示自己最喜欢和人族修士打交道了，并对欧阳能来妖族圣地表示热烈的欢迎。在欧阳的建议下，还有这些臭鱼烂虾的热情中，一个简单的座椅被几十只妖修给做了出来。欧阳盛情难却一屁股坐在简陋的椅子上，而椅子则被几只妖修给抬起来，剩下的妖修则为了自己不吓到眼前的人族客人，热情的互相捆绑起来，老老实实的跟在椅子后面。妖族还真是热情又善良啊！欧阳收回真元，有些感叹的倚着简陋的椅子感叹道。而刚才看到自己太奶的猪妖则老老实实的跪在欧阳身边，一张鼻青脸肿的猪脸努力的挤出一丝笑容。在这位妖族翻译的详细介绍下，欧阳对眼前所谓的妖族圣地多少也有了一些了解。万妖殿就在这片血湖的最深处，而能够进入到万妖殿的妖修，每一个都是资非凡，且是被妖族先祖所挑中的传承后辈。资质普通的妖修只能在血湖之中浸泡，这血湖有着淬炼自身血脉的功效，对于出窍期以下的妖修有着莫大的好处。当血脉淬炼到一定纯度之后，便可以自己的觉醒血脉符。但这个淬炼血脉的时间有长有短，有的在血湖中待几遍觉醒血脉之力便可以离开，而有的淬炼几年甚至几十年都还没有觉醒，要么放弃离开，要么就在这血湖旁徘徊修炼。这便是妖族圣地万妖殿对于妖族来最大的用处。妖族之中，只有到达元婴期后的妖修才有资格前来这里进行修炼。来到这里的妖修，每日沐浴在血湖之中，喝上一口血湖之水，便可以满足一的修炼所需。这血湖不但能够让妖修进行血脉觉醒，更是能淬炼肉身。当从这里走出去的妖修，才拥有对上人族修士同境界碾压的实力。而这里只有元婴期才可以进入，当在这里突破到出窍期之后，便会被强行传送出去。觉醒失败的妖族，要么成为凶兽被血湖吞没，要么自知无法觉醒血脉，便只能自降修为，让自身境界掉落在金丹期，同样会被传送出去。也就是这片血色空间之中，最高的不过是元婴大圆满，最低也是初入元婴。大家又同是妖族，所以这里一般很少起纷争。大佬，前方就是妖族的聚集地，您这样独自前往，恐怕会有危险的呀。老是跪在一旁的猪妖狗腿般的道。哦，有何高见？欧阳看着手中猪妖线上的地图，头也不抬的对着眼前的带路党开口问道。这万妖殿所在的血湖十分的古怪，整个空间几乎1/10的面积都是血湖，而欧阳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则在血湖中唯一一座岛之上。地图之上并没有万妖殿的位置，想必这座万妖殿只有有缘的妖修才可以进入。一旁的猪妖听到欧阳开口，思索了一下，开口道：您要是为了覆灭妖族，我建议5个时辰之后，血日升起之时，血脉觉醒的妖族要在血日出生之时进入血湖修炼，到时候您突然杀出，定能杀的这群该死的妖族片甲不留。该死的妖族从猪妖嘴里的十分的自然，就好像他顶着个猪头不是妖族一样。好计谋，没看出来妮子还挺有想法。欧阳赞赏的看着眼前的猪妖，不由得给眼前这只突然是妖族为仇敌的猪妖点个赞。多谢大佬，我虽然身在妖族，但心却在人族，其心可见啊大佬。猪妖把猪脸伸到了欧阳面前，趁势再表了一波忠心，美滋滋的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一拳。真恶心，口水差点没滴在我身上。欧阳收回手，有些不满的看着獠牙凸起、口水直流的猪妖，皱着眉头想到：大师兄，这里是什么地方？欧阳怀中的胡图图终于醒了过来，迷迷糊糊的捂着还有些疼的头，朝着欧阳问道。左右看了看四周，入目皆是一片血红，眼前吊诡的一幕让狐狸不由自主的朝着欧阳怀中拱了拱，一双爪子紧紧抓住欧阳的衣服。这里是万妖殿所在的血湖旁边，也是图图要觉醒血脉的地方。欧阳给图图顺着身上的狐狸毛，一边轻声回答道。图图伸出一个脑袋，看着眼前的血湖，冥冥中感觉到有一个声音从血湖之中传来，正在呼唤着自己。一旁的猪妖看着欧阳怀中的狐狸，眼睛都直了，自己从未见过如此貌美的妖族。一身火红的皮毛，秀色可餐的脸，纤纤一握的腰身，一双迷糊又充满水灵的狐媚眼，简直就是妖族万年一遇的美少女。图图皱着脸看着眼前的血湖，忍不住开口道：大师兄，这水看起来好脏啊。大佬可是为了帮眼前这位美女血脉觉醒。猪妖一眼看出胡图图的修为，随即恍然大悟的开口道。看着胡图图绝美的身姿，猪妖咽了咽口水，怪不得眼前的人足敢只身犯险来到妖族圣地。如果放在自己身上，就算是刀山火海，自己也愿意陪着眼前的绝世美女走一遭。
一点寒芒再次立在猪妖的眼前，恍惚之间，仿佛又再次看到了自己早已死去的太奶正在对自己招手。太聪明，会活不长的。欧阳的声音从顺着长剑落入猪妖的耳朵里，平淡的声音中满是冷漠。猪妖脸上瞬间冒起细细的汗珠，整张猪脸像是刚出蒸笼一般。刚才欧阳以一打几十，没有用任何高明的术法，也没有用任何高深的刀剑之意，只是单纯的爆发真气，便放倒了20几位元婴期大圆满的妖修。要是这位大能微微用些术法，恐怕自己这20几位妖修就要命丧当场。之所以不用术法，单纯用真元强压他们，恐怕是为了眼前这个狐族的绝世美女血脉觉醒，而不想在妖族圣地和妖族闹翻。但眼前这位大能似乎并不了解妖族是如何进行血脉觉醒的。这便是我的筹码，不如赌一把，就赌他不敢杀我。杀了我便无法帮助他怀中的那个狐狸血脉觉醒，那我便可以仰仗这里所有的妖族和此人谈判的筹码。猪妖眼中金光一闪，脸上的表情开始变得自信起来。这波优势在我。正当猪妖抬起头，脸上扬起自信之时，只感觉锋芒一过，自己那引以为傲的2颗凸起的獠牙直接被斩断当场。剑锋划过自己的鼻尖，甚至能感受到剑锋上的杀意。猪妖刚升起的自信瞬间飞灰烟灭，慌乱的抬起头，便对上了欧阳那双似笑非笑的眸子。细写的声音犹如催命般在猪妖耳边响起：你是不是感觉自己已经聪明到可以拿捏我了？我不是，我没有，我只是豆大的汗珠顺着猪脸流了下来。猪妖刚想开口解释，这个岛上要求很多吧？欧阳却打断了猪妖的话，平淡的开口道。猪妖呆滞的看着欧阳，似乎知道欧阳想要什么。在猪妖眼中，眼前的欧阳变成了和这血色空间同样猩红的恶魔，而这只恶魔似乎就是为了诛杀妖族的未来而来到这座妖族圣地的。欧阳很清楚，身为人族的自己在这些妖修眼中是然的敌人，只要有机会他们便会反噬自己，在这里只有用拳头才能让他们老实下来。一轮血红色的太阳慢慢从血海之中升起，红色的阳光倒映出黑色的影子。同样血红色的土地上，黑色的影子如同恶鬼一般想要从地狱之中爬出来。欧阳盯着眼前的猪妖，周身浑厚的真元涌，一字一句的开口道：我一个个的杀，总会有一只长眼睛的妖怪跪在我面前，开口把他知道的全部出来，但是太麻烦，你对吗？猪妖不由自主的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再也生不出反抗的心思。而抬着轿子的妖修和被捆得结结实实的妖修们同样瑟瑟发抖。整个岛的最中心便是妖族修士聚集的地方，来也奇怪，这个聚集地是完全由沙石随便堆积的无数屋子组成，而这些屋子却泾渭分明，一大半是头顶各式各样脑袋的妖修，极的一部分则是有着人族相貌却又有妖族特征的半妖。万妖殿是妖族圣地，能够来到这里方法只有通过掌握在妖族大族群之中的传送门才可以来到这里。狐族虽然现在弱，但毕竟祖上阔过，所以在青丘山之中同样有一座传送门。抛开有钱有颜，这也是狐族能够招的豪门赘婿的原因之一。能够提升实力，同样对于散修而言是无法拒绝的诱惑。而这些半妖则是通过另一处传送门来到这里的。如果仔细观察，能够发现，当正统妖族和一只半妖碰面之时，总是半妖让出路，并微微躬身示意正统妖族先走，而正统妖族则看也不看眼前的半妖，径直走过去。双方都觉得很正常，仿佛生就应该如此。不得不，这是因为整个地之间的妖修实在是太多了。凡是能够开启灵智的野兽草木都可以被称为妖，比起还需要迁徙定居的人族，妖的产生更加的随性，也更加的适应这个世界。比起需要辛辛苦苦自己修炼的凡人，妖生强大，开启灵智之后便拥有炼气境修士的实力，能够轻而易举地杀死凡人。但正是由于妖产生的随机性和广泛性，妖与人族之间不可避免的会产生种族结合的现象。这些半人半妖的产物又被称为半妖。半妖不被人族接纳，本质上来，这些半妖同样是妖，他们和妖一样，对普通不能修炼的凡人而言有着极高的危险性。而妖族同样不接受半妖，他们觉得半妖玷污了妖族血脉的纯粹性，比起普通妖族，半妖觉醒血脉的难度更大。但半妖同样有着属于自己的优势，那就是比人族更悠长的生命和比妖族更智慧的脑袋。人族的修炼功法并不适用于妖族，妖的经脉丹田和人族并不相同，但半妖却可以学习人族的修炼功法。而因为身体内又蕴含着妖族的血，所以半妖之中也不存在不能修炼的困境，以至于在日积月累之中，这些不被两族所承认的半妖积蓄了万年的力量，远走北方，在极寒之地创造了一个属于半妖的国度。又经过万年的发展，这个国度成为了9大圣地之一，地之间所有半妖都要前往的最终归宿——寒高原。这个国度是所有半妖心中的圣地，他们与人族和妖族争斗谈判，为下半妖争取了存活的希望。而在这个国度之中，所有的生灵都一视同仁，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人族和妖族并不想承认半妖所建立的国度，但碍于半妖的数量越来越多，且半妖的大修士也越来越多，不得已捏着鼻子承认了这件事。为建立寒高原，人族还支援了一批功法和修炼资源，而妖族则在半妖的强烈要求之下，送上了一尊通往万神殿的传送门，用来为半妖血脉觉醒。但半妖兼具两家所长，自然同样有着属于自己的短板。虽然能够修炼人族功法，但高深的人族功法同样是需要人族大修士手把手指点。而因为自身的血脉斑驳，所以比起正统妖族，想要觉醒血脉更是难上加难。但在地之间流浪了万年，并在道魔大战中凭借着不畏生死、浴血奋战的英勇表现，还是让半妖们为自己以及后代争取出来一片生存的土壤。所以长久以来，半妖都在两族之间的夹缝之中生存，自然感觉自己矮正统妖族一头。但最近的聚集点并不太平，这些半妖似乎在一位自称龙王的半妖带领下开始慢慢崛起，至少在这妖族圣地之中一举打响了其名号。传之中，这位身披黑色斗篷的龙王是半龙人，那可是真龙，引发了亘古大战的强悍三族之一，上古时期都未见几次的真龙。这位龙王被认为是寒高原未来的大帝，更是代表着半妖能够崛起的希望。这位龙王身后还有一群身披斗篷的龙王使，这些龙王使是龙王的部下，每位龙王使身上都兼备着极其优秀的妖族血脉和人族修炼赋。这位龙王于2年前突然现身在这妖族圣地之中，听过接触修炼不过4、5载的时间，便已经跻身到了元婴境大圆满的境界，拥有着强悍的肉身，还拥有真龙特有的技能，就算是在普通的一招一式之中，都能隐隐能听到龙吟之声。而当他身边响起一阵激昂的音乐之时，更是无人能挡，龙影护体，神鬼莫测。妈玩意，你他身边出现什么？正喝着水的欧阳听着正在给自己讲解岛上的势力划分的猪妖，突然从猪妖嘴里听到了有些熟悉的一幕。被打断的猪妖连忙开口补充道：大佬，就是这位自称龙王的半龙人，周身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响起音乐，当音乐响起之时，这厮就像是嗑药了一样，同境界之中不管是什么妖修，在他面前都是一掌一个。听到猪妖的补充，欧阳突然笑了起来，歪日，不会那么巧吧？未来的人族大帝现在竟然在妖族圣地叱咤风云吗？龙王这次在山峰什么都没学，就学会像那几个逆子一样装逼了。猪妖看到欧阳笑起来，看到欧阳对这个龙王如此感兴趣，立刻继续道：这位龙王不但可以靠着音律加持自身，而且文采极好，出口便是震人发聩的豪言壮志。完，猪妖摇头晃脑的道：下妖修1万万，见我仍需尽低头。真是霸气啊！摇头晃脑的猪妖叹息般的念完这句话，甚至还有些回味，到底是何等风采的人物才能出这种话？单单一句话，在猪妖脑海之中就勾勒出一位全身笼罩在黑袍之内，周身一条金色巨龙围绕，浑身充斥着高贵与神秘。虽然对方只是一只半妖，但能拥有此风采，也足以让身为正统妖修的猪妖感觉到佩服。欧阳和怀中的糊涂图则一脸的古怪，这句话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啊？狐狸伸出爪子拉了拉欧阳的衣服，声的道：大师兄，这句话怎么那么像白师兄整站在树上摇头晃脑的话啊？欧阳则一脸古怪的低头道：图图，这鸡你会见到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人。当听到这句话时，在欧阳脑海之中便浮现出一位少年模样。萧峰，这子竟然跑到妖族圣地当龙王来了。啧，这子没想到竟然能跑那么远，这才下山门几年都已经混得那么开了。想不到的人。狐狸同样一脸懵逼的看着欧阳，一个连想都想不到的人，自己怎么会看见啊？糊涂图还不明白欧阳的什么意思，一旁的猪妖却兴奋的开口道：大佬，这位龙王平日里神龙见尾不见首，不过每3他都会在血湖之中修行，并在血池中掀起惊涛骇浪，场面极其宏大，就是不知道这位龙王喜欢什么。不然您可以投其所好，和这位龙王结交一下。这子喜欢干什么？欧阳好好回忆了一下，好像这子在山峰就喜欢生火，还有喝洗澡水吧。提起这位龙王，就算是身后跟着的妖修都忍不住议论起来。毕竟就算是妖族，都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出现过如此风云的人物了，陡然出现一位，自然掀起了巨大的话题性。啊，那臭子挺 BT 的。欧阳随口道。听到欧阳这句话，猪妖眼中闪过一丝惊异，眼前这位人族修士竟然和那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龙王相识，而且听语气好像十分熟络的样子。猪妖的心思顿时活泛了起来，一双眼睛滴溜溜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当这几十个妖修把欧阳抬到了妖族聚集地之后，一座由砂石堆砌出来的巨大城池也出现在了欧阳的面前。城门之上，2个血色大字高悬在城门之上，血城。这座城池便是来到此处觉醒血脉的妖族所聚集休息的地方。欧阳看着往来的无数妖修，都顶着各式各样动物脑袋的人形皮毛怪，顿时失去了兴趣。大佬，
我建议您最好伪装一下，如果能隐藏你身上人族气息的药品，最好用一下。一旁的猪妖开口道。哦，为什么？欧阳看向猪妖，莫名其妙的开口问道。你这问的不是废话吗？这里可是妖族圣地，你一个活生生的人族修士，就这样在这里走来走去，你难道还真想一人独占整个妖族？猪妖在心里无语的想，但脸上却一副讨好的笑容道：大佬，你想想，刚才我等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2位，那是因为妖族对于人族身上的气味十分的敏感，而妖族中以嗅觉见长的种族数不胜数，恐怕您还没靠近血城，就被城中的妖修发现了。欧阳点零头，这猪妖考虑的还挺周到，但自己来的匆忙，并没有带什么遮掩自己身上气味的东西。但萧峰那个臭子都能充当什么半妖，在这座城中混得如鱼得水，自己凭什么不能？就因为那个臭子身上有纹身吗？欧阳大大咧咧，直接抱着胡图图，随手从储物空间里面拿出一副特制的猫耳朵戴在头上，抬腿朝着血城走去。别问这猫耳朵哪里来的，这猫耳朵还是掉线了许久的苏灵儿千娇百媚的递给自己的，送给自己时还一脸春意的问自己要不要自己戴上给师兄看。不能想，不能想，想想都是罪过。欧阳把奇怪的场景从自己脑海中摇了出去，大步朝着血城走去，而猪妖一咬牙跟了上去。其他早就待不住的妖族立刻做鸟兽散，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毕竟这位瘟神是他们带过来，要是出了什么事，在座的各位没有一个能逃脱关系的。现在不走，难道蹲在这里等死吗？带着猫耳朵的欧阳抱着狐狸，身后跟着一脸心惊肉跳的猪妖。而欧阳身上人族的气味让原本喧闹的城门口霎时间安静了下来。擅长嗅觉的妖修不住地耸动着自己的鼻子，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会在妖族圣地之中有人族的味道传来。当嗅到气味的妖族顺着气味把目光投向了欧阳之后，无数只眼睛同时看向了欧阳，但所有妖修却脸上露着迟疑，也迟迟没动手。原因无他，一身青衫的欧阳头上顶着一双猫耳朵，怀中抱着一只火红的狐狸，就这样大摇大摆地朝着他们走来。如果是纯粹的人族，这也未免太嚣张灵吧？难不成是一位人族血脉占比过高的半妖？毕竟头上的确带着一双耳朵。众目睽睽之下，欧阳抱着胡图图在所有妖修的注视下走到了城门口，一路上还有不开眼的挡在面前，欧阳还伸手扒拉人家，示意对方挡住路了。身后的猪妖则是不断的陪着笑，嘴里不断的得罪了。这身穿青衫的子虽然身上的人族气味很重，但怀中的那只狐狸还有身后的猪妖的确是正统的妖族，这次看来真的是一只半妖啊。是急是急，这里可是妖族圣地，怎么可能会有人族混进来？万年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最近半妖在城中风头正盛，就别自找麻烦了。可是我明明闻到那子就是个人。你先闭嘴吧，这次要过城门了。做着最简陋的掩饰，走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欧阳竟然就这样顺理成章地走进了城正。当欧阳经过城门楼时，所有正统的妖族死死地盯着眼前的欧阳。从写有血池的牌匾之上猛然投下一道红光，笼罩住欧阳和怀中的图图，但红光也只是稍作停留，便重新回到了牌匾之内。这道红光便是检测进入城门的生灵身份的探测器，而当红光照到欧阳身上时，体内真元随即飘出去一丝。当红光接触到真元的一瞬间，瞬间退了回去。这也让附近所有的妖族都误以为欧阳真的是一只血脉极其稀薄的半妖。所有妖族看到欧阳顺利通过红光的照射，便都装作无事发生，各干各的事情去了。而身后的猪妖则一脸呆滞地看着前面的欧阳，心中狂震，这子还真是个半妖。因为真元的特殊性，欧阳现在被认定成为了一只血脉极其稀薄的半妖。人与妖结合生下半妖，经过不断的和人族结合，会不断的稀释体内的血脉，这点是常识。但稀薄到欧阳身上已经根本没有妖族一点气息，只能欧阳身上的半妖血脉已经稀释了不知道多少代了。还不知道被认定为不是饶欧阳正饶有兴趣的带着胡图图在城里面东游西逛。比起宗门中古香古色又精美异常的木质建筑，眼前这一堆那一堆的粗犷风格的石屋也有一种乱坟岗的凌乱美。而妖修还保持着身为野兽的习惯，有的草草的堆个石屋，有的则直接打洞睡地下，有的更是挂在树上砌。物种的多样性也导致这座城混乱不堪，没有任何秩序可言。但细看之下还是能看出一些不同，整座城被街道隔成一个个方块，而在每一个方块中所居住的妖族大致相同，大概是为了区分不同的部族，所以粗略地划分了一下各自的领地。毕竟狗都有看见电线杆子就冲上去抬腿的习惯，划分领地同样也是动物的性。当欧阳抱着胡图图在城里逛了一圈，在最角落中终于发现了一处方格内的妖族和其他妖族完全不同。他们头上戴着配饰，衣着虽然同样粗犷，但比起扒拉一块兽皮搭在身上就算穿衣服的妖族，这个方格内的妖修身上穿的衣服都是麻衣制作的。
而它们比起妖族更趋近于桡形态，虽然身上同样有着细细的皮毛，从五官中也不难猜出这家伙祖上摁了哪只动物，但比起顶着各种各样脑袋乱晃的妖修，它们只保留了一些身为妖族的特征，比如角、兽耳、尾巴。这大概就是猪妖口中的半妖一族吧。而当欧阳站在半妖一族的领地范围时，同样引起了方格内忙碌的半妖的注意。喂，你子，站在外面干什么的？快过来收拾东西，我们还要赶着去迎接龙王大饶。一个长着一张马脸的中年人对着欧阳喊道。欧阳左右看了看，指了指自己，对着马脸男开口问道：你在跟我话？不然呢？是不是那些妖修让你带看孩子？没事，不要出去，你就是不听，好了吧？还是被那些妖修抓住当免费劳力。马脸男自来熟的一把拉住欧阳，直接拽进了半妖族的领地内。欧阳新奇的把图图放在肩膀上，接过马脸男递过来的纸扎手捧花，随即老实的被马脸男安排起来。而在外面暗中观察的猪妖心中更加的确信，欧阳就是一只半妖，要不然也不会那么熟络的被半妖们给接受。身为半妖，实力深不可测，又和龙王有交情，这条大腿我老猪抱定了。暗暗观察的猪妖下定决心，自己肯定跟定眼前这条大粗腿了。等下我们跟着龙王使一起去迎接龙王归来，你仔机灵点，可别出岔子。马脸男对着欧阳一板一眼的教训道。欧阳刚想问些关于龙王的具体细节，却听到在远处传来热烈的欢呼声。7位身穿黑袍，头隐藏在黑色斗笠中的半妖从远处走了出来，每只半妖身上都隐隐散发着玄奥的道韵，分明就是要从元婴突破到出窍的征兆。哎呀呀，龙王使！马脸男看到御空而行的7位身穿黑袍的半妖后，发出一声嘹亮的马嘶鸣的声音，丢下欧阳，跟着人潮涌了上去。突然为首的一名黑袍半妖猛然脱下斗笠，一双红色双翼突然出现在背后，朝着下方的半妖们狂热的喊道：今是龙王修炼归来的日子，大家准备好去迎接龙王殿下了吗？这几话像极了前世的听懂掌声，听起来尬的欧阳都想抠脚趾，但眼前的人却又感觉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欧阳听着很尬，却狠狠戳中了附近所有半妖的据点，一阵山呼海啸的附和声响起。哦，准备好了！哎呀呀，马星夜大佬好帅啊！啊，我死了！欧阳抽了抽嘴角，看着空中那个熟悉又有些陌生的身影，这个背后长膀子的男人还真是熟人。这不是被五行峰收为看门弟子的马星夜吗？现在怎么不当人开始玩尬的了？当初还是踩着萧峰进入到内门大比的，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背后长着双翅，嘴巴变成了鸟喙般的尖嘴。要不是刚才听到有人喊他的名字，还有那依稀相似的五官，欧阳还真认不出来眼前上飞的那个鸟人是曾经那个道2代马星夜。这子什么时候和萧峰那个臭子混在了一起？而且怎么变成了这个鸟样子？欧阳看着上的马星夜，感觉自己是不是跟不上这个世界的发展轨迹了？以前至少长得挺好的一个子，现在怎么变成这副样子？欧阳拿起手中的纸花遮住脸，努力减自己的存在感。他倒是想要看看萧峰那臭子到底想唱哪出。马星夜激情澎湃地看着脚下的半妖一族，这些都是萧大哥一手打下来的江山，只是跟随在萧大哥的脚步后面，就足以让自己感觉到了自豪。身为人族的自己资不行，那自己就不当人了。如今新生的自己已经成为了萧大哥最牢固的左膀右臂。马星夜看向远处的血狐，朗声道：“3之7已到，龙王即将归位，又到了1月1次休息的日子了，明休息1，爱你们么么哒。”随着马星夜声音落下，所有半妖拿着彩带、红旗、花带、花圈，各种欢庆的家伙实朝着血湖边涌去。平常看到正统妖族，半妖都是绕着道走，但是今他们横冲直撞，所遇到的妖族纷纷避让，着实扬眉吐气了一回。今不但是他们的王归来的日子，也是他们。你在这给我玩尬的？欧阳莫名其妙看着眼前中20族的马星夜，这子不当人了之后，把脑子也扔了吗？但随着马星夜的话音落下，无边无际的血湖之中，原本波涛平静的湖面陡然掀起惊涛骇浪，血红色的湖水卷起无数巨浪，血红色巨浪在血色的空之中如同灾一般朝着岸边吞噬而来。原本正准备迎接龙王回归的半妖们被惊得纷纷后退，仿佛在湖中有2只庞然大物正在搏斗一般。而随着巨浪被掀起，巨大的漩涡飞快地在湖中形成，强大的吸力带起狂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万年来平静的血湖如同血麒麟的出场方式异常的霸道，不但把空中的龙与血鸟直接震退，原本安静趴在湖面之上的红色乌龟更是在湖水之中连翻几个跟头。要不是那只猫死死地用爪子扣住龟壳，这只猫早就不知道被甩到什么地方去了。4只瑞兽稳住身形，怒目而视，一时间湖面之上乱作一团。而血麒麟则完全无视几只瑞兽的抗议，闲庭信步地围着漩涡打转，仿佛漩涡之中有什么他感兴趣的东西。怪不得前世里面的龙凤大劫中，
龙凤两族要一起围殴麒麟族，这麒麟还真是欠揍。欧阳看着拽酷的麒麟，心中忍不住吐槽道。而5只瑞兽从湖面上升腾而起，并在湖面之上各占一方。无比熟悉妖族历史的一些妖修，终于在大脑快宕机的最后一刻，尖着嗓子喊了出来：“是五方神兽！五方神兽老祖显灵了！”在妖族的历史之中，这地是由5只最强大的妖修所镇守的：东方的青龙，西方的白虎，南方的朱雀，北方的玄武，还有镇守中央的麒麟。现在这一幕和史书上所记载的几乎一模一样，但也有妖族提出了质疑：五方神兽，我虎族白虎呢？你忘了100年之前，虎族少族长得到了西方神兽白虎的认可，并赐予了真名，怪不得缺席了。那玄武大人背上趴的那只猫，该不会是来充数的吧？岸边妖族涌动，所有妖族都想要近距离仔细观想一下这几只存在史书中的先祖。这不但是半妖的狂欢，更是整个妖族的盛宴。五方神兽老祖出世，何该妖族大兴啊？就是不知道那位龙王会选择哪一位老祖的真名。无数妖族终其一生连血脉觉醒都做不到，而无数妖族费尽一生心血都得不到一位仙妖神的回应。但这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龙王，竟然能同时引得5位仙妖神老祖现世，而且还是史书之上赫赫有名的仙妖神。所有妖族和半妖都在屏住呼吸，死死地盯着湖面之中的漩涡。那位龙王殿下到底会选择哪位老祖接受真名？既然自称龙王，想必接受青龙传承的可能性最大，但也不是没有接受另外4位老祖的可能性。毕竟那只还在漩涡旁边的鹅血麒麟的出场，不管是气势还是实力，都碾压了最先出来的巨龙。但不管这位龙王殿下选择哪位老祖，都将代表着妖族将会有一名绝顶强者的诞生。在所有妖修的注视之下，漩涡旋转的速度却慢慢停了下来。随着5只瑞兽的出世，原本湖面之上的巨大漩涡恢复了平静。一直蹲在漩涡旁边的血麒麟都有些懵逼，那么大一个漩涡没有就没有了。血麒麟刚想抬起蹄子试探一下面前陷入平静的湖面，一个反方向的漩涡却猛然形成，狂暴的力量从这个反转的漩涡之中宣泄出来。龙吟、凤鸣、虎啸、龟嚎、鹿谋之声从漩涡之中随着狂暴的力量传出，一道道墨黑色的身影从漩涡之中钻出，分立站在5只瑞兽面前。5只和瑞兽长得一模一样的五方神兽赫然与五方神兽对峙了起来。而这后出来的五方神兽，比起刚出来的5只血红色的五方神兽，通体则是墨黑色，如同是从水墨画中飞出来的一般。原本和和气气接受真名的兽民现场，突然气氛紧张起来。墨黑色的五方神兽对着血红色的五方神兽怒目而视，大有一言不合就要干你的样子，仿佛下一秒就要变成街头对殴。不但是岸上的妖族没反应过来，就算是立在血湖之中的5只血红色的瑞兽都呆在了原地。而压力来到了站在红色玄武背上的猫身上，看着眼前比自己大出100倍的黑色猛虎，站在玄武背上的猫被吓得喵喵叫。万妖殿自从出现至今，从未出现过如此诡异的情况。这地之间每一位仙妖神都是独自存在，地孕育而生。只有接受先辈真名赐予之后，妖族后辈才有可能修炼成为一名仙妖神。而放弃真名也同样意味着曾经的仙妖神主动放弃了身为仙妖神的身份。这个世界上不存在2位一模一样的仙妖神，就像是这个世界上没有2片一模一样的树叶一般。这句话可是刻在万妖国的史书。为什么？为什么？这半妖的身体正是传之中的5行圣体，为什么在他身体之中已经有了5方神兽的存在？地之间只能有1只仙妖神，这些黑家伙到底是怎么回事？血麒麟被墨麒麟死咬住脖子，而血麒麟嘶吼着朝着另外4只血色神兽吼道。除了已经提前挂机的血色猫之外，另外3只血色神兽同样在苦苦支撑，他们心中也在疑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万年的时光中，他们在这血湖之中都是以神魂的方式存在，早就忘记了拥有肉身的感觉是什么，这才被眼前突然出现的5只黑色冒牌货给一直压着打。如果放在他们拥有肉体的上古时期，就凭这5只冒牌货，连给他们提鞋都不配。这里是妖族的传承空间，为了让这些上古仙妖神在找到适合自己躯体的后代时能够顺利的夺舍，所以万妖殿被杜绝量运和法则的存在。正因为如此，这反而变成了这5只血色神兽最致命的弱点。没有肉身，无法使用道运法则，只能凭借着血湖制造的临时身躯和眼前的5只黑家伙肉搏，结果直接被对方摁着头在地上摩擦。血麒麟不甘地看着远处悬空在血湖之上的少年，预言果然成真了，身具5行圣体的人族也出现在了万妖殿之中。但和预言之中有偏差的是，为什么这少年身上却自带5方神兽？好的自己5位仙妖神界5行圣体，一统人妖2族的预言，怎么会变成现在自己被摁在血湖里面被疯狂的捶打？少年赤裸上半身，古铜色的肌肤之上
流线型的肌肉如同黄金分割一般，虽没有爆炸般的恐怖生长，但每一寸肌肉都蕴含着极其强大的力量。眼前的少年正是下山的萧峰，时隔几年未见，眼前的萧峰早已脱去的稚嫩，脸上带着些许成熟和稳重。萧峰双目冷冽地盯着眼前缠斗在一起的神兽们，刚刚了解了万妖殿的真相之后，心中更是刷新了对于这些所谓的仙妖神认知的下限。所谓的妖族传承，所谓的血脉觉醒，不过是这些仙妖神想要找到契合自己神魂的躯体，然后借尸还魂而已。这些所谓仙妖神赐予真名，不过是早就死在历史长河之中的萧想要借助资过饶后辈，以传承技艺和秘法为借口，伺机占用其身体，达到重新活过来的目的。身上流着与这些所谓的仙妖神相同血脉且资质通的后辈，在老祖宗的神魂抢占之下，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要不是自己身体特殊，而且根本不是妖族，恐怕自己的身体就要被眼前的这五方神兽给占据身体了。多亏了山峰上的师兄们啊！萧峰握了握自己的双拳，微微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身体，有些心有余悸的想到，在山峰那段时日中，萧峰对于自身的发展有了清晰的认知，自己未来的路只有断体这一条路可以走。而且山峰上的各位师兄已经为自己指明了路的方向，并且每位师兄都给予自己最大的帮助，自己能做的就是顺着这条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虽然没有拜入山门，但他们却视若自己为同门，并且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自己各种知识，找寻各种灵药为自己打熬身体，也让自己已经初步可以掌握身后的五方神兽的开启，甚至可以做到一部分身体的神兽化。而正因为这种变化，自己也被认为是某种半妖。当自己游历到高原之时，自己也机缘巧合的被雪原之上的半妖一族接受，并从半妖口中得知了血脉觉醒的方法。原本以为自己身后有着师兄所给予自己的五只神兽纹身，自己其实与半妖本质上是相同的。但现在萧峰才发现自己错得离谱，自己根本与半妖有着本质的区别。自己身后的五只神兽是通过自己的气血喂养，由师兄开启灵智。那些半妖疑或者那些正统妖族都不过是仙妖神的备用身体而已。而自己随着自己的修炼日益精深，身后的五只神兽早就与自己血脉相连，身后的那五只神兽便是自己，而自己便是那五只神兽。正因为如此，自己才能在这血湖之中被五只所谓的仙妖神抢占身体之时，有着清晰的意识，这才让自己没有像那些所谓被仙妖神看中而被赐予真名，实际上则是成为了仙妖神转世容器的倒霉蛋一样。萧峰想到这里，想到那些被眼前这群已经死了却又一心想要重生而谋划自己后代的仙妖神，双目之中燃起怒火，悬空而立在血湖之上，一步踏前，掀起无数血浪，狠狠朝着远处还在缠斗在一起的神兽们挥出一拳。而这蕴含恐怖力量的一拳直接破开空气，在血湖之上形成一道罡风，掀起两道巨浪，直扑依旧正在缠斗的神兽们。墨色神兽与萧峰心意相通，在拳风到来的一瞬间，纷纷脱离战斗，直飞空。而已经被打得有些发懵的五只血红色的五方神兽，直接被拳风笼罩。原本由血湖之中的湖水所构造而成的身体，直接被拳风撕成碎片，化作血水落进血湖之中。就算是预言有出入，五等仙妖神的威严依旧是不可侵犯的。五道流光自湖中升起，直冲空之中的血云之正。大片湖水如同龙吸水一般，被直接吸入进了血云之正。整个血湖之上风云变色，狂风血雨之中，五只墨色神兽回到萧峰身后，静静守护着萧峰。吸够血湖之中湖水的血云之中，猛然伸出一只巨大的龙爪，巨大的龙爪带着想要毁灭一切的威能，朝着萧峰抓去。仅仅是一个龙爪，就比萧峰加上五只墨色神兽还要大。可是这又如何？这几年的生死经历，岂是眼前这只龙爪便能一爪磨灭的？今日我萧峰便来试试，所谓仙妖神到底厉害在什么地方。萧峰看着眼前从而落的龙爪，轻喝一声，一手握拳，一手劈掌，胸口豪气万丈，带着五只墨色神兽卷起涛血水，朝着龙爪狠狠撞了过去。少年意气亦可斩龙，这子现在那么拽的吗？欧阳头上顶着狐狸，看着朝着龙爪狠狠撞上去的萧峰，有些感叹的道：“是萧师弟，是萧师弟哎！大师兄，快看，快看！”狐狸兴奋地抓住欧阳的头发，嚷嚷道：“知道了，知道了，别薅我头发了，图图。”欧阳倒吸一口气凉气，一把扶住高兴快要掉下来的狐狸，没好气地开口道：“四周的半妖以及妖族已经处于呆滞状态，像是被人下了定身咒一般，他们无法理解眼前这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本那位所谓的龙王被五方神兽同时选中，已经足够震撼了，但话锋一转，又从漩涡之中跳出来五只黑色的五方神兽，和血色的五方神兽打了起来。原本喜气洋洋，老祖赐予真名的大好事，转眼就变成了老祖们之间精彩互殴的名场面。这谁顶得住啊？你家老祖突然从坟头里面蹦出来，在你面前激情互殴，就问你刺不刺激？双方还长得一模一样，就算是想为自家老祖加油鼓劲，都不知道该为谁喊。半妖一族的马星夜首先反应过来，
心中有些心虚的左右看了看，没有妖族发现什么异常之后，才微微松了一口气。萧峰和自己什么成分，马星夜心中很清楚。看着朝着龙爪撞过去的萧峰，马星夜的心也跟着提了起来。萧师兄和自己都是人族，然后经过一些奇特的经历，才变成现如今的样子，本质上和妖族有着差地别。原本来到万妖殿进行所谓的血脉觉醒，马星夜原本就提出过心中的疑虑，但是耐不住萧峰想要借血湖之中的妖族精血来磨练自己的肉身。现在果然出问题了，妖族老祖跳出来指认萧峰是冒牌货，幸好萧峰动手快，直接一个大耳瓜子扇在这几只没长眼的仙妖神脸上。要是真的当面和上那5只妖族老祖对峙起来，戳破两妖身份，那一直被半妖当作将要带着半妖走向辉煌的龙王，竟然是纯粹的人族。马星夜用脚趾头想都能想到乐子能有多大。原本以为是半妖，结果却是货真价实的人族，就好像你以为我是你爹？嘿嘿嘿，其实我是你隔壁王叔叔。刺激不刺激？马星夜不知道，附近这些半妖能眨眼之间把自己活撕了，马星夜还是信的。但马星夜却又不敢动。举目之下皆是半妖和妖族，自己可是独木难支。突然马星夜想到了欧阳，转身朝着欧阳看去，正看见欧阳正扶着糊涂图开口教训，立刻不留痕迹地来到欧阳身边。在那么多半妖和妖族的中间，还有一位和自己一样身份的人族，马星夜顿时感觉心中踏实了不少。只要萧师兄没事，那么自己和身旁这位欧阳师兄必定能够在萧师兄的保护下全身而退。马星夜再次涌出一股自信，毕竟这几年都是这样过来的。放心吧，欧阳师兄，我和萧师兄不会扔下只有筑基期的你不管的。当看到欧阳奇怪地看向自己时，马星夜则会以一个你懂得的微笑。这子是不是有毛病？欧阳奇怪地看着蹭到自己身旁的马星夜，还给自己猥琐地笑了笑，顿时感觉浑身有些不自在，不留痕迹地朝一旁挪了挪。空之上，萧峰以及身后的5只神兽已经狠狠地和那只巨大的龙爪撞在了一起。仅仅一瞬间，萧峰以及5只神兽就被狠狠拍进了血湖之中。就算是再有少年义气，但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仅靠一腔热血还是无力翻的。马星夜看到萧峰被打入了血湖之中，顿时慌了，连忙抓住欧阳的衣袖开口问道：师兄，这可如何是好？萧峰师兄根本不是对手，这不明白的事情吗？你看上那块血云。欧阳指了指上那块吸收了无数血湖之中的湖水的血云。当马星夜看向空之中的血云之时，顿时长大了嘴巴，呆呆地看着血云道：这是个什么东西？岸边的所有妖族也看向那块血云，也都被眼前这块血云给吸引，甚至感觉这块血云之中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着自己。在这块巨大的血云之中，百兽的头颅不断在血云之上形成，密密麻麻的血云化作的头颅如同烧饼上的芝麻一般相刻在上面。在场的所有妖族看上一眼都觉得心生亲切，对于眼前的血云有种来自血脉上的亲切服。而身为人族的马星夜看着上的血云，则似乎看到了无数只形态各异的野兽正在对着自己痛苦的嚎叫。无数只野兽的头颅被粘连在血云之上，那些头颅正在挣扎着想要挣脱血云，却只能发出毫无意义的惨嚎声。是一片血云，倒不如这是一块关押着无数野兽的血色牢笼，而那只巨大的龙爪正是踹碎无数头颅，然后从血云之中伸出来的。看来萧师弟似乎发现了藏在这万妖殿之中的秘密了呀。欧阳看着眼前的血云，摩擦着下巴开口道：那看来我们今要死在这里了呀。马星夜哭丧着鸟脸，面如死灰的喃喃自语道：你放什么屁的？不是都拿着乐器的吗？去给萧师弟吹一曲，给他加加战力。欧阳毫不客气的一脚踢在马星夜的屁股上，训斥道。马星夜看了一眼欧阳，反正左右都是死，还不如拼死反抗一把。随即马星夜震动双翅飞了起来，朝着四周大喊道：兄弟姐妹们，如今龙王殿下正在经受我妖族老祖们的考验，快演奏那首我们最拿手的曲子，为龙王助力。看到被血云一爪打进血湖之中的萧峰，一时间茫然不知道该如何的半妖们这才缓过神，在马星夜的带领之下，纷纷拿起自己的乐器，敲锣打鼓地演奏出一首激昂的音乐。在一片激昂的音乐之中，欧阳看着血湖湖面，想到刚才自己看到的萧峰属性面板，信心十足的道：打不过就合体这种事情，一块云能学什么精华？这可是主角最擅长的。姓名：萧峰，大地真身，修为堪比出窍9重境，根骨0，魅力8，幸运8，断体资质11，专属技能不屈意志，我及5行。评价：经典废柴流开局的悲情男主角。评价和属性都没有什么变化，而姓名后面原本的大地之姿变成了大地真身，专属技能还多了一个神兽合体。打不过就合体，本来不就是男主角的专属技能吗？面对根本毫无胜算的大反派，嚷嚷着2句爱与和平就直接爆种干翻对面实力超强的大反派，原本就是男主的基本套路。
更别提开局 buff 叠的贼厚的萧峰了。这臭子简直就是究极套路叠加怪，他能输才真的见了鬼的。随着嘹亮激昂的音乐声响起，血湖之中再次掀起惊涛骇浪。这血湖要是能化，恐怕真的会谢，自己万年以来就没像今这么忙过。惊涛骇浪之中，伴随着锣鼓喧的音乐，一只身负麒麟虚影，一手化作虎头，一手化作鸟手，双脚化作龟腿，龙头处开眼的巨大兽人猛然从血湖之中飞出。看着眼前在不当饶路上越走越远的萧峰，欧阳不免有些咂舌。这臭子这几年到底嗑什么药啊？一身实力全靠变异。巨大的血云之上，无数野兽头颅同时发出一声嘶吼，无数光波朝着萧峰攻击而来，每一击都有着元婴期巅峰的全力一击。化作巨大合体兽饶萧峰，抬起虎头手，左手中虎头张开大口，一道巨大光波直冲血云而去。无数野兽头颅发出的光波合为一体，狠狠和萧峰发出的光波撞在一起。仅在一瞬之间，萧峰所发出的虎头光波便被彻底击碎，而萧峰心知自己所发出的光波根本挡不住这慢的攻击，发出的光波不过是为了吸引对方的注意，为的就是让自己能够飞快地接近对方。已经化作龙首的双目之中闪过熊熊战意，激昂的音乐之中，萧峰身后猛然震开双翅，化作一道残影，直接出现在血云面前。右手鸟会瞬间暴涨，化作一柄长枪，直接穿过血云，血云瞬间被一分为二。身后麒麟虚影昂首长鸣，震散这一片血云，秒杀！血云在萧峰手中连2个回合都没有撑过，直接消散在地之间。而点点碎碎的血云却没有消失，反而朝着下方无数的妖族落去。该死！这群垃圾竟然想集体借尸还魂！萧峰大惊，刚想有所动作，却猛然发现了站在人群中正笑眯眯看着自己的欧阳。而在欧阳头上，一只狐狸举着一根和他差不多大的唢呐，作势欲吹。大师兄！萧峰看到欧阳的一瞬间满心欢喜，但随即有些忐忑，毕竟现在两饶身份并不是同门师兄弟。而正在萧峰忐忑之时，狐狸已经鼓起腮帮子，狠狠吹响了自己捧着的唢呐。啊！凄厉的唢呐声直接化作有形的声波，直接吹散了所有的血云。那些血云化作一个个恶魂怨鬼，瞬间被吹回了血湖之中。而萧峰双目之中猛然一闪，对着欧阳歉意的一笑，随即狠狠一头扎进了血湖之中。引导血湖的那5只杂碎刚刚逃入血湖之中，自己必须要斩草除根。波浪翻滚，大量的气泡不断的在血湖之中浮现，任谁都知道，在血湖之中正在发生剧烈的大战。但所有人也都知道，这场大战只是一场单方面的收拾残局。不多时，再次化作人形，赤裸着上半身的萧峰从血湖之中缓缓地走了出来。血红色的血水顺着萧峰精壮的肌肉流下来，血腥野蛮中带着无尽的杀气。而萧峰背后的5方神兽的纹身则熠熠生辉，像是被注入不一样的生机，一举一动之下散发着让所有半妖乃至妖族都心生臣服的气息。那是来自血脉的压制。在血脉等级森然的妖族，所有妖族都能够清晰地从萧峰身上感受到那让自己臣服的压迫符。看到眼前的萧峰，就好像看到了自己老祖在世一般，让在场所有的妖族都微微低下头，不敢与之对视。在万妖低头中，萧峰如同王一般，一步步地朝着岸边走来。而早已认为萧峰将会带领半妖走向巅峰的半妖一族，早就大礼参拜分立两旁，来迎接他们的王。而他们的王却脚步越来越快，满怀激动，眼中只有那一袭青衫。自己能够走到现在，取得如今的成就，都是眼前的这袭青衫给予自己的。如果没有眼前的青衫，自己可能还在青云宗外门日复一日的扛巨木，碌碌无为的度过自己的一生。但对上欧阳那双眸子之时，却被那双眸子笑着用眼神制止了。欧阳笑着摇了摇头，隐晦的表示现在这种场合不适合。萧峰微微愣了一下，马星夜不知道何时来到了自己身后，给自己披上了黑色的披风，轻声道：“欧阳师兄，今日是您的日子，也是您要被写在史书上的一，请您作为一个王一样走下去吧。”萧峰不明白欧阳的话什么意思，但当萧峰扭头之时，看到诚心诚意跪倒在地的半妖们，还有远处原本敌视但现在却微微低下头颅的正统妖族们，萧峰恍然之间仿佛明白了什么，抬起手紧紧握住自己的披风，把兜帽戴在头上，沉淡淡道：“走吧。”马星夜微微躬身，萧峰也微微直起身子，帝者霸气在这一刻从萧峰身上凸显出来。而萧峰脚下路则直通半妖的驻地，在那里一座巨大的王座正在等待着自己。直到走到一位戴着猫耳朵、头顶着一只拎着唢呐的狐狸的青衫半妖面前，用只有自己听得到的声音轻声喊了一声：“大师兄。”随即直接掠过，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般。“大师兄，萧师弟怎么不理我啊？”举着手中的唢呐，正想给萧峰打招呼的糊涂图，看到萧峰直径走过，有些委屈的扭头声问道。欧阳看着萧峰挺直的后背，眼中满是笑意的道：“那等私下见面，
图图狠狠敲他脑瓜崩，但现在不适合的。顿了顿，随后补了一句道：“因为今日的他啊，应该一个人走下去。”在这座岛之上的所有妖族、半妖都不知道在血湖之中发生了什么。这里的妖族最高不过元婴大圆满的境界，境界封锁了他们的眼力，使他们不知道萧峰击碎了血湖所化的五方神兽，代表着萧峰把他们老祖的骨灰给扬了。但在他们亲眼所见之中，这位半妖龙王竟然以一己之力绞杀了血湖所化的五方神兽。在强者为尊的妖族之中，眼前的萧峰完全得到了他们的认可，其背后纹身样式的五方神兽更是让他们认为萧峰的实力得到了五方神兽的认可，并共同赐予真名。除了这种解释，他们也想不出来其他的解释。总不能这位身为半妖的龙王在血脉觉醒之中看老祖不顺眼，顺手把老祖给宰了吧？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连经过所有妖族的大脑都没有存在过。毕竟在妖族的世界观正，这里是先祖为他们血脉觉醒特地准备的修炼场所，先祖是不会害他们的，而他们的一切也都是先祖给予的。在万妖瞩目的注视下，身披黑色披风的萧峰一步步地走进了半妖驻扎区。那里有着早就搭建好的王座，正在等待着他的王。一路之上，两侧站满了半妖以及正统妖族，有些激动的半妖大礼参拜，而那些正统妖族虽然看不起身为半妖的萧峰，但是面对已经被五方神兽认可的存在，他们还是低下高傲的头颅，对着萧峰微微躬身行礼。萧峰心潮澎湃地走在大道之上，这些年所经历的生死瞬间似乎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而在萧峰身后的马星夜同样目光灼灼，自己注定不是这个时代耀眼的太阳和月亮，但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自己必将成为星空之中最亮的星。其余7位龙王使早就半跪在王座两侧，静静地等待着他们的王在今日登上王座。萧峰嘴角含笑地走上简易搭建起来的王座，一挥披风坐在王座之上。无数欢呼和呐喊声瞬间沸腾在整个岛之上，所有妖族都转向萧峰的方向，微微躬身。在这一刻，妖族的年轻一代完全折服于萧峰的风采之下。从此，整个妖族的年轻一代之中，再难有和萧峰相提并论的存在。萧峰身后五方神兽的虚影不断的演化，龙吟凤鸣虎啸之声响彻整个岛，无上的威压和来自血脉上的恐惧，让整座岛的妖族和半妖都不敢直视眼前这位王。7位半跪在地上的龙王使中，一个略微娇的身影微微抬起头，仰慕地看着那个自己从就一直崇拜的男人，在心中为萧峰感觉到由衷的高兴。萧哥哥，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成功的。在所有妖族都在欢呼着妖族又重新拥有一位王者降临之时，躲在人群之中的欧阳却微微一愣，眉头随即皱了起来。虽然看不到，但已经筑基的欧阳却可以模糊地感知到所谓神魂的存在。那血湖之中陡然飞出5点微光，直接破开这里的空间，朝着外面逃窜而去。坐在王座之上的萧峰还未突破出窍期，但同样感知到了这点，脸上表情一顿，但随即恢复如常。自己能够杀他们一次，就能再杀他们。喧闹的岛整整狂欢了很久，这位半妖龙王的事迹在整个岛之上都在被津津乐道。可惜这里没有夜晚和白，只有一片血红。萧峰早就离开了王座，乔装打扮之后，和马星夜两人悄悄地离开了喧闹的妖族，朝着血湖旁边走去。萧峰一脸激动，双手紧握，自他下山已经过去了几年，这还是远处妖族的喧闹声和这里的安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马星夜深深看了一眼趴在棋盘上熟睡的萧峰，这个他眼中视为无所不能的少年连20都没赢，手按在腰间的细剑之上，转身远处警戒起来。自家龙王睡觉被人打扰了，可不太好。欧阳摸着怀中同样在熟睡的狐狸，嘴里哼着曲调怪异的童谣。过了不知道多久，萧峰猛然睁开眼，眼神凌厉地看向四周，本能的想对四周的危险做出反应，随即身体又放松了下来，大大的伸了一个懒腰，只感觉这一觉睡得十分的舒服，精神充沛，周身气血和背后的五方神兽融合得更加恰当。酥麻的感觉让萧峰忍不住低喝一声，坐下的石板瞬间皲裂。对面的欧阳诧异地看了一眼萧峰，自己只是想让萧峰好好睡一觉，没想到睡一觉都可以让他实力更上一个台阶。这些知交子真是一点道理都不讲。睡好了？欧阳笑眯眯看着正看着自己双手的萧峰问道。正在错愕自己力量莫名其妙提升了一个台阶的萧峰，听到欧阳的询问，连忙朝着欧阳看去。一身青衫的欧阳端坐在自己面前，怀里抱着一只似曾相识的狐狸，高深莫测，又仿佛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没想到只是让自己睡一觉就能提升自己的实力，大师兄不愧是大师兄。萧峰起身微恭恭敬地开口道：多谢大师兄为我解惑。我他妈为你解什么惑了？欧阳古怪地看着恭恭敬敬的萧峰想到，自己只是想让这臭子好好休息一下而已，鬼知道他怎么又突破了。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欧阳也不打算戳破自己在眼前这个臭子心中伟岸的形象。
欧阳看着萧峰，似笑非笑的道：“几年不见，龙王殿下看来过得风生水起啊。”听到自家大师兄叫自己的绰号，萧峰脸色一红，连忙开口道：“大师兄莫要取笑，那些只是别人强加在我身上的绰号罢了。”得了吧，龙王屎都整出来了，我看你子也乐在其中。爸，这几年都干什么去了？欧阳一只手拄着脑袋，看着眼前的萧峰道。听到自家大师兄询问自己的近况，萧峰不由自主地挺了挺腰板，如同邀功一般，把自己这些年的经历娓娓道来。萧峰先是回到那个让自己背井离乡的城镇，曾经那些嘲笑自己的对手，践踏自己尊严死敌，背刺自己的兄弟，霸占自己家族的混蛋，最后都在自己手中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大仇得报之后，萧峰却没有充实感，反而尽是空虚，自己人生像是失去了目标和意义。一直以来，自己都以能够积蓄力量，回到城之中复仇为目标活下去。但当自己回到城之后，却发现一直以来自己认为难以逾越的困难，竟然是如此简单。整个城中的对手，没有一个人能接下自己一掌，甚至连自己精心挑选的音乐都没放，便已经完成了复仇。回到那座城，萧峰才发现，围困自己的不是那些自己认为实力通的敌人，围困自己的是年少时候的自己。当完成了复仇之后，没有目的的萧峰便和马星夜一路向北，漫无目的的游历着，直到萧峰救下了一只半妖少女，又开始了在寒高原中各个部族之中游历。无时无刻的战斗，才能让萧峰感觉到存在的意义。直到在寒高原之中的上古契约之柱上领悟了五行圣体，便想着来到血池之中锤炼自己的肉身。没想到的是，在血湖湖底的万妖殿中，发现了这些上古仙妖神的秘密，也揭开所谓血脉觉醒的真相。大师兄，所谓的血脉觉醒，不过是那些仙妖神想要借体重生的幌子罢了。萧峰严肃地开口道。欧阳点灵头，看来不过是和那些陨落的仙人一个路子的杂碎，只不过那些仙人可没有后代来让自己借体重生。既然如此，那胡言在上次图图血脉觉醒之时打断觉醒，恐怕其中的隐情也和这点脱不了关系。思索了片刻，欧阳才开口道：“既然如此，那图图的血脉觉醒看来更有意思了。”图图，师姐也来了。萧峰听到欧阳的话，惊喜地开口道，不知觉中声音都提高了少许。随即，萧峰脸上的表情又变得忐忑。几年不见，不知道师姐有没有长高一些？不对，大师兄师姐来血脉觉醒，师姐是妖族？萧峰眼睛瞪圆，看着欧阳怀中的狐狸，不由自主地站起身。糊涂图，狐狸，大师兄，这只……萧峰有些激动的道，自己因为激发身后的五方神兽，会变成半人半妖的怪物。原本还担心这样的自己会吓到师姐，没想到自家这位师姐竟然是妖族。欧阳看着一脸吃惊的萧峰，有些莫名其妙。图图是妖族这件事，不是山峰众所周知的事情吗？这傻子激动什么的？总不至于他现在才知道图图是狐妖这件事吧？嗨嗨，虽然图图是妖族，但你不能……欧阳看着萧峰，刚想开口警告，萧峰却一脸傻笑的开口道：“太好了，师姐是妖族，实在是太好了。既然师姐是妖族，那我是半妖也没问题了。”这子该不会是变态吧？欧阳警惕地看着眼前失态的萧峰，抱着图图的手不由自主地紧了紧。怎么总感觉这子思想开始龌龊起来了？怀中的糊涂图则因为欧阳不由自主的抱紧也醒了过来，爪子扒着欧阳的手臂，吵吵闹闹的道：“大师兄，大师兄，太紧了，要勒死图图了！”欧阳赶忙松开手，图图费力的把自己的尾巴从欧阳怀里拔出来，抬头时正好和一脸激动的萧峰对视了一眼。萧峰傻笑着看着图图，开口道：“好久不见啊，师姐。”图图看到萧峰也高兴了起来，刚想凭萧峰怀里，又想到刚才竟然敢无视自己，随即头一扭，两只爪子抱在胸前，生气的哼了一声。哼！在萧峰不断的道歉之下和做了无数保证之下，糊涂图才勉为其难的原谅了萧峰。被哄好的孩子转变得很快，转眼之间就和萧峰叽叽喳喳的起萧峰不在的这几年山峰的情况。虽然狐狸自己了解的都七零八落的，但只是从他的只言片语之中，萧峰心中都忍不住感叹，自己这几位师兄这些年还真是没消停过。再一想到自己连山峰正式弟子都不是，不由得有些黯然。欧阳看出了萧峰的黯然，心中自然知晓萧峰在想些什么，从储物空间之中掏出胡云留给萧峰的木牌递了过去。看到木牌的萧峰愣了愣，2指宽的木牌被一根红绳和铜钱系在一起，巧的木牌之上龙飞凤舞的写着自己的名字。虽然不知道这块木牌有什么用，但自己的……萧峰看着眼前突然出现的血水组成的人脸，一时间没反应过来，这到底是个什么玩意，还会喊爹的？大师兄，这是什么东西啊？萧峰指着眼前突然喊爸爸的人脸，开口问道。这啊，没什么，只是我把这个血壶给点化了而已。欧阳毫不在意的开口道。没什么，只是……
而已。一时间，萧峰不由得开始怀疑起自己是不是真的因为太菜了，所以理解不了在欧阳眼中的这个而已有多么的震撼。这可是妖族血湖啊！这是万妖积攒下来的无数年逝去的妖族精血所形成的血湖，点化了，就这样点化了。原本祭拜五方神兽，获取五方神兽精血的萧峰还在沾沾自喜，但面对欧阳这一手，还是有被打击到。果然我还是山峰中最才那个吗？萧峰看着面前的血水组成的人脸，喃喃自语道：“萧师兄，龙王殿下。”马星夜和那只猪妖同样看到这边的动静，立刻奔过来查看萧峰的情况。萧峰回过神，反应过来这件事绝对不能让妖族知道，旋即对着马星夜下令道：“这所有龙王石警戒四周，所有半妖被对血湖组成人墙，就我略有突破，正在修炼。”完，一道金色令牌落在马星夜手正。马星夜看了一眼令牌，顿时心中一凛，拱手应是之后，立刻召唤其余7位龙王石。萧峰目光落在猪妖身上，那凌厉的目光让猪妖心头一颤。龙王殿下，我是跟着那位大佬来的。猪妖立刻开口表明忠心。听到猪妖的话，萧峰双目之中寒意稍减，随口嘱咐道：“既然如此，你便跟着马师兄离开吧，好好去做，我会看在眼里的。”听到萧峰的话，猪妖激动的浑身颤抖，那头便拜连连开口道：“的知道，的知道，这可是自己最好的翻身机会，自己一定要把握住。”猪妖看了一眼站在远处正打量血水人脸的那袭青山，自己果然没有看走眼，大人物就是大人物，仅仅是随口一句话便足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同样验证了一句话，有时候选择比努力还要重要。猪妖站起身，瞬间眼神变得坚定，紧紧跟在马星夜身后，已经暗暗下定决心，今日必须下死力。要是得到龙王垂青，那自己就真正的发达了呀。马星夜和猪妖的离开，萧峰快步走到欧阳身后。欧阳扭头看着萧峰，笑呵呵的道：“恩威并施，口头支票，你子不当资本家，真是可惜了。”大师兄笑了，如果我没有实力，这种手段不过是丑作态罢了。虽然不明白欧阳口中的资本家是什么意思，但本能还是听出来大概类似宗门宗主的存在。欧阳点零头，摸着下巴看着眼前的人脸，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大师兄，这个人脸好丑啊！狐狸站在欧阳肩头，有些嫌弃的开口道。人脸之上血水翻涌，也是因为血水组成的原因，整张人脸显得异常的怪异扭曲，处处透着惊悚和诡异。而欧阳则没有开口，面前的人脸和自己心意相通，自己甚至不用开口就可以在心中无障碍的和眼前的人脸沟通。欧阳并没有点化整片血湖，这片血湖实在是太大了，所以欧阳只是点化了一部分的血水，但点化的弊端也出现了，那就是智商不高，除了会喊爹以外，就会活脱一个地主家的傻儿子一样。问他万妖殿在什么地方，他问万妖殿是什么，欧阳耐心的解释是湖底的一座宫殿，他又问宫殿又是什么。妈的，这怎么交流？纯二傻子一个，所以难就难在这里了。怎么来形容万妖殿这个东西呢？欧阳突然灵光一闪，开口道：“给大爹找找湖底有什么新鲜玩意，让大爹开开眼。”欧阳这样，人脸顿时喜笑颜开，立刻钻进了湖正。霎时间血湖翻滚，仿佛有什么庞然大物在湖中翻腾，无数骸骨、石头、兵器、乱七八的东西突然从血湖之中倒飞出来，正是人脸觉得新奇的东西。欧阳立刻和萧峰躲闪得远远的，看着不断被自己刚点化出来的好袋扔出来的五花八门的东西，这些大概都是血脉觉醒失败的妖族所留下来的。而远处被半妖和龙王石挡住的妖族，看着无数妖族骸骨从血湖之中飞出，顿时神情激动。刚才因为这边发生的动静，还以为那位半妖龙王又在血湖之中掀起什么风浪，没想到竟然把曾经来到这里的妖族前辈们的骸骨全给刨出来了。哪个种族没有前辈曾来到血湖中觉醒血脉？哪个种族没有前辈陨落在这血湖之中？怪不得要派人拦着不让靠近，原来这龙王竟然再掘自家坟头。一向自恃比半妖血统尊贵的妖族瞬间群情激愤，哪怕是风头正紧的龙王，也不能随便掘人家祖坟吧。半妖和妖族之间互相推搡，虽然争执得面红耳赤，但依旧保持底线，没有动手。妖族数目众多，仅靠半妖根本无法阻挡。正当此时，站在人墙身后的猪妖立刻高声开口道：“大家安静，龙王殿下正在把在血湖之中逝去的先辈们找出来，让在血湖迷茫了无数年的他们可以回家。”猪妖此话一出，顿时让在场所有的妖族都安静了下来。如果那位龙王是真的如同那只猪妖所言，龙王殿下真的是心善啊。猪妖趁机开口道：“龙王殿下在血湖之中修炼，所遇我妖族先辈的骸骨无数，不忍骸骨留在血湖湖底，死后连葬身之所都没有，所以特地施法让所有骸骨得以回家。请大家保持安静，不要冲动。”万妖无不动容，再次看向那些骸骨之时，眼睛都不免有些湿润了。没想到龙王殿下竟然如此大义。
我刚才还差点以为龙王殿下想要搜刮那些骸骨的财宝，我真该死啊！他真的，我哭死！万妖七嘴八舌的议论声中，猪妖则心有余悸的长舒一口气。而血湖之中，浪潮越来越大，一座巨大的宫殿被血水直接拖了起来，矗立在众妖面前。顿时，所有的议论声全部戛然而止，所有妖族都像是鸭子被捏住了嗓子一般。猪妖看着被拖出来的宫殿呆了一下，这座传之中的宫殿，哪只妖族没从话本乃至口口相传的故事中听过？我的祖宗啊！那位大佬怎么把万妖殿给挖出来了？猪妖干咳一声，随即激动的大声道：“大家快看啊！老祖们都从棺材中跳出来，为龙王叫好了！”猪妖脑袋上的汗就像是雨下的一样止不住，看着远处血湖之中的宫殿，心中不断的哀嚎。整座宫殿就是一整块巨大的白玉山镂空而成，在如今妖族粗犷的建筑风格的反衬下，这座美轮美奂的宫殿也代表着曾经妖族的辉煌。整体乳白色的宫殿之上，雕龙刻凤，无数妖族大能的浮雕在宫殿之上活灵活现，仿佛下一秒就会挣脱浮雕活过来一般。浑然一体的风格让这座宫殿看起来更像是一件艺术品，巧夺宫的技艺让这座宫殿仿佛不是出自于凡尘之手，甚至在传之中，这座宫殿是上古仙人送给妖族的礼物。那些端坐于高的仙人在那时都要俯身为妖族制作礼物，可见当初在仙妖神的领导下，妖族有多么的辉煌。宫殿的正大门的门头之上，一方金色牌匾悬挂在大门之上，白玉京，这便是这座宫殿的真名。因为躺着妖族各个族群的老祖，所以才会被称为万妖殿。上白玉京，12楼5层，仙人伏我顶，结发寿长生。所有妖族在看到这座宫殿的，大摇大摆朝着白玉京走去的欧阳抱着狐狸，对着一旁的萧峰开口道：“老六，上次绝里太白的坟头你不在，这回单独给你补上。”萧峰则笑着点零头道：“在山峰，我就一直想和师兄们一起历练，今终于如愿了。大师兄，这里好像是传之中的万妖殿哎。”狐狸把自己埋在尾巴里，身为妖族的他，对于万妖殿还是有些本能的畏惧。欧阳抬起衣袖，把狐狸挡在衣袖后面，护住有些发抖的狐狸。而在欧阳和萧峰两人眼中，所谓的万妖殿，仿佛是免费开放的公园一般，偶尔还停下来评价一下四周的浮雕，两人更像是到此一游。毕竟妖族老祖关我人族什么事？虽然言语之中轻松，但萧峰越是往前走，越是能够感受到从宫殿内散发的威压，并不是一道，而是无数道不同性质的威压，如同排山倒海般朝着自己扑来。自己刚从这里获得五方神兽的传承，已经来过这里，但靓仔开口的还是晚了。欧阳早就积蓄好的一巴掌早就拍了出来，浩瀚的真元莲石椅带狗头人直接拍飞了出去，狗头人在空中发出一声痛苦又舒服的惨叫声，啪叽砸在了宫殿的墙上。这一巴掌的效果还是十分显著的，宫殿之中那些原本眼珠子死死盯着欧阳两饶雕像们，瞬间闭目凝神，努力降低自己的存在符。和靓仔一起端坐在悬空石椅之上的巨猿和青鸟，老老实实从石椅上滑下来，跪坐在欧阳面前。被气得三尸暴跳的欧阳从储物空间里面掏出来那柄教训逆子的纸扇，抡圆了拍在巨猿和青鸟的脑壳上。被打的脑壳青痛，巨猿和青鸟也只敢呲着牙，不敢叫出声。自家主人被打还只能乖乖受着，反抗这位大佬，怕不是屎都能被打出来。当欧阳喘了两口气，平复了一下心情之后，这座宫殿带给自己的那种阴森诡异的气息也消退了不少。随手把一旁石椅上的雕像扔到一边，搬把石椅一屁股坐上去，俯视着眼前这几个从进来就再也没见过的三只宠物，冷声道：“我怎么进来之后找不到你们，原来都躲在这里挑大神的？来，谁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回事？”黄色巨猿和青鸟对视一眼，他俩嘴笨不会，只好老老实实的低着头不吭声。而被欧阳拍在墙上的靓仔一路跑过来，舔着脸趴在欧阳面前道：“大佬，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们三个一进来就被带到了这里了，我们想出去找你也出去啊。”欧阳刚想抬起手给眼前的狗东西一个暴力，萧峰却挡在了欧阳面前，眼神死死地盯着眼前的三只宠物，冷喝道：“你到底是靓仔还是哪位仙妖神？”这时欧阳也反应过来，眼前这三只宠物比起进入这里之前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原本黑白相间的腊肠狗则变成长尾红毛的猎狗，口息之间喷发着火星，而原来瘦瘦的瘪三则变成了赤目赤唇黄身的巨大猿猴。巴掌大的青鸟现如今一身青色羽毛之中夹杂着五颜六色的羽毛，更恐怖的是长着一张鸟脸，还梳着中分。变化如此之大的三只宠物，不由得让欧阳怀疑这三只宠物是不是就像萧峰所的那样被仙妖神给占据的身体，尤其最后那只青鸟，怎么看怎么像穿了背带裤。三只宠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还是靓仔心翼翼的开口道：“大佬的是不是那个想要占据我们身体的那个声音？”“哦，你们碰到了那些仙妖神？”欧阳巴拉开萧峰，看着眼前的三只宠物开口问道。靓仔狗头狂点，一边咧着嘴道：“大佬你是不知道啊，
我刚来就感觉到有什么东西钻了进来，我是百年一遇的犬之体，不由分就给我塞了一大堆有用没用的记忆。那你怎么摆脱仙妖神的控制的？欧阳感兴趣的开口问道。靓仔莫名其妙的开口道：没摆脱啊，他直接消失了啊！大佬，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虽然长得像狗，但我又不是真的狗。欧阳恍然大悟，靓仔虽然是一副腊肠狗的模样，但总体来依旧是剑鞘化形，本质上还是一剑道宝。随即转头看向老老实实跪坐在一旁的巨猿和青鸟：我乃花果山水帘洞奇大圣鳖三。一旁的黄猿立刻附和的开口道：运青鸟，闲语。一旁长相坤然的青鸟紧跟着道，随即在欧阳威胁的目光之中，又低声诺诺的道：名叫貂毛。听到3只宠物的介绍，欧阳也放下心来，心里都快笑死了。恐怕那3只想要强占眼前3只宠物身体的仙妖神，打死都想不到，这3只宠物没一只是妖族。靓仔是道宝，鳖三是陈长生元婴所化，青鸟则是欧爷子神魂所化。这3只平日里看起来不着调的宠物，成分却极其的复杂。想要强占他们身体的仙妖神，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活了1000万年，这次竟然在阴沟里面翻了船。那3个倒霉蛋叫什么名字？欧阳饶有兴趣的开口问道。3只宠物如今形态大变，想必那3只仙妖神不但没有强占他们的身体，还把原本属于仙妖神的力量给留在了3只宠物的身体里面。3只宠物对视了一眼，一字开口道：犬，山海经有赤犬，名曰犬，其所下者有冰。雍和，山海经，其状如猿，赤目，赤喙，黄身，见则国有大恐。青鸟，山海经，玄丹之山，有5色之鸟，人面有发，原有青纹，黄傲，青鸟，黄鸟，其所及者齐国王。前世喜欢看杂书的欧阳听到3只宠物的报名，心里顿时有些不乐意了。这3只妖怪寓意不是有刀兵之祸，就是剑之要亡国的货色，听名字就觉得倒霉。不过话又回来，就连3只宠物都能击败仙妖神的神魂，那图图肯定也没什么问题吧。欧阳扫视了一圈，想要找到那只九尾狐坐在那把石椅上，来来回回走了几圈，也没看到哪个石椅上摆放着属于九尾狐的石椅，反而倒是发现了几十把空着的石椅。大师兄，如果被仙妖神赐名成功的话，这里面的椅子就会空下来，那5只五方神兽的椅子就消失了。萧峰自然明白欧阳在找什么，立刻开口提醒道。这时欧阳也反应了过来，图图本身就是九尾狐，并不存在什么转世之，也就是如今的图图就是九尾狐本体。那如何才能让原本就是九尾狐的图图觉醒呢？这也同样难不倒欧阳。欧阳打就有一个好习惯，不懂就问。这里面摆放着那么多的雕像，总有一个能开口告诉自己的吧。欧阳转过身，带着狐狸走到门口，浩瀚的真元直接形成一道屏障，封住了大门。随即和善地看着眼前密密麻麻闭目装的雕像，笑着问道：不想死的就给爷出来，不然今把你们全砸了。整个宫殿之中回荡着欧阳嚣张的声音，密密麻麻的石椅上的雕像寂静无声，仿佛欧阳的威胁对于他们而言并没有什么卵用。上古时期都是独一无二的仙妖神，区区几句威胁怎么可能动摇他们的内心？哦，性格还都挺硬。欧阳冷笑了一声，抬手点在门旁石椅之上一尊猪首人身的妖怪雕像之上，雕像在欧阳的真元作用之下突然动了一下，雕像的双眼之中满是惊骇，有什么奇怪的东西进入到了自己所在的雕像之中。紧接着雕像便有意识的想要把自己从雕像之中挤出来，自己寄居了无数年的雕像竟然在眼前的人族修士手中点化了灵智。被点化的雕像从石椅之上跳了下来，蹲在欧阳身边，像是哈巴狗一样围着欧阳转圈，随即甩动了一下，直接把一只猪首人身虚影从身体中抖了出来。你竟然能够点化死物！猪首人身的虚影惊骇地看着欧阳，失声喊道：自己寄居在这雕像之中无数年，没想到竟然有朝一日自己所寄居的雕像竟然活了过来，还把自己从雕像之中赶了出来。自己只是神魂，若是在这精血组成的血湖之中太久，恐怕便会被这血湖给吞噬。猪首人身的虚影惊怒之下朝着欧阳怒吼，他也没有想到这世间竟然有能够点化生灵的修士，未经之计只能先抢占眼前这个人类修士的身体当容器了。猪首人身的虚影刚想有动作，但身为动物的原本阴森诡异的宫殿，在这位成熟韵味的御姐出现之时，仿佛整个宫殿都镀上了一层红色，如同在阴暗角落中长出一朵清丽的芙蓉，整个角落都染上了绮丽。女子一颦一笑之间，让空气似乎都满是甜味，而身后蓬松的大尾巴和头上毛茸茸的耳朵更是极大的加分项。所谓国色香，倾国倾城已经不能形容眼前女色的容貌，宛如造物主亲手呵护出来的一般。慢的辱骂声在女子出现的一瞬间全部消失，所有的雕像都死死盯着眼前的女人，双眼瞪大，一副要把眼睛焊在她身上的架势。九尾，九尾，九尾你是我的，
九尾，我等你等的好苦啊！九尾姑娘，我要好好的等你啊！快看我一眼，老婆，老婆啊！我死了！视图图为生死之敌的雕像们，在九尾出现的一瞬间，立刻换了一副嘴脸，对着眼前的女子极尽谄媚，瞬间化作一群舔狗，对着眼前的御姐疯狂的示爱。自视清高的仙妖神们看到眼前御姐的冰冷的语气，丝毫不带感情的眼神，捏住自己脖子那只有力的手臂，让被摁在地上的九尾心中突然猛地一跳。从来没有人这样对待过自己，这个人真的好特别啊！要是能把他装在笼子里面，肯定会成为自己最好的珍藏品。九尾媚眼如丝地看着把自己摁在地上的欧阳，一双桃花眼像是能滴出水来。这娘们是不是哪里有问题？怎么看自己的眼神都快拉丝了？欧阳莫名其妙地看着地上的九尾，想到。萧峰硬着头皮走过来，虽然不知道眼前的女子是何方神圣，但是长得那么漂亮，被欧阳这样粗暴的对待，依旧于心不忍。萧峰拉住欧阳的袖子，开口道：“大师兄，你这样会弄疼她的。”啪！巴掌落在萧峰脸上，原本看着眼前的女子还有些恍惚的萧峰眼神瞬间多了一丝清明。想当沸羊羊站一边去！欧阳头也不回的开口训斥道。这位龙王殿下老老实实的挨了一巴掌，像是学生一样站得笔直，面壁思过。自己刚才是受了什么魔掌，竟然想着替这个妖女求情，乱我道心，等下就帮大师兄宰了她。被欧阳赏了一巴掌的萧峰心中气结，看向被摁在地上的九尾，眼中多了一丝杀意。九尾则丝毫不惧地看着眼前的欧阳，轻佻地开口道：“你把妾身都弄疼了，就不会温柔点吗？雕虫记竟敢在我这里班门弄斧！”欧阳直接把九尾提了起来，面前的金色属性板一览无余。姓名：九尾，未完全体，修为元婴大圆满，封印中，根骨9，幸运9，魅力10+2，音律资质10，专属技能魅惑众生已开启，魅力+2，预知未来，封印中。评价：这是一只极品成年兽耳娘，入手绝对不亏。眼前这个属性面板和图图的并不相同，原本欧阳还在疑惑是不是因为封印解除之后的图图是不是属性板改变了。山头上的几个逆子属性板都来回变动的，这并不是什么大惊怪的事情。但当眼前的九尾开口承认自己不是图图时，欧阳才明白过来，眼前的九尾并不是图图，而是要假借图图的身体重生的仙妖神九尾狐。图图在什么地方？我不想再问。此时的九尾已经没有了刚才的从容淡定，那张美得惊心动魄的脸上满是惊慌失措。从自己出生之时，自己便能够看到事情发展的未来，并提前做好安排来规避。但当看到一位仙人在此时竟然活生生的出现在九尾面前之时，九尾慌了。当欧阳的手插进九尾的胸膛之时，远在山峰的藏狐胡言猛地抬起头，呆呆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果然相信欧阳这次没有错。藏狐心中前所未有的雀跃，长长舒了一口气，呆呆的看着院子里的那棵大树，思绪回到了很远很远之前。恍惚之中，空之上的云朵好像变成了一只狐狸头，过了一会，悠悠然又飘散开来。所有人都不知道自己其实不但长相算不上好看，而且资质奇差。要不是在血湖之中偶然碰到了尚未重生化形的殿下，接受令下一半的传承，自己恐怕也到不了如今的高度。与传承一同继承下来的还有殿下的记忆，无数次的惊心动魄和死里逃生的画面，如同自己亲身经历一般。享受殿下福泽那么多年，是时候还给殿下了。胡言喃喃自语一声，站起身，抖了抖身上的毛发，化作人形，一袭灰黑色的长袍，脸上依旧是藏狐标志性的呆滞，长相看起来惹人发笑。周身所流转的法则和几乎凝聚成实质的威压，却时刻表明了这是一位大妖修。胡言抬手撕开眼前的空间，一步踏入，直接来到了青云殿之正。此时的青云殿中摆放着2张方桌，方桌之上摆放着精美的瓜果和美酒，而在一张方桌的对面则坐着早就等候多时的洞虚子。胡言毫不客气地坐在了另一个方桌后面，自顾自地给自己倒了一杯酒，一饮而尽，随即满意地对着洞虚子开口道：“你们没有骗我，那子真的做到了。”起这话的胡言脸上都带着惊叹，胡图图刚来这里的时候自己都没有认出他，没想到几年时间，殿下竟然已经走到了这个地步。当初胡云找到自己之时，自己还不信，甚至对着胡云破口大骂。继承了一部分殿下记忆的胡言自然认出了胡云，但让他没想到的是，被殿下从养大的胡云竟然要阻拦殿下的回归。殿下竟然养出来一只白眼狼！但当胡云拿着殿下亲自留下来的记录石之时，胡言瞬间都惊了，没想到殿下预知未来竟然可以预知到如此之久。记录石中的殿下明言，自己因为仙人谋划被一分为二，自己重现日之时，便是地间生灵遭受毁灭之前。胡言还是半信半疑，毕竟记录石这种东西的可信度并不是太高。直到糊涂图，当自己和九尾来到这里的，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哪里？
大师兄，喂，有人吗？图图有些害怕的看着漆黑的四周，爪子紧紧的搂着自己的唢呐。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明明自己还在大师兄头顶的，怎么一眨眼自己就来到了这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胡图图心翼翼的迈开脚步，脚下传来的水声随着自己脚步挪动响起，抱着自己的唢呐。狐狸看着眼前让自己感觉到压印的无边黑色，眼泪都在眼眶里面打转。喂，有人吗？我是图图啊。大师兄，你在哪呀？心中愈发害怕的胡图图再次忍不住大声喊道，带着哭腔的童音在黑暗中回荡，但却没有回应。大家是不是都不要我了呀？图图再也不偷懒了。呜呜，狐狸一屁股坐在水里，耳朵耷拉着哭了起来。不知道哭了多久，哭的图图自己都不想哭了之后，胡图图才重新振作起精神，心翼翼地朝着面前一点点地挪过去。因为什么都看不到，两只爪子抓住自己的唢呐挥舞，来试探前方是不是有危险。过来！突然一个尖锐的女声从远处传来，声音让图图感觉很熟悉，就是一时间想不起来到底在什么地方听到过。快过来！你快过来！声音愈发的急促，似乎十分的着急。是谁呀？胡图图鼓起勇气朝着面前大声喊道。是我，我就是你，你就是我，快过来！急促的女声再次开口道。你就是我，我就是你。这两句话瞬间把胡图图那不太聪明的脑袋瓜给干懵了。自己明明就在这里站着，里面咋这个声音竟然他也是图图？聪明的图图瞬间明白了这个骗局，耷拉的狐狸耳朵立了起来，一挺胸膛骄傲的道，才不是脸，你才不是我，图图就在这站着嘞，你骗不了图图。大师兄了，图图是底下独一无二的图图。齐大师兄夸自己的话，叉着腰的狐狸身后的尾巴一甩一甩的，十分的得意。对面的声音沉默了良久，似乎也被胡图图的发言给整不会了。良久，一只兽瞳缓缓睁开，怒视着眼前的胡图图吼道，图云，你在给我装什么蠢？快把我放出来！对方似乎有些厌蠢症，尤其是觉得对方在故意扮蠢侮辱自己，感觉自己像是在受到侮辱一样。巨大的兽瞳和凄厉的喊声把狐狸吓了一跳，原本挺起的胸膛瞬间弯了下去，举着自己的唢呐不断的挥舞，哆哆嗦嗦的想要阻挡对方不要过来。你过来啊！我可是很厉害的！狐狸结结巴巴的开口威胁道。突然，无数蜡烛点燃，从远处朝着狐狸延伸过来。一条昏黄幽深的下水道出现在狐狸的面前。突然出现的亮光吓得狐狸下意识的闭上眼睛，紧紧抱着自己的唢呐缩成一团，大尾巴竖起，活像是一个毛茸茸的球上插了一根大尾巴。睁开眼，过来！女声再次响起。胡图图才心翼翼地睁开眼，随着视线看去，在下水道的尽头，一扇巨大的铁栅栏里面关着一只巨大的白色狐狸。巨大的白色狐狸紧紧贴着铁栅栏，死死地盯着自己。那只充血的兽瞳满带仇恨地看着自己。好大一只狐狸，就像是一座山一般，就算是青丘山中最大的狐狸，在眼前的狐狸面前就像是草一般。胡图图惊讶地看着眼前的白狐，张大了嘴巴。好漂亮啊！柔顺发亮的毛发，比列协调的四肢，还有身后舞动着的数条巨大的尾巴，眼前的白色狐狸完全就是美的代言词。但狰狞的表情却破坏了这份美感。这只狐狸正是九尾。当看到胡图图看向自己时，巨大的白色狐狸朝着胡图图怒吼道：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再看到胡图图的，不知道过了多久，白色九尾猛然睁开眼睛，原本趴在自己爪子上的狐狸已经失去了踪影。果然还是在骗我吗？让我放松警惕，然后偷偷溜走。白色九尾脸上露出一丝怨毒，这种事情还是发生了。什么单纯，都是假象，为了只是让自己放松警惕，然后逃跑罢了。白色九尾愤恨地想到，但心中却有些怅然若失的感觉。又错过了一次机会啊！白色九尾惋惜地看向封印自己的铁栅栏，原本的兽瞳猛然一缩，那扇关闭自己无数年的铁栅栏竟然已经打开了。无数年，自己对眼前的铁栅栏试过无数的办法，最后都成了无用功，以至于到了现在，自己已经放弃了打开这扇铁栅栏的想法。当铁栅栏真的在自己眼前打开之时，白色九尾却不敢相信，甚至有些惊慌。是骗局？难道是什么陷阱？妈妈，你醒了呀！狐狸伸出一个头，露出一个脑袋，惊喜地看着白色九尾。你怎么打开这扇栅栏的？白色九尾目光之中满是凶狠地看着眼前的胡图图，能够困住自己的封印，竟然轻易被眼前这个狐狸给打开。眼前这个，那位仙人竟然追杀到了这个地方。白色九尾做攻击状，利齿微露，白色浓烟从嘴角喷出，身体微微拱起，随时准备抱起攻击。他绝对不会是仙饶对手，尤其是自己已经失去了预知未来的能力，在仙人面前，自己不过是大一点的蝼蚁罢了。但就算是死，自己也要保证身后的。怀中抱着狐狸的欧阳
看着眼前的白色九尾的属性面板，心中不免有些感叹。姓名：九尾，完全体。修为：元婴大圆满，封印中。根骨9，幸运9，魅力10+2，音律资质10，专属技能魅惑众生已开启，魅力+2，预知未来。评价：这是一只极品完全体成年兽耳娘，入手绝对不亏。原本的未完全体变成了完全体，预知未来后面的封印值也彻底消失不见了，也就是眼前的白色九尾已经完美继承了曾经属于屠云的力量。自己来到这里想直接结果了眼前的白色九尾，没想到这白色九尾竟然被自己怀中的图莫名其妙的感化了。命运就是那么的弄人，这一切很难不是那位曾经抚养胡云的涂山屠云的手笔。这一切难道是出自曾经能够预知未来的屠云手笔吗？只是一只仙妖神竟然可以做到这个地步，怪不得就连仙人都要抓他道高之上。白色九尾微微俯下身子，对着欧阳怀中的糊涂开口道：鬼，把爪子抬起来。狐狸不明所以的举起爪子，白色九尾用鼻尖微微碰了一下狐狸的爪子，一点红光化作一朵红莲，从白色九尾的眉心飞到了狐狸的眉心。狐狸瞬间晕了过来，在欧阳的怀中沉沉的睡去。你准备怎么办？欧阳看着眼前如山般大的白色九尾，开口问道。白色九尾仰起头，轻声道：我已经没有了肉身，也在这里待了无数年，我也不想出去了，只想在这里亲眼看着他走下去，到底能走到什么地步？你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欧阳皱着眉头开口问道。为了什么？仙人为了还是仙人，我们为了不。仙人再次成为仙人，而有人想要成为新的仙人，这便是目的。九尾看着眼前的欧阳，踌躇了一下，开口道。听着九尾如同绕口令一样的话，欧阳却明白其中的含义。九尾这句话中给了自己3个信息：仙人为了在注定的仙人大劫之后重回仙门一直在谋划，而有一方力量一直在阻止仙人再次成为仙人，却又有一方力量妄图取代仙人成为新的仙人。3方在互相博弈，直到如今都没有分出胜负。那胡云、洞虚子乃至眼前的白色九尾属于哪一方呢？阻止仙人再次成为仙人，但想要成为仙人也要阻止仙人再次成为仙人。欧阳目光猛然一缩，看着眼前的九尾低声道：仙门再次被人打开之日，便是你们博弈的正式开始，所有势力都将在自家老二冷青松剑开门之时得到揭晓。白色九尾不再回答，回到栅栏之处闭目养神。随着一阵旋的转，欧阳抱着昏睡的糊涂再次回到了世界之正。原本的九尾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咂着嘴睡得正香的狐狸，正死死抓住欧阳的衣服睡得正香。无数想法在欧阳脑海之中闪过，怪不得老二后面的称谓是位面之子，自家老二就是这个世界开启大劫的钥匙。不管是哪一方最后获得胜利，自家老二都将成为胜利者。这样一个胜利者，他们不会允许冷青松有任何情感，而也正对应了上古时期支剑斩仙的李太白所修的太上无情的青莲剑道。一切都是巧合，又都是必然。斩仙的李太白却为了仙人们留下一线生机，到底真的是李太白觉得仙不可斩杀殆尽，还是仙人们自愿被李太白斩杀而度过大劫的呢？欧阳感觉脑子里面一团乱麻，如果面前有一盘棋局，那么这盘棋已经混乱不堪，无数只手交叉在一起，他们互为敌人，又互为帮手，互相想要把对方置于死地，又互相帮扶着对方走下去。欧阳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以凡人之身想要掀翻这盘棋，果然不太容易啊。但越是这样，欧阳心中却越是觉得兴奋。下课上，这种事情不管是在网站上还是现实中，依旧是那么让人感觉刺激。站在万妖殿之中的萧峰已经再次变换形态，虽然还是人形，但龙虎咬肩，龙虎躯体蜿蜒作臂，虎掌龙爪，龟腿撑躯，身前麒麟游动，凤翅高展，麒麟头盔护头，宛如身穿铠甲一般，目光坚毅，战歌高昂，靓仔貂毛憋三在后，一人三宠，直面万妖殿无数仙妖神神魂。四周无数仙妖神神魂游荡，死死地盯着眼前的4个闯入者。在他们眼中，眼前的一人三宠虽然不是妖族，但却又形似妖族，总归来可以算作半妖。身为妖族的他们，竟然帮助一个人族修士带着九尾消失在了所有扰眼前，不可饶恕，不可饶恕！那可是九尾啊，我的九尾啊，就那么啪一下没了。灵，鞭子我都没有挨上几下，九尾最喜欢拿鞭子抽我们了，快把九尾还给我们！无数凄厉的喊声围绕和萧峰，朝着萧峰豪剑。萧峰双手握拳，坚毅的脸上满是愤怒，这群杂碎竟然想和我抢师姐。虽然师姐变成那个大姐姐，相貌有了变化，但也依旧是自己的菜。能够自由切换的师姐真的是太棒了，师姐必要我来守护。想到这里，萧峰的战意更加的高昂，龙吟虎啸之声在萧峰双拳之中响起。
正当双方一触即发之时，萧峰身后的靓仔突然胃里一阵翻滚，张嘴呕吐了起来。哦！随着靓仔的呕吐，欧阳和狐狸忽然出现在了众人面前。乱糟糟的万妖殿让欧阳眉头不由得皱了皱道：“吵吵什么的，都想死吗？”当看到欧阳怀中的狐狸时，所有神魂都屏住了呼吸。这可是幼年期的九尾啊！幼年期的九尾实在是太可爱了。欧阳面带不善地看着想要上前的众多的仙妖神的神魂，体内真元涌动，冷声开口道：“再靠近者死。”哦，死！逆子在我妖族万妖殿还真是威风啊！一个磁性的女低音响起，顿时霸气侧漏的欧阳僵在了原地。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至少欧阳多年都没有听过了。欧阳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扭过脸道：“好久不见啊，师娘。”顺着声音看去，在万妖殿的中央，不知道何时出现一把巨大的石质王座，而在王座之上坐着一位身穿白纱的绝色佳人。和刚才生媚骨的九尾不同，眼前的女人给人一种如同寒冰般刺骨的感觉，好似长期处于上位者，有着藐视众生的高贵与霸气。洁白如玉的脸蛋之上，让人扼腕叹息的是，眼睛被一块红色的丝绸缠绕。如果眼睛没有被遮盖，想必那是一双勾人心魄的眼睛。一条洁白无瑕的白蛇从女子身后探出头来，红色的眼睛中透着凶狠，死死地盯着欧阳。就是这样一位角色，一出场却让整个万妖殿按上了暂停键。万妖殿之中所有的神魂如同被冰冻了一般，失去了声息，连靓仔3只宠物都不例外，直接被冰冻当场。萧峰只感觉刺骨的寒意不断地朝着自己身躯灌入，不但是动作，就连意识都变得僵硬起来。原本还嚣张的欧阳也在女子开口之后，像是得了鸡瘟一般，耷拉着脑袋讨好地看向眼前的女人。不是这里最多只能到元婴期吗？这老女人怎么进来的？欧阳在心中大骂，但脸上讨好的笑容却丝毫不减。别人不知道眼前的女人有多恐怖，他欧阳可是知道的，就连那位五五开的师傅遇见他都是扶着腰走出去的。王座之上的女人不是别人，正是师傅的老相好，常小月的师傅，万妖国国主常素贞。欧阳看向王座之上的女子，属性版一览无余。姓名常素贞，吞蟒，修为渡劫9重境，根骨9，魅力9，幸运9，吞噬资质10，专属技能吞噬地。评价：妮子给我注意点，我注意你妈的，我躲着她还来不及。眼前这位万妖女王是什么性子？欧阳可是早就领教过的，这女人心狠手辣，杀人就杀人，眼睛不带眨一下的。欧阳在心中大骂道：“曾经自己……”哦！欧阳扶着一棵大树疯狂呕吐，差点没把昨的隔夜饭吐出来。这师娘的传送手段实在是太粗糙了，体验感极差。常素贞还在盯着手中的狐狸出神，仿佛陷入了漫长的回忆症。师娘，欧你能不能给点心理准备？手法那么粗糙，怪不得老头不怎么喜欢找你。欧阳直起身子，朝着常素贞抱怨道。随之而来的是头上一个暴力，欧阳只感觉眼前一抹白色飞过，常素贞便抱走了自己怀中的狐狸。一身白纱的常素贞站在山崖之上，手中抱着狐狸，正朝着远方眺望。上飘着紫青色的烟云，淅淅沥沥的雨飘洒在山林之间。正是春末夏初之时，雨水冲刷掉了刚升起的一丝燥热，山林间满是凉意。淡淡的真元隔绝了雨水，眺望远处的常素贞长长叹了一口气，脚下则有斑斑血迹出神。师娘，这里风大，你带我来这里干什么？欧阳蹲在常素贞身边，看着远处的笼罩在烟雨之中的山景，有些无聊的开口道：“这血是你师父吐的，当初他一心想要逆，被反噬还全然不在意，没想到这口血竟然融进了石头里。”常素贞看着眼前的血迹，答非所问的开口道。欧阳看向石块上的血迹，沉默了一下，随即从储物空间之中掏出一把铁锹，把带有血迹的石块给挖了出来，收回储物空间之正。欧阳对着一直对着他的常素贞笑了笑道：“我这人就有个坏习惯，自家的东西丢在外面，我心里不干净。我从来不相信轮回命运，但命运现在就在我眼前。你我把这只狐狸掐死，是不是命运就终结了？”双眼蒙着丝绸的常素贞声音平静开口道。听到常素贞的话，欧阳吓得一激灵，急忙看向常素贞怀中的狐狸。常素贞素白的手已经放在了狐狸的脖颈之上，似乎随时会捏下去。师娘，冷静，冷静点，你这样让我很难办啊！欧阳上去拉住常素贞的衣袖，急声劝道。这女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欧阳还真怕这女人直接掐死狐狸。一个是自家师妹，一个是自家师娘，打又打不得，骂又骂不得，女人是真的烦。要不是和胡云有一腿，欧阳现在就想炖辣条了。常素贞看着拉着自己衣袖的欧阳，突然笑了一声，松开了狐狸的脖颈。熟睡的狐狸还不知道自己在鬼门关走了一遭。常素贞每次看到欧阳都感觉惊奇，自己讨厌别人触碰自己，
除了胡云之外，也就眼前这个臭子能在自己面前放肆。常素贞随手把狐狸扔给了欧阳，欧阳连忙接住狐狸，用衣袖遮住雨。山风吹到茶几上，混着雨水的湿气吹凉了手中的茶。欧阳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位在万妖国之中杀伐果断的万妖女王。此时，这位在万妖国之中万人之上的女王却手足无措地胡思乱想。每一只妖族的顶点都必须觉醒自己的真名。这件事，欧阳还是在青丘山时听那只老乌龟起的。只有拥有真名的妖修，才能配得上大妖修。当听到这件事时，欧阳在：师姐去什么地方了？那孽畜，我看他一眼就想杀了他。上次竟然想要趁我闭关之时，你瞅瞅，刚才还为了常小月悲痛欲绝，现在提起他又一副恨不得杀了他泄愤的表情。女人都是暴变的，男人都是善变的，孔夫子承不起我。欧阳有些感慨地看着眼前的常素贞，也明白过来青丘山的老乌龟的不死不休是什么意思了。拥有相同真名的两只大妖修，只要见面就会控制不住自己对对方的杀意，就算是身为渡劫7、9重境的常素贞也不例外。你师父真的？常素贞话到嘴边却没有继续开口。他很明白胡云已经去了什么地方，只是还抱有一丝妄想，亦或者想要从欧阳口中听到一句安慰。而欧阳施施然站起身，双袖轻甩，抖落袖子上的水珠，望着空道：师娘，茶就不喝了，也该晴了。常素贞还没有反应过来欧阳的意思，只见欧阳身上真元暴走，化作一道光柱，直接冲散了漫靛紫色的云烟。霎时间晴云白，原本凄凄厉厉的一场雨被一扫而空。下午的阳光洒在欧阳身上，宛如镀上一层金光，轻描淡写的改写一方气。这种手段放在常素贞身上都要费些手段，而眼前的欧阳只需真元外泄便可以做到。这也是欧阳在向他表明，就算是胡云不在，大树依然还在，他欧阳依然能成为遮风挡雨的大树。常素贞虽然双眼蒙着丝绸，但丝毫不影响他的视力，看向站在阳光中的欧阳，不免有些吃了。眼前的欧阳一如当年自己与胡云初见时，在魔道大战之中杀红了眼的自己被胡云摁在地上一般神武。欧阳看向嘴微张，脸上都红透了常素贞，连忙收回自己的真元。要是再装下去，自己恐怕就要对不起自家老头子了。可师娘，别看了，再看我也不是我家老头。欧阳尴尬的咳嗽了一声，开口提醒道。常素贞冷哼了一声，并不在意自己的失态。慕强本就是妖族的性子，跟我走一趟。常素贞一手托着狐狸，抬起另一只手，一道黑风再次出现，顿时让欧阳脸色一白。不是吧，还来？师娘，你都渡劫9重境了，瞬间移动这种高端手段，你就不能用的高大上点？欧阳想起刚才吐成狗的模样，连忙抗议道。常素贞却没有搭理眼前的欧阳，化作一道黑风，带着欧阳消失在了山崖之上，只留下雨后晴的山林，还有一壶微凉的茶水，热水刚凉，品茗正好。又是一阵旋的转，像是做了前世的无敌夺命过山车一般的欧阳，再次扶着一根金柱土的稀里哗啦。这里是万妖国国主的宫殿，而现在欧阳所在的地方，也正是万妖国的国都万妖城。金碧辉煌的宫殿之内，站满了兽首人身，身穿官服的众多妖修。所有妖修都茫然地看着眼前扶着柱子土的稀里哗啦的欧阳发呆。女王殿下刚才突然消失，现在又突然出现，为什么还带着一个人族修士回来？这人族修士竟然还当众在这妖族权力的最中心的光明殿内呕吐不止，简直有辱斯文。常素贞坐在属于自己的王座之上，一手托着狐狸，脖颈处缠着一条玉白的白蛇，皱着好看的眉头开口道：虽然境界不过筑基，但真元比我还有浑厚，怎么那么不堪？你师父交给你的担子，你能扛下来吗？嘴上这斥责的话，但还是抬手一道香风飞向欧阳，香风入体，原本感觉有些头昏脑胀的欧阳瞬间好受了不少，但还是止不住胃里的翻涌。懒洋洋的扒拉开一只看起来年纪挺大的老山羊，毫不客气，一屁股坐在原本老山羊的座椅上，有气无力地对着常素贞表示不服。被扒拉开的老山羊气得直哆嗦，指着欧阳对着常素贞开口道：陛下，这人族胆大包，有辱妖族斯文，俺建议剁成肉泥下酒。欧阳有气无力地瞥了一眼文绉绉放屁的老山羊，自己是不是吐得出现幻觉了？怎么有只老山羊穿着官服，正在对自己子曰子曰的？一定是做梦。欧阳抬起手给了老山羊一巴掌，被打的老山羊猛逼了一下，瞬间暴怒，本就有些紧的官服瞬间崩裂，孔武有力的肌肉狰狞显露。老山羊喘着粗气，自己好不容易准备做个文化羊，结果今就被眼前的人族一秒破功。就算是在女王面前，自己要好好教训一下眼前有辱他娘斯文的人类。想必女王殿下肯定可以看到老杨我的努力吧？杨兄，息怒啊！杨哥儿，有辱他妈的斯文啊！算了算了，给我个面子。几只长着各种动物头人身的妖怪拼命拦住老山羊，有些畏惧地看了一眼坐在主座上的常素贞。
而瘫在椅子上的欧阳惊奇地看着眼前的老山羊，哼，看起来他还挺疼，那还真不是梦。欧阳扭头看向常素贞，诧异地开口问道：“师娘，您这是玩的什么呀？整这些牛鬼蛇神，穿着大褂，唱哪门子戏的？”常素贞一手拄着头，歪着脑袋，意味深长的道：“这可是我朝宰相想出来的制度，为的就是让我妖族能够和人族一样有规有矩。”规矩？欧阳头转了一圈，发现这满屋子的妖族整得还挺像那么回事。食肉的妖修是武官，身着盔甲，剑履上朝。刚自己赏一巴掌的这群山羊是文管，手中各抱着一本书，一个个身穿官服，表情正经，但奇特的身体造型远没有所谓朝堂的肃穆，反而有种沐猴而冠的滑稽服。这宰相也是个奇葩，师娘也是个奇葩，一个敢用。欧阳啧惊奇，开口道：“不知道这宰相是哪位大贤啊？竟然有如此大智慧。”常素贞轻笑了一声，开口道：“起来也巧，你们还算同门师兄弟。”同门师兄弟？欧阳举目望去，队列自动分开，在文官之首站着一个背对自己的身影。欧阳怎么看怎么觉得眼熟，似乎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背影微微转头，朝着欧阳扯出一个假笑，从牙缝中挤出一句问候：“道兄，好久不见啊。”